月黑风高杀人夜，作奸犯科放火石。萧国山外，白云寺，圣僧哥哥，只要你说一句你爱我，我绝对不会纠缠于你了。白云寺禅房内，一身白衣长裙，面容清秀的女子，那双如有星辰的眸子，看着被自己压住的俊美和尚，唇角勾起一丝僵硬却不失礼貌的笑意。哎，大师，俗话说得好，出家人慈悲为怀，只要大师你说上一句我爱你，本小姐立刻消失在你面前。楚清月自认为是一个毫无耐心之人，可如今前世今生2辈子的耐心都耗费在了一个和尚的身上，但和尚还是不为所动。还说你爱我，要不然就别怪本小姐无情，让你当不成和尚，永远无法踏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贫僧是出家人，5蕴皆空，6根清净，早已经断了红尘念想，还望女施主自重。今天是151年一次的血月，虽然有些事情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但是想要回到21世纪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在血月日让眼前的这个和尚说上一句我爱你，他就可以离开这个时空，回到自己所在的现代社会。眼看着血月即将消失，死秃驴迟迟不说出那3个字，这可是急坏了楚清月呀。秃驴，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快说我爱你。阿弥陀佛，女施主莫要为难贫僧。我操，大哥你是为难我好吗？说句你爱我会死吗？他费尽千辛万苦，赶在血月日之前混进了白云寺，其中历经的9981难，堪比唐僧取经。可人唐僧都取得真经，修成正果了，但这和尚就像是王八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说。他想回到21世纪，他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处理好呢。秃驴，不，大师，圣僧，佛祖，我想回家，求求你说一句我爱你。等我回家之后，逢年过节一定给你烧香上供，建一座庙祠都成。若是放在平时的话，楚清月有的是耐心，也有1000种不重复的法子逼供，就算是软硬不吃的和尚，也照样能够让他乖乖听话。可现在迫在眉睫，血月即将消失，若是和尚不开口说出那3个字，他将永永远远留在这个万恶的古代社会了。任凭楚清月威胁还是软磨撒娇，绝口不提我爱你。空气中一丝丝香甜的味道，混杂着香烛焚燃的气息，越发浓烈地弥漫着。压在和尚身上的楚清月轻轻嗅着，秀眉微微一皱，阴香木的味道。闻到阴香木气息的楚清月暗叫不好，这种药草的作用大多出现在青楼之中，强迫一些不听话的女子失魂入幻，而后发生什么自然就不用多说了。即便吸入一点点，也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但这种淫邪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寺院里，出现在一个和尚的房间中？和尚，你房间里怎么会有阴香木的味道？当即楚清月想要从美和尚的身上起身逃离，谁知刚刚准备转身呢，一只大手便是抓住了他的脚踝，顺着力道反将其压住了。送上门来的食物，贫僧便不客气了。被压住的楚清月越是挣扎，彼此2人之间的气息越是暧昧到无法形容，还未来得及开口说话呢，就被狠狠地吻住了双唇。最终在阴香木的作用之下，2人的需求战胜了理智。夜半，一道白衣少女的身影鬼鬼祟祟地从白云寺后山溜走。临走之前，楚清月半眯着凤眸，怒视着白云寺的方向。妈了个巴子的死秃驴，等老娘养精蓄锐之后，一定会把你大卸8块了喂狗，以济我心头之恨。恨呐，何其恨！本是要和尚说上一句我爱你，然后回到21世纪继续过他的逍遥日子。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到，
他非但没有在血月之日离开，还中了淫僧的圈套，把自己给搭进去了。150年一次的血月，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只能等到下一个150年。可那个时候的他，早就是一堆白骨了。淫僧，死秃驴，你丫给老娘等着！5年之后，萧国一条官道上，一辆马车由北向南行驶着，赶车的白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消失在萧国5年的楚家大小姐楚清月。5年前，楚家大小姐无端消失，即便楚家家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不得寻果。世人都道楚清月被贼掳走，早就化作了一滩白骨，毫无生还的可能性。可偏偏5年之后，楚清月重新踏足萧国国都，即便他自己也十分不情愿。可今年是原主身体母亲的10年的忌日，也是原主生父的40寿辰，不得不回。像他堂堂21世纪法医学精英，竟然穿越到古代社会，一活便是5年，何其悲哀呀！娘亲，我们是要进城找爹爹吗？天泽、灵儿，还记得娘亲和你们说过的话吗？那天阳光正好，风很大，你们的爹走得很安详，家属们都很坚强地忍着眼泪，甚至有人笑出了声。为了欢送你们的爹爹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娘亲亲自高歌一曲凉凉。只见你们的爹爹骨灰随风飘逸，自由飞翔。楚天泽和楚灵儿兄妹2人，你看我，我看你，虽不知道娘亲口中的凉凉是什么歌，可2个人精的小家伙知道，爹爹一定是做错了事儿，才让娘亲这般诅咒爹爹的，而且是很大很大的错事。娘亲，爹爹长啥样子啊？丑得不忍直视呢，全靠你娘我的优秀基因，才把你们兄妹2人生得这般的俊俏。清月，三王爷，时隔5年的时间，再一次看到当日奸污了您的女人，王爷心中作何感想呀？名叫纳兰锦的公子添了一把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说出了5年之前白云寺发生的惨案。5年前的血月之夜，当他们得知三王爷有危险之时，马不停蹄地赶往了白云寺，可到时却只看到了一丝不挂、昏迷不醒的三王爷，以及床上触目惊心的血迹。最初还以为三王爷受伤了呢，实际不然。这调查之下才知道，那个女子是萧国首富楚家的千金小姐楚清月，可人早就是不知去向，这一晃便是5年之后了。海城一事由纳兰锦全权负责，若有不妥，诛杀9族。王爷，纳兰一族就剩我自己了。他嘴贱个什么玩意儿啊！这回好了，被派去海城公干，这就是惹了如萧玉衡一般表里不一之人的下场。唉，不过比起这些，更让纳兰锦在意的则是楚清月。当初强了三王爷的楚清月无故消失，又在5年之后重新出现。打死楚清月，他也不会想到，他在白云寺推倒的和尚竟然是当今的三王爷。真正的期待，看来他要尽快处理好海城的事情，赶回都城。毕竟这场戏100年难得一遇，又怎么会少得了他呢？娘亲，我们不是去外公家吗？为什么要来客栈？白天外公要办寿宴嘛，一定会很忙的。等到晚上闲暇之后咱们再去，那样外公就可以多陪着天泽和灵儿玩耍了，对不对？楚清月的表情之真切，言语之诚恳，用词之准确，2人精也是没有多想别的。不是他吹啊，就以自家这俩崽儿高超的智商，但凡让他们看出了一些端倪，幼小的心灵绝对会备受打击的。他一个当娘的，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了。如果他白天回到楚府，在众目睽睽之下带着一双儿女出现在楚家老头子的面前，老头子一定会兴奋过度，受不了这个刺激。万一驾鹤西游，寿宴变成了忌日，楚家那么多的财产继承起来也是挺麻烦的事情嘛。况且在这样一个守旧的封建社会，未婚先孕的女子是要被浸猪笼的，而且女人的孩子也会性命不保。
综上所述呢，晚上趁着夜黑风高，悄咪咪地回到楚家，拜祭一下原主的生母，再与楚老头解释一下这5年来的情况，然后他便带着孩子彻底地离开萧国，再也不回来了。你说楚家老爷有名的大善人，怎么会奸淫杀害7名少女啊？真是想不通呀！谁说不是呢？大理寺侍卫在楚家发现了那7名枉死的少女尸体，人证、物证、罪证都齐了，就算是真有冤情也没地儿申冤了。还申冤个屁呀！1个时辰之后，楚家老爷在东市刑场就要被问斩了，除非大罗神仙降世。不过我听说楚家这事儿是被小人栽赃陷害的，还是和宫里面有关系。宫里面有些人想要除掉富商楚家。小声点儿，这话都敢说出口，你不要命，我还要命呢。就是呀，我啥也没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呢。楚清月将2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在耳中，最开始只以为是同名，但随着那话音一句句入耳，人物身份都对上了，2人口中的楚老爷不是楚天雄，还会是谁呀？楚天雄奸淫7名少女被抓，1个时辰后在东市刑场被咔嚓。楚老爷是大好人大善人呀，不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举，必然是被冤枉的。楚老爷为我们穷人做过很多好事，我相信楚老爷是清白的。切，谁知道楚天雄是不是当面好人背后畜生呀？官府的人都拿出了证据，难道衙门还能冤枉人不成呀？楚老爷，小的会让你走得痛快一些。刽子手自然是晓得这件案子的隐情的，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刽子手，能做到的便是让楚老爷死得快一些，仅此而已。像我楚天雄这一生从未做过恶事，如今落到了被冤枉致死的地步，可悲呀，何其可悲呀！速问为夫对不起你，为夫无能，没找到清月呀。午时已到，行刑。刀下留人。根据萧国刑法第2章第30条规定，凡是受刑人家属对案件有异，官员必须要重新审理此案。我楚家嫡女楚清月申请翻案。就是楚清月，那个消失了5年的楚家嫡女。楚清月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呀？一时间，整个刑场从死一般的沉寂瞬间炸开了锅。不认识楚清月的只当作他是来劫法场的，可认识楚清月再清楚不过他是何人。萧国东城的小恶霸，无恶不作的妻女霸男，下至3岁上至99都不放过的混世小魔王，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偷的极品恶女，楚家嫡女楚清月是也。破坏行刑，当属大罪，将此女抓住，押入大牢，择日问罪。慢着，这位官爷，刚才的话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作为楚家嫡女，对父亲楚天雄一案抱有异议。根据萧国刑法第2章第30条规定，这件案子必须要重新审理才是。翻案，此次案件经过大理寺重重审理，早已定罪。楚天雄便是奸杀7名无辜少女的真凶，你一个女流之辈，何来异议？况且谁能证明你就是楚家嫡女楚清月？言外之意，谁知道站在众人面前的楚清月是不是他人假扮的？先不说一个消失了5年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刑场，就算是真的是楚清月本人，今日楚天雄也定斩不赦。行刑官显然是不想给楚清月翻案的任何机会。大人，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的话，我帮你问问不就成了吗？台下的朋友，用你们最热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的名字叫什么？楚清月。大声点儿，我听不到。楚清月。谁是楚清月？楚家嫡女，东城小恶霸，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楚清月也没有想到，时隔5年的时间，萧国百姓们对他的怨念还是如此的深刻，也难怪记忆中的原主性子恶劣，糟糕的要命。如果给他兵马大权的话，
他恐怕连皇帝都敢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群平民百姓都能认得出他是谁，他倒是要看看行刑官还能够说什么。大人，我可以翻案了吗？本官怎知这群刁民是不是你花钱雇佣的？来人，将此女给本官拖下去，若是反抗，杖毙致死。继续行刑，老夫即便是死，也不会让你们伤害清月一根汗毛。清月，快跑！三王爷到！下官见过三王爷。何事如此喧闹？行刑官吞咽着口水，说着刑场中发生的事情，并且着重地描述了一下楚清月是如何扰乱刑场的。老王爷忧心了，刑场只是出了些小小的状况，下官自会处理。三王爷，民女楚家嫡女楚清月有冤，请三王爷还我楚府一个公道。楚清月，你有何冤屈？是错觉吗？还是听错了？刚才的声音和白云寺的那个和尚一毛一样啊！不可能啊！马车中的男人是萧国三王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5年前在白云寺和他鼓掌的只是个花和尚而已啊！二者身份悬殊，天差地别，怎么会是同一个人呢？不会是同一个人的，应该只是声音太像罢了，这才让他一时间错了神。回王爷的话，民女楚家嫡女楚清月深知父亲不可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其中必然有冤，还望三王爷给楚家一个公道。公道，本官与你一再言明，楚天雄一案早已由大理寺彻查，世人皆知你父亲做出的种种禽兽不如的行径，若是不将楚天雄斩首示众，何以平复百姓民心呀？根据萧国刑法第2章第30条规定，凡受刑人家属对案件有异，官员必须要重新审理此案。我楚家嫡女楚清月申请翻查此案，3日期限，定会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三王爷，您是百姓心目之中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受人爱戴的好王爷，必然不会看着无辜百姓蒙冤，请三王爷给民女3日期限，让民女为父亲洗清冤案。正直不阿，清正廉明，直不直，清不清，他们是不知道，但这俩成语用在三王爷身上根本就不合适。自打5年前三王爷回到萧国都城，伴随着三王爷的那只有血腥和杀戮等等词语，隔3差5死个人已经是稀疏平常的事情了。在百姓的心目之中，三王爷萧玉衡就是行走的活阎王，走哪儿死人，他们可是爱戴不起，要人命的呀。本王便准了你3日期限，为楚天雄翻案。不过，你欠本王的这个人情，要如何偿还是好呀？三王爷大恩大德，民女铭记在心。若三王爷有什么事儿用得着民女的地方呢，民女一定刀山火海，万死不辞。好，那本王就期待着你口中所谓的刀山火海，万死不辞。老头儿，我知道你要问啥，这俩娃是我的崽儿，你的孙儿，你没看错，肤白貌美，气质好，深得咱们楚家的优良基因呢。楚清月先行开口，打破了死寂沉闷的气氛。他怎么会不知道楚天雄想要问什么呀？无非是他这5年的时间里面去了什么地方，这俩孩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儿等等。但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问题了，他只有3天的时间翻案。咱们先说案情，等我给你翻了案，你想知道啥我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啊。老头儿，回忆一下你当初看到尸体时候的情景。他们的爹是谁呀？楚天雄并未说着与案件有关的信息，而是问着楚天泽和楚灵儿的亲生父亲是谁。女儿5年前突然失踪，杳无音信，即便是动用了楚家的人脉财力，都寻不得踪迹。5年之后又突然出现，楚清月身边还跟着2个小娃娃。作为父亲，他必须要知道这俩孩子的爹是谁，难不成就是拐走他女儿的罪魁祸首吗？一想到自己的女儿被人拐走，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之中，被人折磨，生下了孩子，5年后九死一生，终于逃离了魔掌，
楚天雄的心便是紧紧地皱在一起，疼得不要不要的。5年前我只是想通了一些事情，想去云游一番。至于天泽和灵儿的爹，早就被人挫骨扬灰了。楚老头儿，咱们就只有3天的期限。我说过，你想问什么，3天后我一定会给你明确的答复。现在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清月，你答应爹不走了？哎，行啊，不走了。得到了楚清月敷衍的答复，楚天雄这才压下心中所有的疑问，回答着楚清月一开始问出来的问题。事情还要从2天前说起。当时楚天雄外出经商归来，听到花船上女子的呼救声音，便前去查看。谁知进入花船之后，被人一棒子敲晕，醒来的时候就被抓进了牢房之中，被当成了奸杀7名少女的凶手。来，让外公好好看看。告诉外公，你们叫什么名字呀？外公，我叫灵儿，楚灵儿，今年4岁了。不对，5岁了。孙儿楚天泽，见过外公。钟灵毓秀，物竞天择，好啊，好名字，不愧是我楚天雄的孙子孙女。虽说楚天雄对灵儿和天泽的生父以及身世仍是有着重重疑问，但看着如此可爱懂事儿的俩孩子的瞬间，一切问题通通抛至九霄云外。苏问啊，你在天之灵看到了吗？咱们的女儿回来了，还带回来了这般可爱的孙儿孙女。探监时间结束了啊！天牢重地，速速离开。守牢的狱卒示意楚清月赶快离开，这里是牢房，不是共享天伦之乐的地儿。狱卒上前来赶人，楚清月拿出了一锭银元宝，塞进了狱卒的怀中，笑得和善。哎，狱卒小哥哥，这儿呢是我的一些心意啊，这个钱不多，给兄弟们买酒喝。好说，三王爷既然准许翻案了，我们又怎么会为难楚老爷呀？不过楚家大小姐，您也别太为难我们啊！要探监的话，也只能等明儿再来了。哎，那是自然。我爹呢，他年纪大了，就劳烦狱卒小哥哥多多照顾了。俗话说得好，阎王一躲，小鬼难缠呢。花些钱打点狱卒，至少免去了一些麻烦，对楚天雄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回王爷，楚清月已经离开了天牢，正步行前往楚府。皇兄可有什么动作？行刑官将刑场发生的事情上报给陛下，陛下已经派出人手彻查此事。王爷，属下有一事不明，斗胆请王爷解疑。讲，楚天雄一案由大理寺定案，大理寺卿乃陛下亲信，王爷为何还要冒着风险帮助楚家嫡女翻案？文武百官皆知，陛下与王爷不和。自王爷归都5年来，大大小小100余件刺杀之事，很多都是陛下派出的杀手，目的便是要除掉手握兵权的王爷。王爷虽然是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需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如今刑场上发生的一幕，完全颠覆了王爷往日的沉稳，这让一向以眼神行事的他看不清主子所想。烈风啊，你跟着本王多久了？回王爷的话，属下自幼跟着王爷身边20余载。烈风话音落下，瞬间明了主子的用意。他跟在王爷身边20多年，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看清主子的心思，那陛下更不会清楚王爷在想什么了，必然会动用一切手段来查清楚楚家嫡女和王爷之间的关系。不管楚清月是否真的是要为楚天雄翻案，王爷都会利用楚天雄一案处理掉某些人。不过还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应不应该和王爷说明。5年之前白云寺发生的那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也是他亲自出手查出了女子就是楚家嫡女楚清月。如果按照时间来算呢，楚清月的2个孩子也正好是5岁，尤其是双生子中的那个男娃，一双丹凤眸简直像是从王爷身上拓印下来的。俩孩子会不会是王爷的血脉？犹豫再三，烈风还是决定不禀告此事，等纳兰公子回来再说也不迟。娘亲，姨姨怎么了？楚天泽明显是察觉到了楚清宁的异样，虽然姨姨比他们大上许多，
可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灵儿没有什么区别。小男孩看破不说破，等姨姨和灵儿睡着之后，这才问一问娘亲其中的缘由。小的时候你姨姨为了救娘亲受了重伤，等醒过来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楚清月回忆着脑子里的画面，原主之所以变得这般恶劣，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源于楚清宁。自从楚清宁摔坏了脑子之后，行为举动就和3、4岁的孩子一样，遭到了周围人的嘲笑和调侃。为了保护妹妹，楚清月将所有欺负过楚清宁的人都打了一顿，即便是权贵之子也照打不误。直到那一次，楚清月落水身亡，她的灵魂依附在这具身体里。对了，明儿娘亲要离开楚府1、2个时辰，照顾灵儿和姨姨的任务呢就交给天泽了。不过娘亲会尽快回来的，她要利用这个时间差去义庄查看一下那7名少女的尸体，搜集更多的证据。再说了，她总不能带着俩孩子和妹妹去义庄，也就只能起大早了。娘亲放心，天泽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一定会肩负起照顾妹妹和姨姨的责任。真怀疑你小子也是穿越过来的，要么就是孟婆汤喝得太少了。娘亲，什么是穿越啊？没什么。你是何人？大理寺卿霍安，你来义庄有何目的啊？虽然是找证据翻案了，难不成来度假吗？说真的，你们大理寺的仵作是不是吃屎长大的？这么多证据都指明了楚老头不是凶手了。你倒是说说，证明楚天雄不是凶手的证据有哪些呀？姐今儿就给你上课，如果死者是被先奸污之后抛下河水之中，直至溺水身亡的话，整个过程死者会不断的挣扎，河水会灌入死者的咽喉、鼻腔，流入身体里。那么这样一来，死者的口鼻之内就会有河水之中的尘沙杂质等。少女口鼻之中并没有多少尘沙出现，也就说明死者在被丢下河之前就已经死亡了。本官也可以说是你为了翻案，特意将死者口鼻中的泥沙清除干净。霍安此话不假，别人也会有这种质疑啊，认为楚清月为翻案不择手段。第一，我身为法医，也就是你们口中的仵作，比任何人都要尊重尸体，还死者以公道是我们的职责。第二，可以解剖尸体，查看死者的肺部是否有泥沙，说是没有，便如我所说的，这些无辜的少女是被人杀死之后抛尸神女河，而楚老头完全是被冤枉的。你会验尸？会又怎么样？不会又怎么样？如此最好。好什么好啊？既然你想要为楚天雄翻案，且又擅长仵作之道，今日起便协助本官彻查此案，直至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你脸咋那么大呢？你玉皇大帝啊，还是王母娘娘啊？凭啥要我协助你破案？凭本官一句话便可决定楚天雄的生死。秦霍安，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威胁。如果楚天雄有任何不测，我有1000种法子让你们大理寺陪葬，何况是你一个小小的侍卫。卿霍安，第一，本官大理寺卿霍安字长修，而非你口中的卿霍安。第二，本官身为大理寺卿，有权定罪楚天雄的生死。第三，如果你想为楚天雄翻案，只有与本官合作，找出真凶，否则楚天雄难逃一死。但楚家嫡女非但不予配合，甚至威胁本官性命，那本官也没有什么必要再彻查此案了，这就回禀陛下撤销翻案。霍大人是吧？啊，刚才呢，我是在和大人开玩笑呢。哎呀，你瞅你那个损色，咋还当真了呢？瞅瞅，哎，咱们霍大人啊，胸襟宽阔。我早就听闻大理寺卿霍大人刚正不阿，清正廉明，是百姓心目中的父母官呢，棒棒的呢。哦，是吗？刚才大人说啥来着？让我协助大人破案是吧？哎呦，小意思小意思。身为萧国百姓，协助大理寺破案，那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表面狗腿笑嘻嘻，心里却是妈卖批。哎，楚清月怎么会知道大理寺卿会亲自来义庄查案吗？他还以为这货就是普通的大理寺侍卫。既然楚家嫡女愿意协助本官破案，明日午时
本官准许你前往大理寺翻阅卷宗，你只有1个时辰时间，过时不候。回王爷的话，楚家嫡女痛揍小侯爷1炷香的事件，侯爷府方才来人将昏迷不醒的小侯爷抬了回去。烈风将楚清月离开楚家，前往义庄遇见霍安，直至回到楚家门前痛揍刘宇安的事情，清清楚楚地描述了一遍。王爷，霍安怎么会去义庄？霍安身为大理寺卿，验尸这活儿完全可以交给仵作，没有必要亲自前往义庄检查7具女尸。可偏偏楚清月到了义庄后不久，霍安也出现了。蓦地，烈风明白了其中缘由。霍安是皇帝的心腹，前日本要前往海城的王爷却是折回都城，并前往刑场准许楚清月翻案。在外人眼中，或许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在某些人眼中，一个消失了5年的女人竟是会让3王爷做出如此特别的举动，那必然是有必要探查一个究竟。霍安正是借着楚天雄一案，想要套取楚清月与王爷之间的种种，从而抓住王爷的把柄。这么一想，霍安去往义庄的理由也就能够说得通了。这几日多留意楚家的动向。是，王爷。娘亲，外公的案子疑点众多，为何大理寺视而不见？还能为啥？瞎呗，一个个都是深海大龙虾，又龙又虾。要是不瞎，能看不到这么多证明楚天雄无罪的证据吗？就连5岁的楚天泽都能看得出来楚天雄案件的诸多疑点，但偏偏此案错判。若是楚清月晚一步的话，楚天雄就身首异处了。儿子，娘亲告诉你一个道理，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楚清月正打算给儿子灌输为人处事的道理，谁知身后一道声音响起来：既然楚家大小姐觉得眼见不一定为实，那本官想知道何为实，何为虚呢？霍大人什么时候来的？就在楚大小姐骂我们大理寺的人又聋又瞎的时候，本官便出现在卷宗室一盏茶的时间了。楚大小姐是把卷宗室当成自己家了吗？卷宗室里面的每一个卷宗都是萧国的机密要案，本官准许你一人进来翻阅卷宗，已经是法外开恩的事情了。如今你携带幼子擅自闯入，若是破坏了卷宗，本官要治你何罪呢？楚天泽见过大人，方才是晚辈不小心碰掉了卷轴，便捡起来翻看了些许，但卷轴中所记载的案件证词漏洞百出，晚辈也就没有看下去的欲望了，便将那一份奴务凶杀案的卷轴归其原位，并未有任何的破坏，大人可详细的检查一二。小小的人儿字字严谨，并且嘲讽了一番。霍安皱着剑眉，眉宇间隐藏着一丝丝的不悦。天泽只是一个5岁的孩童，识文断字屈指可数，更不会泄露萧国机密。既然大人有事，晚辈不打扰大人和娘亲断案。话音落下，小小的身影转头就走，大约是半分钟的时间，霍安这才将目光从楚天泽的身上移开来。你确定他只有5岁？不然呢？怎么着？霍大人难不成还要和一个5岁的孩子过不去吗？楚清月笑着，一脸鄙夷的表情看得霍安直窝火。起初只是有一些怀疑，但现在霍安是越发觉得楚天泽这个孩子像那个人，特别的像。我兄长怎么样了？这个嘛，找个好点的坟地埋了吧，来年春天坟头草就能和你一样高了。娘亲，你都多大了，还吓唬一个小孩子？好玩嘛！哎，行了，你带他去换件衣服吧，这货药劲过了才能行呢。被儿子鄙视着的楚清月撇了撇嘴，自家孩子不舍得祸害别人家的孩子咋了？天泽小友，灵儿姑娘，在下蓝思年，今年7岁了。思年哥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和你哥哥怎么全身都是血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3只小家伙围坐在石桌旁边，一边饮茶一边说着关于蓝家兄弟2人的遭遇，时不时的传来一声天泽小弟、思年兄长，并伴随着灵儿的一惊一乍的奶音回荡在院落之中。平均年龄6岁，楚天泽和蓝思年能够聊出60岁老年人的画面感，也真是没谁了。不过楚清月也是从蓝思年的话语之中了解到了一些信息啊。蓝家兄弟2人刚来到都城，
却是遭到了人的暗杀，侥幸逃出来之后又遭遇了车祸。哟呵，行了啊，真金3千2白银，是真金白银呢还是银票啊？你救了我。蓝之年半眯起了双眼，细长的眸子审视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女人。不然呢？要不是聪明美丽风华绝代的我心地善良的救了你，你早就被南宫家的侍卫剁成肉泥，然后被野狗吃进肚子里头，拉出来变成一坨狗屎蛋儿了。楚清月，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肆意的羞辱我。羞辱你？哎呦，我的老天爷啊！给你治伤，脱你衣服，看你的腹肌人鱼线，老娘是不是还要对你负责啊？不过话说回来，你这个身材，哎呀，脱衣有肉，穿衣显瘦啊！放心放心，我是不会告诉别人你蓝家大少爷的身材有多好，皮肤有多白。楚清月，你无耻！哎呀，你至于吗？开个玩笑而已，气性这么大。你放心，就算你蓝之年倒贴，老娘也不稀罕。你又不是老娘喜欢的那种菜。为了避免蓝之年被气到失血过多而死，楚清月明智地选择离开了房间，吃喝拉撒睡都由蓝思年来负责。他可不想3000枕金泡汤，还要搭上什么丧葬费，得不偿失嘛。入夜，楚清月等人睡熟之后，在蓝家侍卫的护送下，蓝之年、蓝思年两兄弟已经是离开了萧国都城。禀王爷，蓝家侍卫出现在楚府，将蓝之年、蓝思年兄弟2人接走。烈风如实地禀告着楚府的动态。这是蓝之年写给楚清月的信。蓝之年在离开楚府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烈风不清楚信中写的是什么，但是觉得有必要将信拿回来给王爷查阅一番。信纸上写着蓝之年的威胁：就算你看了我的身体，本少主也是你得不到的人。翌日，娘亲，思年哥哥不见了呀！整个楚家都找遍了，也不见蓝之年和蓝思年哥哥。楚灵儿有点郁闷，他还想让思年哥哥继续说故事给他听呢。蓝家的人把他们给接回家了，灵儿不用担心啊，加上你姨姨，咱们去大理寺。好吧，我去叫姨姨。灵儿嘟着嘴，叹着一小口气，也只能下次见面再让思年哥哥说故事了。娘亲，你是不是又要说脏话啊？儿子，你说啊，这俩兄弟干的是人事吗？老娘费劲巴力的救了他们的性命，结果走得悄无声息，钱都不给一分啊！对于蓝家的事情，楚清月还是知道一些的。神剑山庄江湖上1顶1的存在，也是10大世家上3家的家族之一。可就算是皇帝老子治病，那也得给钱呢。够日的蓝之年，楚清月并不知晓，蓝之年留下了银票，只不过那一封装着银票的信封一同被某个王爷给截获了。楚大小姐，当我大理寺是育儿所吗？哎呀呀呀呀呀呀！瞧您这话说的，霍大人呢是百姓心目之中的好官，一身正气，人又善良，专为百姓解决困难。民女只是把天泽灵儿、清宁暂且安置在卷宗室1个时辰就好。不，多谢大人。天泽灵儿、清宁，你们要乖乖听话，等着娘亲哟。没给霍安开口说完话的机会，楚清月一个闪身消失在远处，只留下霍安与楚天泽等人大眼儿瞪小眼儿，气氛一时间尴尬的要命。面对着3道目光，霍安拧着眉头，他该说楚清月缺心眼儿呢，还是单纯到蠢，将孩子和妹妹随随便便的扔给他，就不怕他对这3个人不利吗？晚辈见过霍大人，晚辈与姨姨和妹妹不会打扰到大人的，霍大人忙自己的事情便可。灵儿也是扬起一张甜甜的笑脸，奶声奶气地叫着叔叔。前一秒还在怄气的霍安，下一秒便被灵儿可爱的小梨窝攻破了。若不是顾忌着自己的人设，霍安定然会上前伸手揉捏着楚灵儿的脸蛋。没想到如楚清月这般恶劣的女子，竟然能够生出如此精致可爱的小娃娃来。不许打扰本官，否则将你们丢入天牢，发配边疆。他与3王爷和陛下是自小便一起在皇家私塾上学的，那个时候的一切与现在不同，没有生死利益，有的只是单纯的友谊。霍安的思绪渐渐回归到现实，幼时萧玉衡的脸与眼前楚天泽的脸几乎是重合在一起。楚天泽是楚清月的儿子，3王爷萧玉衡并未娶妻生子，
若说没有关系的话，两个人长得如此相像，未免也太巧合了。说是有关系的话，楚清月和三王爷之间究竟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呢？老头儿，到底是谁要害你啊？楚家有啥宝贝值得他费尽心思也要将你给铲除的？楚天雄他清楚大女儿的性格，但是这件事情还不是说的时候，否则的话会给清月母子三人带来危险的。清月呀，爹想知道你这5年都去了哪里呀？为何不回家呀？楚老头儿，自打我来牢房开始，你就已经问了第18次了。不对，现在是第19次，明儿是你翻案的日子了，咱爷俩先讨论讨论案情成吗？我翻看了大理寺的卷宗，发现了2个更夫老者的证词对你十分不利，咱们先对一对口供，等到明儿上公堂了，不至于懵逼啊。清月呀，你答应爹，等出去之后一定要告诉爹这5年来的事情呀。老头儿，你要是再敢磨叽，我直接带着孩子离开了。好，爹不磨叽，爹说。被楚清月恐吓着，楚天雄这才乖乖的配合。父女2人对着证词，以便明日公堂之上不会出差错。诸位应该都知晓我爹爹和7名少女之间的案件关系，2名老者也做了证词，证明当日确实是我爹爹在花船作案，并且将7名少女扔下河溺死。我先来说说几个疑点。第一，人活着被推下河的时候是会挣扎的，泥沙势必会进入到人的口鼻入肺部。我检查过了，7名少女口鼻之处的泥沙几乎是微乎其微，所以她们定然是死后被推入河中的。其二呢，正常人在晚上光线不足的情况下都难以看到10米外的事物。依照2名更夫老者的口供，他们至少距离花船40米的距离。试问2名更夫都是6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是如何在夜间光线不足的情况之下看清楚40米之外的事物的呢？其三，案发时正值夏季，花船客流量巨大，为何单单有1艘花船停靠在我爹爹经商归来的必经之地？很显然，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要置我爹爹于死地。其四，也是证据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既然说我爹爹奸杀7名少女，将其推下河溺死身亡，那敢问诸位，为何7名少女仍是完璧之身啊？信口胡诌，这些都是你一派之言，谁会相信你一面之词呀？你这些都是伪证，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买通了证人？再说，你有何证据证明7名少女不是被奸杀，是溺死的呢？至于这7名少女是不是完璧之身，只要找个稳婆来验证便是。所有证据结合在一起，足以证明楚天雄不是杀人者，真凶另有其人，并且在杀了人之后栽赃陷害给我爹爹。楚清月，凭借这几点确实可以洗清楚天雄的嫌疑，但你记得答应过本官，只有找出凶案的真凶，本官才可以释放楚天雄。霍大人放心，我楚家嫡女说到做到，既然答应了大人，便会为大人分忧解难。7名少女死因不在溺水身亡，当然也非我爹爹之手，而是一种毒。这种毒呢，少量可麻痹神经让人沉睡，剂量大可致其窒息而死，且药物侵入心脾之时，会在死者的身上留下淡淡的异香，且每一个中毒者身上都会留下痕迹，只需要将7具尸体冰敷，身体便会遍布红色的斑纹。至于中毒与否，找一个医术高超的医师就能够证明了。中毒？何种毒？风花散，产自西域，且产量极低，十分的贵重，每一笔销售都有详细的记录。大人只需要调查萧国、都城近些日子销售的风花散，便可顺藤摸瓜找出案件真凶。凶手能够舍得本钱购买风花散来杀人，想必是定有一番来头，而且势必要置楚天雄于死地。而且在说到风花散的时候，楚清月余光看到张子杰面色大惊，虽然极快的消散不见，可那眼神之中的惊慌却是无法掩盖的，这让他有些不解。难不成张子杰早就知道风花散的存在，只是认为他找不出这个证据？根据楚清月提供的线索，1个时辰的时间，大理寺以最快的效率搜集着关于萧国都城风花散买卖的详细记录，其中并无楚天雄的名字。
并且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与楚家一直敌对的商贾之家张家。最有意思的是，公堂上为7名孤女申冤的壮士张子杰便是张家之人。而在大理寺侍卫收集到证据之后，张家人送了一封信来。张子杰在看到信后，眼中慌乱的神色转变为面如死灰。王爷，大理寺已经结案，楚天雄当堂无罪释放。烈风禀告着楚清月的动态，将公堂上的一举一动详细的描述得清清楚楚。张家真凶已经伏法认罪，不过幕后之人仍逍遥法外。老头儿，你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血愿吗？楚清月并未和楚天雄说起5年前白云寺那一晚上发生的事儿，只是说在白云寺悟通了道法，深感这些年做过的错事儿，便打算做一个苦行僧人，一边为父亲和妹妹求福，一边洗去曾经犯下的恶行因果。在苦行的道路上，他遇到了一个男人，2人相爱，并且生下了天泽和灵儿。可水火无情，那男人被烧成了灰。正巧当天刮大风，把男人的骨灰都给吹散了。于是乎，他便带着一双儿女继续游荡，到了漠北。随后几年的生活便是定居在了漠北。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不，我娘亲的忌日和你的生辰快到了嘛，我就带着天泽和灵儿回来看望您二老啦。去佛家的地儿悟道，你这个境界呀，怕是连修得大乘佛法的慧通大师都不及1分呀。织女莫若父，楚清月是他一手拉扯大的，放个屁都知道几声响。清月呀，爹只想知道一件事情，天泽和灵儿的爹是谁呀？爹，我一个人能够好好的抚养天泽和灵儿，就像当年娘亲走了之后，你一个人劳心劳力的照顾我和清明。他总不能说5年前血月之夜，他去白云寺逼迫一个和尚说爱他，然后那奸诈的和尚竟然用阴香木来害他，2人就为爱鼓掌的荒唐事情吧。天泽和灵儿确确实实是和尚的孩子，但是他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和儿子知道他们的和尚爹是如此卑鄙的一个小人呢。爹，我向你保证，这5年来我过得都很好，而且以后也会。爹，咱父女有时间没有好好喝酒了，今儿不醉不归。楚清月一饮而尽，而饮下掺了蒙汗药酒水的楚天雄还未等开口说什么呢，两眼一翻，昏死了过去。楚清月长叹一口气，要是不把楚老头放倒啊，他根本走不了，也是无奈之举。爹，我要回漠北了，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和妹妹。娘亲，我们要走了吗？回漠北。娘亲，咱们回漠北找狼爹爹吗？狼爹爹？听着女儿口中的狼爹爹，楚清月皱着秀眉，一定又是拓跋渊那个狗东西乱教了。等回去的，老娘不打折你的狗腿，我楚清月这3个字倒过来写。请问有事吗？都城发生凶杀案，从今日起，你便是大理寺仵作，负责协助本官断案。骑在马上的霍安宣布着楚清月大理寺仵作的新身份。三王府侍卫烈风见过楚大小姐，王爷如今身陷囹圄，是楚大小姐该偿还恩情的时候了。楚清月有点懵，一双凤眸看了看霍安，又看了看三王府的侍卫烈风，看样子他们好像暂时是回不去漠北了呢。明月楼门外死了14人，死者当中还有一位世子爷，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当今三王爷萧雨恒。此等重大事件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都城。明月楼2楼的雅间，除了平南王世子萧清言的尸体被接回了王府之外，其余13具尸体被一字排列在地板上。直至检查完了最后1具尸体，楚清月这才起身。1. 此处为第1犯罪现场，第1案发现场。2. 13名死者，死因皆是心脏遭受的致命一击，他杀，凶器是一把宽约5厘米左右的长剑。3. 根据13名死者身上的尸斑分布、尸僵情况，还有瞳孔微弱反应来看，死者死亡的时间大概是在2到3个时辰之间。4. 根据现场的痕迹来看，并未发生过激烈的打斗。2种猜想，一个是13名死者在无意识情况下被人一剑刺入心脏，第2个便是有人清理过现场了。信息差不多就是如此。至于凶手是不是三王爷，那就要看大理寺的调查了。不可能！
5年前白云寺的人分明就是一个和尚，而眼前的男人则是萧国三王爷萧玉衡，二者相差天地间，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极为短暂的心理活动后，楚清月否决了自己心中所想。抱歉王爷，方才一时间看错，萧王爷无人成为孤人了。低下头，不敢直视萧玉衡。多谢王爷救了家父，王爷放心，民女一定会尽其所能的为王爷洗刷冤屈的。抬起头来，王爷容貌俊美，不是民女这等凡夫俗子能够接触的，还请王爷告知民女明月楼的事情，民女也好记录备用。明月楼的事儿，本王记不起来了。本王被药物所控，等清醒之后，真凶已经逍遥法外了。萧玉衡话中有话，暗示着楚清月5年前所做的一切。楚清月哪里会晓得萧玉衡话有所指啊？此时此刻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赶紧离开。天色太晚了，民女呢就先告退了。王爷的案件，民女自然会尽心尽力去查，以偿还王爷的恩情。再见。楚清月连珠炮似的说完了一大串的话，不等萧玉衡开口，那速度快的犹如离弦之箭，咻的一下只剩下残影。王爷，要不要卑职把楚清月抓回来？不必。半眯着丹凤眸，一抹玩味的笑意从眼中蔓延到了唇角，他倒要看看楚清月是如何证明他的清白。叔叔，你做我爹爹好不好？楚灵儿虽然只有5岁，但是一个沉迷于颜值无法自拔的崽儿，这一点是遗传了老母亲楚清月的优良基因呢。叔叔，做我爹爹的好处很多哟，你会有灵儿这样可爱美丽的女儿，还会有我哥哥那般俊朗聪明的儿子，还会有一个倾国倾城文武双全的娘子哦。灵儿，娘亲说过，不要随随便便和陌生人说话。相比起楚灵儿的可爱，楚天泽则是谨慎的多了。先不说突然之间出现在楚府的男人目的是什么，单从这个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就让他很是不喜欢，甚至说是讨厌。在楚天泽打量萧玉衡来楚府的目的之时，萧玉衡那双上扬的丹凤眸也同样看着眼前一脸臭屁的小萝卜头。请问这位先生来楚府可有何事？是呀，帅弟弟，你来找谁的？来，灵儿到爹爹这来，这是爹爹送你的见面礼，可喜欢呀？谢谢帅弟弟。灵儿哥，灵儿很喜欢帅弟弟送的玉佩呀。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们身处他乡，不得有半分马虎，这里不是漠北。这位先生，家妹年纪尚小，不懂事，冒犯之处还请先生不要介意。霍安，你说这小小的楚清月与朕的三弟到底有何关系啊？回陛下，臣尚且不知，不过臣查明一件事情，5年前有人目睹楚清月在血月之时出现在白云寺，并且出入三王爷的房间。血月之后，三王爷从白云寺还俗，而且5年时间，楚清月一双子女亦是5岁，且双生子中叫楚天泽的男孩与三王爷长得极其相似。朕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让三弟一家团圆了。上开，我没时间搭理你，也没心情和你打架。如果你想知道明月楼那晚凶杀案的一些事情，就跟小爷我过来。刘宇安在看了楚清月小片刻之后，侧身下马，来到了路边的一个胡同巷子，等着楚清月。相信江怡的楚清月也是下了马车，来到了胡同。你知道明月楼凶杀案的真相？小爷什么时候说知道真相呀？三王爷和平南王的事情牵扯甚广，只有呀你这种没钱没权又丑的女人才会傻呵呵地掺和一脚。三王爷与平南王之间的恩怨存在已久，如今平南王世子死在了三王爷的手中，不管三王爷是不是真凶，平南王必然会借着这个机会大做一番文章。真不懂楚清月有什么本事要替三王爷翻案，有话直说，有屁就放。说就说，小爷还怕你不成？听着刘宇安所说的话语，楚清月联想到萧玉衡那晚说过他被药物控制住了神智，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杀人凶手。后来小爷就喝多了，被送回侯爷府了。小爷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平南王府的世子萧清言本来就身患重病，时日无多。小爷猜想着
会不会是平南王想扳倒三王爷，故意让儿子送死，或者就是他杀了自己的儿子，栽赃给三王爷的？为什么要帮我？众所周知，他和刘禹安不共戴天，一个是东城恶霸，一个是西城恶霸，水火不容。如今这货却是主动投敌，告诉他关于明月楼凶杀案的信息，不得不让人多想。帮你？别开玩笑了，小爷呀，只是不想你死在别人手中。记住，只有我柳于安才能打败你。楚清月看着消失在视线之中的刘禹安，这人虽然是个纨绔子弟，但是三观还不至于扭曲到无药可救的地步。王爷，楚清月5年前消失，回来之时身边带着一双儿女，双生子中天泽又与您长得十分相似，有没有可能那一对双生子是您的子嗣？楚清月，你不仅害得本王失了身，还拐走了本王的子嗣，真是好大的胆子！将平南王世子之死的证据公之于众，这场无聊的闹剧也该结束了。是，王爷。夜色弥漫在天地之间，一身夜行衣的楚清月准备潜入平南王府，查看平南王世子的尸体。小巧的身形利用夜色的掩护，很快便是潜入到了王府内部。隐藏在阴影之中的楚清月看向灵堂的方向，只见一副棺木摆放在正中。虽说在灵堂上查看死者的尸体很是不合时宜，可眼下也顾忌不了什么了。一切就如刘禹安说的一样，平南王世子萧清言身患重病，苍白的面色透着一丝黑气。这香味儿，一股淡淡的香味儿萦绕在鼻尖。楚清月这才注意到隐藏在尸体之下的香炉，待到那香气入鼻之时，楚清月大惊，这香炉之中焚烧的香气熟悉到让人难以忘记。阴香木，糟糕，中计了。想走，你也要有这个本事才行呀！你们是何人？我们是谁，你没资格去知晓。倒是你啊，好好的日子不过，偏偏掺和你不该管的事儿。既然如此，那也就别怪我们哥儿几个无情了。放心，等你把咱们哥儿几个伺候爽了后，自然会将你送去三王府，让三王爷瞧一瞧他的女人被千人骑万人垮的模样。楚清月那仅存的清醒做着最后的挣扎，他不能死，也绝对不会落入这一群歹人之手。血咒术是他在漠北之时与一位神秘高人所学的，此术可暂时封印周身7经8脉，隔绝所有感知，如不死之身一般血杀千里。但此法消耗极大，甚至危及生命，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不可启用。但楚清月管不了那么多了，凤眸目光所及之处一片死寂。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本不想杀生，奈何你们自寻死路，杀无赦。就在楚清月即将出手虐杀14名黑衣人之时，一道玄色身影降临在夜色之中。女人，本王这就为你解毒。三王府内，两道身影纠缠在一起，一如5年前白云寺的那一晚。一日清晨的阳光透过窗间的缝隙照射进来，楚清月缓缓地睁开双眼。这是怎么了？模模糊糊的记忆里，他只记得自己去平南王府验尸被人暗算，中了阴香木的毒，然后一群黑衣人出现要那个他当然不能让那群人给那个了，便施展了血术咒。然后萧玉衡好像出现了。楚清月病中惊坐起，睁圆了凤眸，不敢再想下去。在想什么？三王爷，昨儿是一场误会，咱们之间就当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王爷放心，我楚清月一向是提上裤子就不认人的那一种，我绝对不会让王爷您有任何负担的。你还真是无情呀！难不成还要像5年前白云寺那晚强迫了本王之后便消失不见吗？本王5年前出家白云寺为僧，血月那晚某个女人闯入本王的僧房，以阴香木陷害本王，这一点你要如何解释？既然王爷就是5年前白云寺的和尚，那我倒要问问，究竟是我陷害了王爷，还是王爷陷害了我？还有，王爷可知那阴香木险些要了我的命，若非我命大9死1生的熬了过来，今儿个王爷看到的我只是一副白骨了。
5年前那晚之后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他不仅仅是中了阴香木的毒，也是中了至阴至寒之毒，而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眼前这个要拿他兴师问罪之人。若非狼王一直坚持照顾他，找到了避寒衣，他又怎么能够忍受寒毒的折磨，生下一双儿女来呢？王爷放心，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前尘往事了。王爷终究是救了我爹爹，我楚清月答应过还你这个人情，也绝对不会食言。无论5年前白云寺那晚的事情也好，还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也罢，王爷还是尽快忘了为好。清月，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爹，等我查出三王爷与明月楼的凶杀案无关之后，你和妹妹随我去漠北生活，好吗？楚清月完全没有想到，萧国三王爷萧玉衡就是5年前白云寺那晚上的和尚。先不说两者身份悬殊，正常人也绝对不会将天南地北的2个人想成一个人，可偏偏萧玉衡就是那个和尚。而且昨儿晚上，妈的，楚清月心中暗骂着萧玉衡那个狗日的，等人情还了之后，他要带着孩子爹爹和妹妹离开萧国，永远的不再回来。夜色弥漫在整个萧国都城，楚清月吃过晚饭后便早早的睡下来，在凝神香的作用下睡得异常的深沉，连萧玉衡出现在床前都未曾察觉。死和尚，你他奶奶的，害死老娘了！啊，帅爹爹，你怎么来了？是来看灵儿的吗？以后要叫爹爹。为什么呀？娘亲说灵儿的爹爹死了，骨灰都被吹飞了呢。因为本王就是你的爹爹呀，难道灵儿不想有本王这般俊朗又有权有钱，随时都能给灵儿买好吃好玩的爹爹吗？想啊，可是娘亲说过不让灵儿乱认爹爹了呀，灵儿会被打小屁屁的。对了，帅爹爹为什么会出现在灵儿和娘亲的房间里头啊？叫爹爹或者父王。爹爹来这儿呢，是要送信给你娘亲，但楚府大门紧闭，爹爹也只好亲自来房间找你娘亲了。哦，原来如此。那帅爹爹把信交给灵儿好了，等明天娘亲醒来，灵儿将信交给娘亲。娘亲这几日寒毒要发作了，不能打扰到娘亲休息哦。楚灵儿虽然没有楚天泽的成熟，但也是真真切切的心疼楚清月，知道楚清月每3个月寒毒便要发作一次，若是休息不好的话，寒毒发作起来会很痛苦的。寒毒？狼爹爹说娘亲5年前中了寒毒，只有穿着避寒衣才能够缓解。本王要知晓楚清月这5年来的所有事情，尤其是灵儿口中的狼爹爹。是，卑职这就命人去查。1日，狗日的！娘亲，还没等楚清月骂出口呢，楚天泽摇了摇头，纠正着楚清月在灵儿面前骂人的习惯。知道了，不骂脏话就是了。灵儿，萧玉衡还跟你说什么了？灵儿想想哈。楚灵儿回忆着昨儿晚上的画面，说着他和萧玉衡之间的对话，气得更是让楚清月炸毛。萧玉衡，我法克你18辈祖宗呢，竟然有脸让灵儿叫你爹爹，我爹你娘了个腿儿！三王爷，本王知你生性残暴，可我儿是无辜的，你为何下此等毒手？平南王，您说话要有证据，可有谁亲眼看到王爷动手杀了世子？空口白牙栽赃陷害的事情，您又不是没有干过。世人皆知平南王和三王爷有隔阂，身为长辈却处处陷害三王爷。要不是王爷惦念着旧情，平南王府早就已经不存在在这个世上了。放肆！本王说话岂容你一个小小侍卫插嘴？今儿就算是天神下凡，也改变不了萧玉衡杀我儿一事。天神下凡不下凡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用证据来告诉平南王一件事情：你儿子以及13名无辜之人的死与三王爷没有丝毫关系。来者何人？我是你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母亲，换言之4个字，我是你妈。楚清月，公堂之上不可乱语。都知道我是谁了，你还问？平南王，
据我所知，你儿子本就身患重病，命不久矣，随时死掉都是常人所知之事。那我来问上一句，作为父亲，你应该清楚自己儿子的身体状况，绝对不可饮酒，可对？是又如何？况且你有什么资格与本王说话？凭什么？就凭我是大理寺仵作啊，就凭我检查了你儿子的尸体，掌握了整个案件最为重要的证据。信口开河，我儿昨晚上就已经下葬了，就算你是大理寺的仵作又如何呀？难不成还掘坟挖尸不成？公堂岂是你这种妇人胡闹儿戏之地呀？我呀，不仅掘坟挖尸，还将平南王世子的尸体解剖了，什么心啊、肝啊、脾呀、肺呀、肾啊、肠子呀，都在这里呢。您瞧瞧，少了什么呢？你胡扯，休想骗本王！骗你？难道是说我挖错了坟？不是北郊山上第3棵树下的那个坟吗？可那石碑上明明写着萧清言3个字啊！你竟然敢掘我儿坟，挖我儿的尸！哎，淡定，先别着急嘛，听我说完。众所周知，平南王世子身患顽疾，命不久矣，且滴酒不能沾，否则便会引发病症。若没有药物及时治疗的话，随时都会丧命。明月楼案件发生之时，平南王世子便已经被人强行灌下了烈酒。诸位来看，这又有何干系？有何理由能证明不是他人所为？平南王世子的病情属于是心脏顽疾，加之饮酒会使得心脏迅速扩张，所以看上去心脏会比寻常人的心脏要大上些许。再加之平南王世子被灌入酒水之后没多久便猝死，酒水滞留在胃部肠道，来闻一闻，除了臭味，依稀还可以闻到酒香。而且整个案件最为重要的证据就是在大理寺，霍大人应该记得案发现场的一个小酒壶吧？说是我没有猜错的话呢，那可是陛下御赐给平南王的酒壶，全国限量发售，仅此一个。而且当日我在案发现场的时候发现了一种烈性蒙汗药，应该就是迷晕了3王爷的幕后黑手不小心留下来的。当然你们现在去看的话，在椅子缝隙之中还会发现些许的证据。儿呀，我可怜的儿呀，究竟是谁杀了你呀？你托梦告诉父王，父王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给你报仇雪恨。我的儿呀，是父王对不起你呀，让你死后被奸人掘坟挖尸。哎，行了行了，别他娘的好了，报够了就还给我。平南王，你能不能把猪心猪肺都还给我？喜欢的话，猪肠子你自己留着做溜肥肠，也别客气，就当我送你的礼物啊。至于猪心猪肺，我还得还给杀猪的李大爷，现在这猪肉价还挺贵的，过了新鲜价，李大爷就不给我退钱了。楚清月挖坟掘尸了吗？显然是没有，除非必要之时，否则这种损阴德的事情他还做不出来。这些内脏都是与人相似的小猪内脏，他就是炸了平南王怎么着啊？看着老不死的抱着猪的心肝，一边哭着一边叫着儿子，楚清月这心里头这叫一个爽啊！楚清月，本王杀了你！楚清月这一出算是个闹剧，但是证据已经实实在在的摆放在众人面前了。最终大理寺结案，萧玉衡无罪，杀了平南王世子以及13名无辜之人的真凶是朝廷一直在通缉的杀手，偷了皇帝御赐的酒壶，栽赃陷害给3王爷，而后坐收渔翁之利。事情真相真是如此吗？楚清月也懒得去想，那是大理寺的事情，如今人情债已经还了，他也没有必要留在萧国了。王爷，欠你的人情我已经还清了，以后咱们俩互不相欠，互不认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也不见。你还欠本王一夜，记得偿还。玉阳山庄发生命案，与本官去现场查案。哎呀，欢，老娘上辈子是不是欠了你的？楚清月怒视着欢，为什么每一次准备离开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祸呀？楚清月觉得上辈子或者是上上辈子把霍安的祖坟给刨了吧，要不然今生怎么会遇到这么个玩意儿呢？娘亲，灵儿给你做的小花花好看吗？灵儿摘了一些小花编织成了花环，戴在楚清月的头上。
他知道娘亲因为没能回城漠北，心情很不好，但是有他和哥哥姨姨外公在，回不回漠北又有什么关系呢？好看，我们灵儿做的花环最漂亮了，娘亲最喜欢的。走，咱们出去给外公买药。楚清月不是不想走，昨儿晚上从案发现场回来之后，他便打算离开，可谁知楚天雄老毛病犯了，不能够长途跋涉行程，看来只能等到楚天雄病好了之后再做考虑了。买完药的娘儿三个准备回楚府去，可就在此时，一辆受了惊的马车眼看着就要冲到楚清月母子三人面前。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马蹄即将踩踏在楚清月母子三人身上的时候，一道玄色长衫的身影将母子三人护在身后，马蹄结结实实地踏在了萧玉衡的背部。楚清月，你又欠下本王一个人情。怎么样了？医师啊，王爷到底如何了？王爷伤得太重，而且伤到骨头上，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需要极其细心的调养。切记，一定要细心照顾王爷的日常生活呀。成，我都记下了。老大夫拎着医药箱离开了三王府后，烈风便是双手端着肩膀，全程一脸严肃地看着楚清月。大哥，你别这么盯着我成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对我图谋不轨呢。你放心，在三王爷没有痊愈之前，我绝对会细心呵护，加倍照顾。是，他和萧玉衡之间的事情是挺闹心的，可是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看在萧玉衡救了灵儿和天泽的份上，只要他一天卧床不起，他就照顾他一天，直至他痊愈了。就算三王爷一辈子老死在床上，葬礼到此我都给三王爷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可以。得到楚清月的保证，烈风这才转身离开。唉，楚清月此时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本以为能够彻彻底底的离开萧国，可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楚天雄病了不说，如今萧玉衡还因为救了他们母子三人重伤不起，何其揪心呐！烈风叔叔，我有几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说吧，有什么事儿不明白的，尽可以问备至。马车原本的行驶轨迹并不是向着我们来的，可为什么马车会突然改变方向冲向我们？而且三王爷是怎么知晓我们母子三人会出现在集市上，并救了我们的？楚天泽极为认真地看着烈风，冷静成熟的头脑，缜密的思维模式，让烈风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这还是个5岁的孩子吗？烈风无法回答楚天泽的问题，主要是怕言多必失，怕露馅儿啊。总不能说是有人要迫害楚清月母子三人，爷是故意以身涉险吧？尽管他也是被王爷的举动吓了一跳的。趁着萧玉衡还未苏醒，楚清月将楚天泽和灵儿二人送回了楚家，既要照顾楚天雄，又要照顾萧玉衡，楚清月只能是楚府、三王府来回的跑。楚清月回到三王府的时候，看到醒来的萧玉衡，总算是吐出了一口气。本王还以为你要逃走。王爷放心，我楚清月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你救了天泽和灵儿，我会照顾到你痊愈为止的。本王可还记得你说过，你是一个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女人呢。本王很是好奇，5年前白云寺那一晚发生的事情。那一晚足足让萧玉衡想了5年都无法追其原因。若是皇帝派来的杀手，那为何不在他最为虚弱的时候刺杀他，反而消失不见呢？他也派人寻找过，却始终无法寻其下落。直至5年之后，他再次遇到楚清月，可某女人却早就已经忘了他的存在。不仅如此，甚至还想带着他的孩子逃回漠北去。王爷只要将5年前的事情当做一场梦便可，梦醒了，一切也散了。楚清月岔开了5年前的这个话题，他不想再谈及此事了，更不想天泽和灵儿的身份被曝光。明日下午随本王一起进宫赴宴。为啥？让烈风跟着你去不就行了吗？我去干嘛？再说了，我也不熟悉皇宫，万一做错了什么事儿，可是要掉脑袋的。因为你答应过本王，要寸步不离的照顾本王直至痊愈。我哪里说寸步不离了？再说，为什么要我陪着你进宫赴宴啊？这货的脑子
是不是被马踢得神志不清？他没说过好吗？出于人道关怀，会照顾到他痊愈为止，可没说啥事儿都要跟着。伺候本王是你分内之事，为本王宽衣按摩，罚了。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嘿，大杂嘿。有的人喝多了耍酒疯，有的人喝多了睡觉，但楚清月喝多了既不耍酒疯也不睡觉，他喜欢拉着人聊天，天南地北的胡扯。萧雨恒，5年前你个狗日的可是害惨了我。哎呀，你呀知道吗？老娘5年前本来就应该回家的，你本来只要说上一声爱我，我就可以彻彻底底的离开这里的。没想到你这个狗秃驴竟然用音响母害我，非但如此，还将知音的寒毒转嫁到了我身上。不哭了。你他娘的！你知道我他妈的生天泽和灵儿的时候正是寒毒发作之时，要不是他娘的咬着牙熬了过去，今天你他娘的看到的就是一堆白骨。我他娘前世到底造了什么狗日的孽，倒霉的遇到了你。口吐芬芳的楚清月一边哭着一边吐槽着当时生产时候的九死一生，要不是上天怜悯，要不是拓跋渊及时赶到的话，他们母子3人就真的不在人间了。是本王的错，本王不该怀疑你是皇兄派来刺杀本王的刺客。听到楚清月的困境，萧玉衡心生愧疚。当时在白云寺的那一晚，他身中寒毒，寒毒复发之时，楚清月闯入房间中，误以为是刺客，之后便有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但这一别就是5年之久，期间无法寻到楚清月的丝毫踪迹。萧玉衡，我他娘的告诉你啊，天泽和灵儿是我楚清月的崽儿，你就是贡献了一颗精子而已。你知道我的灵儿和天泽有多可爱吗？小小的，糯糯的，他们就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是我这一生全部的希望。你他娘的要是敢跟我抢孩子，我就算是粉身碎骨也他娘的要杀了你！看着醉了酒的楚清月，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念念叨叨的模样，萧玉衡半眯着丹凤眸，深邃的眼眸之中似乎是在思量着什么一般。多谢三王爷送小女回来。爹爹，你把钱还我吧，一共是3920两白银。好，先回去休息，等你清醒了呀，爹再和你说钱的事儿。楚天雄搀扶着楚清月进入到厨府里，而一道小小的身影却始终站在大门前。楚天泽半眯着一双丹凤眸，目光甚是不善地看着萧玉衡。三王爷，我娘亲酒量不好，希望不要有下一次。三王爷，你应当称呼本王为父王或是爹爹。三王爷身份尊贵，不是我等可高攀之人。时间不早了，三王爷请回吧，慢走不送。楚天泽不再给萧玉衡说话的机会，转身进入到了厨府，并且将大门严严实实地关合起来。一系列的举动干脆利落。王爷，小世子真的只有5岁吗？跟在萧玉衡身边的烈风本不该插嘴，可是这几次接触下来，小世子哪里像是一个5岁的孩子？言语之间缜密的逻辑，分分钟让人俯首称臣呢。一不小心就被套进了话。不愧是本王的儿子。回府。娘亲，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喝多了是什么样子，把药喝了，
娘亲，久大伤身，你最近几日寒毒就要发作了，即便有避寒衣护体，也不能够肆意妄为。若是出了什么意外，我和灵儿还有外公和姨姨怎么办？天泽说的是，娘亲知道错了，娘亲跟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娘亲不怕，哥哥也是担心你。你哥太可怕了。娘亲，我也是为了你好。天下做娘亲的，哪有让儿子这般担心的？但是比起醉酒，楚天泽更加担心那个叫做萧玉恒的男人。回想起昨天晚上的那一幕，小小的人儿半眯着丹凤眸，眼中似乎是在谋划着什么事情一般。你哥又瞎想什么呢？不知道。楚清月和楚灵儿母子二人看着眯着眼睛的楚天泽，纷纷吞咽着口水。但凡楚天泽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就代表着某人要遭殃了。究竟是哪个倒霉催的招惹到了他了？上苍保佑，希望那个人死得不要太惨。什么时候发现的尸体啊？2个时辰之前，几个村民来寺庙上香的时候，发现野狗正在刨东西，本以为是林子里面的猎物，没想到是一具尸体。这已经不是第1起案件了，在此之前的1个月中，已经有4人相继遇害，这个人是第5个被害者。可看出了什么？第一现场被破坏，尸体被移动过，初步判断，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根据周围的环境，从尸体尸斑和尸僵程度上来看，死者至少死亡了5个时辰以上。死者年龄大约是在28到35岁之间，男性，初步判断为后脑受钝器击打，流血过多而死。楚清月给出最基本的判断，凤眸环视着四周，最后落在了霍安的身上。如果想让我验尸，有一个要求，绝对不可以破坏案发现场的每一个证据，明白？好。给我钱。干什么？买桂花糕啊！萧玉恒那个王八蛋要吃桂花糕，你把老娘花了15两银子买过来的桂花糕全部都给弄碎了。可霍安以及在场的大理寺侍卫凑了半天，也只凑了3两银子，远远不到15两的数额，被楚清月好一顿的嫌弃。你们咋这么穷啊？没到发俸禄的日子呢，凑合用吧。霍安老脸一红，一来他们大理寺一向是清正廉明，没多少油水，二来呢是他们出来办案的，又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自然不会带出来太多的钱了。再说了，剩余的钱都是要留着存起来娶媳妇儿用的，可不敢乱花。女儿啊，这段时间累坏了吧？又要照顾我们，又要去丧王府，还要帮大理寺验尸。不累，有爹帮我照看着灵儿和天泽，还有妹妹在身边，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楚清月温馨地笑着，前世的她渴望家庭，渴望亲人，渴望分享，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形单影只的，即便是走到生命尽头，仍然是孤身一人。今生的她有儿有女，有了父母，有了妹妹，有了这一份难以割舍的血脉亲情。老头儿，你可曾怪我消失了5年？你是爹的女儿，一家人哪有什么怪不怪的？只要能看到你平安，看到天泽、灵儿、清宁健康喜乐，爹呀就知足了。既然如此，您是不是也要和我说实话了？张家为什么要陷害楚家？仅仅是为了商业竞争？显然是不可能的。明明那么多的证据摆在眼前，为何大理寺视而不见？大理寺隶属于皇帝所管辖的直系势力，张家就算是再有钱，手也触及不到大理寺的头上啊。清月呀，你真的长大了，但有些事情啊，爹爹现在不能告诉你。若你相信爹爹呀，暂且不要问。暂且是多久？给我一个具体时间。或是3个月，或许是半年。如果那时候爹爹还活着的话，一定将所有的事情呀告诉你。老头，你放心，有我在，你能活到长命百岁的。长命百岁呀，活太久也没意思。嗨，你这老头怎么还嫌弃你活太久太麻烦啊？有多少人想长命百岁，你还嫌弃呢？关键是你娘亲在下面等爹爹呢，让你娘亲等太久呀，爹爹会被打的。要不要我今天晚上给娘亲烧个纸，让她给你托个梦啊？楚天雄和楚清月父女2人相视一笑，
两个人谁也没有再提起厨房中说过的那些话题，边斗嘴边准备着晚饭。楚清月的心里明了，楚老头越是难言，此事越是事关重大，得小心行事。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我去买糕点的时候，欢非要拉着我去验尸。对，一切都怪欢。楚清月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了霍安的身上，添油加醋地说着他是如何被强行拉走的过程。那言语之悲凉，表情之悲惨，就好像光天化日之下被强盗强行掳走的良家妇女一样。验尸？都城郊外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霍安那个狗日的强行拉我上马道。王爷，桂花糕卖没了，这个是我做的水果奶油小蛋糕，味道还是不错的。萧玉衡吃完奶油蛋糕之后，给出了太甜了的评价。一旁的楚清月表面一脸的笑嘻嘻，心里头妈卖批。是，民女谨记王爷教诲，下次一定少放糖。楚清月，王爷有什么吩咐吗？看看这个。将方才放在桌子上的一封信推到他的面前去。王爷，您别逗啊，规矩我懂。看了这封信，我的小命就不保了。王爷，咱俩前尘旧账都烟消云散了，民女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对不起你的事情。再说给王爷买桂花糕的钱都是我自己出的，您这又是何必呢？信中的内容关于楚家和张家的事情，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到底是谁要害楚天雄，陷害楚家吗？王爷说什么？萧玉衡刚才说楚家和张家的事情，急步上前。楚清月拆开桌案上的信封，看着白纸黑字上所写的信息，一双秀眉逐渐拧在了一起。王爷，信中内容可属实？信纸上写着楚天雄一案的经过，从7名孤女被张家下药致死扔到了花船上，到楚天雄经商归来被陷害押入天牢，直至大理寺仵作被买通串供，再到楚天雄被一审判决死刑。若是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回来的话呢，那楚天雄便已经成为一具身首异处的尸体了。楚清月，你可知幕后真凶为何要针对楚天雄？该我知道的我一定会知道，不该我知道的，就算是我想问王爷也不会说呀。本王该夸你聪明，还是该说你奸诈呀？王爷是笑了，我楚清月只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凡夫俗子，聪明狡诈这几个字与我无关。还有，恭喜王爷康复。康复？本王仍然觉得全身疼痛难忍。话音落下，顷刻间萧玉衡身子一斜，整个人的重量直接压在了楚清月的身上。萧玉衡，本王全身无力啊！烈风，搭把手，你家王爷要死了！被压住的楚清月嚷嚷着门外把守的烈风赶紧滚过来帮忙，但烈风刚一走到书房门边，便被萧玉衡一记眼神喝退，迈出去的脚硬生生地收了回来。本王乏了。祖宗，你别睡啊！秦祖宗，我求你做个人行吗？无视楚清月的哀嚎与怒火，萧玉衡就这样抱着楚清月冰凉的身体，心中升起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暖，而在楚清月的内心是升起了一丝从未有过的烦躁。烈风受王爷之命，给小世子和小郡主送来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比如精美的衣服、各种书籍、好玩的小玩具、文房四宝等等等等。小世子，卑职也是奉命行事，还请您不要为难卑职。烈风先生，我楚家与三王府并不相熟，也不可能相熟，希望烈风先生转告三王爷，就说我楚府承蒙抬爱，受不起这份情。稚嫩的声音字字句句透着坚定，任由烈风磨破了嘴皮子也是无动于衷。今儿有他在，就别想踏入楚府大门半步。天策好可怕！姨姨不怕，哥哥不会凶姨姨的，哥哥只是在凶烈风叔叔和帅爹爹。楚灵儿安慰着楚清宁，但小心脏也是跟着毛毛的。外公，哥哥为什么不喜欢烈风叔叔和帅爹爹呢？这个嘛，外公也不知道啊。楚天雄被灵儿也是问懵了，但是有一点楚天雄很清楚，小天泽和三王爷之间一定是有着微妙的关系，否则这一大一小两个人不可能这般相似。
出府门外，烈风终是败下阵来，向他堂堂三王府的侍卫，人送外号是恶面修罗的凌烟阁第二高手，如今却连一个小屁孩都对付不了，还处处被对得哑口无言，不愧是三王爷的血脉。怎么来的怎么走。萧雨恒，只要有我楚天泽在，你休想对娘亲和灵儿下手。王爷，看来只有纳兰公子才能对付小世子了。楚清月呢？回王爷，楚清月一大早就被霍安给抓走了，说是去验尸，可是又吃饭又是说笑，实在可恶。俗话说得好，子债母偿嘛。他在楚天泽手中受到的窝囊气，加倍的偿还给楚清月。你喜欢霍安？啥？喜欢霍安？哪个王八蛋造的谣啊？是饭不好吃吗？是礼不好玩？还是说钱多的没地儿花了，我有时间谈情说爱吗？再说了，我的三观和审美都很正常好吗？既然如此，你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霍安查案验尸？是他强行掳走我去案发现场，我是受害者。他娘的，他还欠我钱呢！王爷，你到底是听哪个死爹没妈的狗东西造的谣啊？你放心，只要王爷告诉我，我绝对会把他的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不会给王爷您添麻烦的。那本王倒想知道你的三观和审美是何等标准啊？这个嘛，主要看缘分啦。但是长得太好看的不能要，会抢我的风头；长得太丑的也不行，过一辈子看着怪膈应的。但不排除真爱。楚清月说着自己对另一半的标准，但不论是任何一点，萧玉衡都不在其中。本王要吃炸酱面、奶油蛋糕和八宝鸭，做不好不准他出三王府半步。这货又咋了？年纪轻轻咋就更年期了呢？楚天雄，交出万里江山图，饶你不死。万里江山图？你们是谁？我们是谁还轮不到你管。万里江山图你是交还是不交？黑衣杀手明显不想与楚清月废话，目的只为万里江山图。万里江山图确实在我手中，只是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呢？楚清月摇了摇头，示意楚天雄待在马车上不要下来，一会儿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回头，去三王府。随着一声马的嘶鸣声划破夜空，被匕首刺中的骏马因剧烈的疼痛跑向远方，直至马车消失在视线中，楚清月方才回过身。楚清月，只要你交出万里江山图，我便可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就算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会给你陪葬。平南王府的侍卫为什么要扮作黑衣杀手，想夺走万里江山图呢？既然你知道我们的身份，今日这万里江山图我要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这可不行，我这个人呢，最是胆小惜命，而且还特别的倔。你越是想要的东西，我越是不给。说时迟，那时快，黑夜之中，两名黑衣杀手一左一右的冲了上来，两把长剑对准了楚清月的脖颈，银光交错。就在两把长刀即将落下之时，扑通扑通两道沉闷的声响回荡在众人耳边。只见两名黑衣杀手浑身抽搐的倒地不起，二人心脏处各被一支银针没入。唐门暗记千机匣。楚清月再次转动着千机匣的机关，一瞬间数以百计的银针向四周飞溅开来，银针上淬满了剧毒。楚清月还未真正动手，平南王府的侍卫便已经团灭了。一堆没用的废物竟然败在你手中，我倒是小看了你呢。楚清月，楚清月，没想到你手中竟有唐门绝门暗器千机匣，唐宁和你是什么关系呀？东方真武大帝也好，西方宙斯显灵也罢，亦或满天随便一个神佛都行，但凡能够驱散恶鬼的主，戏女愿用10斤脂肪来换，不，20斤也行，只要别是凶就行。无知妇人，我乃雪煞宗蒋英语是也。蒋英语 ？What's your name？ 这是什么反邦鸟语啊？血煞宗红衣杀手蒋英语半眯着双眼，不懂楚清月方才说的那一番话是何意。但是不管如何，今日若是不交出万里江山图，就别想留下全尸。蒋英语抽出腰间佩剑，直击楚清月。
楚清月向后退去数十步，触动千机匣的机关，数十枚银针齐放，但一一被蒋英语击落。楚清月，难道唐宁没告诉过你，这千机匣一天只能开启一次机关，若是再开，威力便会大打折扣吗？他当初和唐宁打赌赢了千机匣的时候，那小傻子也没告诉他这玩意儿每天限量使用啊。最后说一次，交出万里山河图，你能好死；若不交出来，你家人的结局会是你无法想象的悲惨。我看你那妹妹和你一双儿女倒是长得挺美呀，正好我雪煞宗缺药奴，等你死后，我会把他们炼制成药奴，想想就开心呐。银灰的月光下，楚清月缓缓抽出千机匣暗盒之中隐藏着的天辰剑，再次抬头之时，凤眸已经被浓烈的杀意所占据。刹那之间，一道蓝色身影几乎是在眨眼间消失不见。等那蓝色身影再次出现之时，手中天辰剑直击向蒋英语的面门。三王爷也出来遛弯吗？哈哈，好兴致啊！楚清月尴尬地笑着，企图蒙混过关，但是就在转身准备逃走之时，冰寒毒气顷刻间直击心脏，两眼一翻，昏死了过去。萧玉衡抱着寒毒发作的楚清月上了马车，消失在夜色的尽头。你似乎很担心楚清月呀。陛下，楚清月是大理寺仵作，也是微臣的下属，至少在验尸这一块，鲜少有人能胜过楚清月。是吗？倒是朕的三弟似乎也十分担忧楚清月呀。陛下，平南王的事情怎么处理？霍安看了一眼已经死透了的血煞宗之人，身为萧国官员，勾结江湖匪类，为了得到万里山河图，不惜牺牲数条人命，陷害楚家，甚至是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累累罪行，罄竹难书。想必平南王不知自己派出的杀手已经被楚清月给杀了，狼子野心也早就已经暴露了。陛下不过是想要利用三王爷和平南王坐收渔翁之利，只可惜平南王气数将尽了。平南王一事就让三弟去处理，朕不会失望。而楚清月……话未说完，恰恰因为如此，萧锦瑜露出的笑意更是散发着危险的味道。无碍了。三王爷恩情，楚某今生今世铭记于心。哭鼻子的男人会让天下人耻笑。我才没有哭呢，今天风大，眼睛里面进了沙子了。看着小家伙这个模样，萧玉衡挑着凤眸，将楚天泽又是委屈又是害怕又是担心的种种表情收入到眼底。不愧是他们萧家的男人，是他萧玉衡的血脉，遇事沉着冷静，但是身为男人，即便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够掉泪。别以为你救了我娘亲，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话音落下，看了一眼比自己高出不少的男人，楚天泽转身离去。这孩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呀。萧玉衡皱着剑眉，看着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的楚天泽，口中虽是嫌弃，可脸上的表情又是另一番说辞。没辙呀，父子俩怪不得都一样。王爷，昨晚的事儿已经查明白了。烈风禀告着关于昨晚上发生的那些事情起因。平南王勾结血煞宗，企图从楚天雄手中拿走万里山河图。听到此话，萧玉衡丹凤眸微微上扬，唇角的笑意逐渐冰冷。栽赃陷害不成，改用明抢了吗？7名孤女被奸杀，楚天雄被陷害的案子，便是平南王府操控张家一手策划而出的。若不然，张家哪有这个能力在萧国都城惹事儿？但由于楚清月的出现，打乱了计划，张家败露了踪迹，这也让平南王舍弃了张家这一枚棋子。王爷，陛下这是打算坐收渔翁之利吗？既然皇兄想要收网，那本王便随了他的心愿。这是谢礼。楚天雄用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萧玉衡救了楚清月，
萧玉衡也没有推脱，直接拆开了信件，丹凤眼淡淡的扫视着白纸黑字上所写着的内容。在看到信件上罗列的一排名字的时候，目光又折回到楚天雄的身上。楚三爷真的打算将这份名单交出来吗？三王爷说笑了，楚三爷早就已经死了，楚某不过是一个寻寻常常的没落商人而已。楚天雄话中有话，一方面是表明自己的身份不再是楚三爷，另一方面也是在告诉萧玉衡，他之所以将这份名单交出来，完完全全是为了感激萧玉衡救了楚清月而已，无关其他。再者，如果楚某真的是楚三爷的话，必然不会让自己的女儿陷入这等困境。岳正大人应该知道，这份名单一旦交给本王，10大家族甚至是各国皇室也会对楚家不离。那2个孩子难道真的是三王爷的？三王爷，能否如实相告，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呀？难不成楚清月还没有与岳正大人说起5年前的事情？从未，还请三王爷告知，楚某愿意将另一份名单献上。楚天雄也豁出去了，甘愿奉上另外一张名单。于是乎，不喜言辞的某王爷添油加醋地说了5年前白云寺发生的那一幕，将一个邪恶少女如何强迫无辜与和尚圆房的事情描绘得绘声绘色的讲给楚天雄听。听完这一切，楚天雄脸都绿了，怪不得楚清月这个死鸭崽子不愿意提起5年前的事情，感情是这样啊。岳正大人如今放心便是，本王既然已经还俗，而且与清月之间又有一双儿女，本王自然会承担父亲的责任。只不过王爷但说无妨，是楚某管教女儿无方，让她犯下了此等恶行呀。本王苦苦寻找清月5年，如今终于找到了他们母子3人，只不过清月似乎已经忘却了与本王之间的点点滴滴，并且她还说她是一个提起裤子不认人的女人。三王爷，这件事情是清月有错在先，无论于公于私，楚某都会让清月承担自己该有的责任。说着，楚天雄将袖中藏着的另外一份名单放在了桌案上，而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让一旁目睹了一切的烈风默默地伸出了大拇指，无论是眼神还是行动，都赞赏着自家王爷的无敌。楚清月和王爷的事情他是知道的，最开始整个三王府的人都认为楚清月是皇帝派来暗杀王爷的刺客，但是随着一件件的事情被发生，众人才得知楚清月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意外，然后一切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下来。可是吧，一想到王爷在这件事情中将自己塑造成了纯良的小和尚，烈风就忍不住的想笑。喝了大国医给开的药，楚清月一下子就感觉到全身上下自在了不少。老头儿，你是不是病还没好啊？怎么一个下午都是阴阳怪气的？到底有什么事情啊？还要一脸神神秘秘的样子？难不成说你又找了个媳妇儿？滚蛋！老子对你娘亲忠贞不渝，这辈子呀只爱你娘亲一个，别打岔。老子问你一件事儿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到底什么事儿啊？搞得我紧张兮兮的。楚天泽和灵儿的亲生父亲是不是三王爷？是不是萧玉衡那个王八蛋说了啥乱七八糟的瞎话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灵儿和天泽的爹是一个普通的男人，后来被大火给烧成了灰烬，骨灰还被风给吹走了，死得老惨了。楚清月，你当老子是瞎子，还是当天下人都是瞎子呀？天泽长得就和三王爷身上扒下来一样，而且和5年前白云寺发生的那一晚对上了时间，你还想骗老子吗？5年前白云寺的事你都知道？老子不仅知道，还知道呀，你始乱终弃三王爷，5年前对三王爷做出了惨无人道的事情后就消失匿迹。你知道老子这5年来是怎么担心你的吗？啊，还以为啊你被人绑架了，被人贩子偷走了，以为你死在外面了，日日夜夜担心你，老子是吃不好睡不好，结果你呢？啊，睡了三王爷，拍拍腚就走人了。
你他插的，至少给老子一封信，让老子知道你插的是平安呀！啊，是啊，我的错，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5年前跑到白云寺强行霸占了和尚，不该消失5年不给你写个音信。你他插的，老子就不敢生你，生了你之后呀，也敢掐死你。你老说的对，当初生我的时候就应该掐死我。安慰着楚天雄的情绪，楚清月表面上承认着所有的错误，可心中早就将萧雨恒这个狗日的骂了180遍了。萧雨恒，你给老娘等着！整整1下午的时间，楚天雄都在训斥着楚清月，说是训斥也不尽然，更多的是5年来对女儿的思念。好，我知道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用我善良的人品来发誓。就你善良的人品，谁家他插的善良的大闺女会去强迫和尚呀？啊！楚老头，你还是我爹吗？我是你捡来的吧？楚清月白了楚天雄一眼，当年的事情又不是他自愿的，那也就是万恶的古代社会吧。若是放在法治健全的现代，还能容忍那个狗日的猖狂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1下午的时间，楚天雄都在为萧雨恒说话，这不太符合一个商人的利益价值观呢。想到此，楚清月想起一件事情来。老头，万里山河图是什么东西啊？平南王府的侍卫装扮成杀手，夺取你手中的万里山河图，一次不成便有第2次。我虽然不知道血煞宗是个什么玩意儿，但是我敢确保，不出7天的时间，杀手一定会再次登门而入的。丫头，接下来爹爹要说的话很重要，甚至关乎到了齐国。先前爹爹不告诉你呢，是想保护你和青宁安康。可现在看来呀，这一层微妙的平衡已经被打破了。最开始楚清月只以为这什么劳什子的万里山河图最多就是个名画之类的宝物，价值几百万两金银。平南王正是冲着万里山河图的价值才下杀手一次一次的陷害，想要杀死楚天雄的。但是随着楚天雄所说之言越发的惊人，楚清月倒吸了一口凉气。老头儿，你不是在忽悠我吧？万里山河图竟然是宝藏图，其中隐藏着前朝大夏帝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等一下，我梳理一下信息啊。第一，万里山河图是宝藏图。第二，在齐国还未形成之前，一个叫做大夏帝国的强大王朝统治着这一片大陆。第三，随着大夏帝国崩溃，君主在临死之前将万里山河图交给了一个将军，而那将军为了不让叛军找到宝藏，便将一整张的万里山河图划分成为了7份，得到7份的万里山河图碎片的人混入了后来的齐国。第四，萧国的楚家便是那将军的后代，也是持有万里山河图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的齐人之一。所以说，平南王想要得到万里山河图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无限的大夏帝国的宝藏。对，当日刑场之上，平南王混迹其中，想着以砍头之刑逼爹爹交出万里山河图，而张家便是平南王的棋子之一。怪不得，我就说嘛。楚清月已经猜到了种种，也就是说，万里山河图还在老头的手里面。娘亲，哥哥和帅爹爹打起来了，哥哥把帅爹爹给咬了。三王爷，小孩子不懂事儿，您是三王爷，总归不会和一个小孩子过不去吧？楚清月笑着，虽然不知原因，可是自家儿子做事一定是有所源头的。看着楚清月的那张笑脸，萧雨恒背过双手，右手食指上还残留着楚天泽深深的牙印。既然小孩子不懂事，本王便代替清月好好管教一下孩子。3日后开始，本王府上的先生会教导2个孩子识文断字。首先，多谢三王爷救命之恩，我楚清月必然会偿还三王爷这个天大的人情。但天泽和灵儿是我楚清月和王夫的孩子，2个孩子的问题就不劳烦三王爷操心了。说完话，楚清月朝着萧雨恒俯身行礼，转身。楚清月，你敢诅咒本王是王夫？好，很好。灵儿，你说。娘亲，是烈风叔叔先招惹哥哥生气的，然后帅爹爹就说男子汉不能这么娇气。
灵儿说着当时的情况，可是小丫头并没有说完整。楚天泽之所以会下重口咬萧玉衡，起始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烈风的那张贱嘴。烈风一口一个小世子的叫着，并且说楚天泽长得越来越像王爷，聪明劲儿也是如此。本就不喜欢萧玉衡的楚天泽生气了，恰巧萧玉衡此时经过，说了一句他们萧家的男人就要懂得藏心，不能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暴露在他人面前，还说身为楚天泽的父王应该教导楚天泽为人处事的道理。只有5岁的小孩子当然打不过萧玉衡了，于是乎便是发生了之后的事情。爹，你舍得万里山河图吗？若是能让你们平安，一张万里山河图而已。楚家守护着万里山河图千百年的时间，一代一代传到至今，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了。一张虚无缥缈的万里山河图，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为了1/7的万里山河图，楚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虽然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问出这句话，但是就像她说的一样，只要能够让一家老小平安后半生，什么祖宗家法，什么天下社稷都不重要了。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因楚清月寒毒发作，三王爷特意命烈风前来楚府通知，说是准许楚清月休息10天半个月，等养好了身体再回三王府伺候。我伺候他奶奶个腿儿，那货就是装的。清月，爹爹觉得三王爷对你不错。老头儿，你要是觉得他好呢，你嫁给他呗。正在爷俩友好交流着彼此意见的时候，楚家的大门被人敲响。大眼仔，你这表情是来给我奔丧的吗？哈，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又死人了，凶手和西郊寺庙的凶手是同一人，与本官一起去现场。大哥，我是病号哎，我病了还没好呢，现在这小风一吹啊，我就要倒。不等楚清月话说完呢，霍安一步上前，将楚清月横抱在怀中，直接塞进了马车里面。这一举动不仅仅让楚清月一时半刻没有反应过来，霍安，你身为朝廷命官，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要不要脸啊你？事态紧急，容不得本官解释。等去了现场验尸之后呀，本官再与你赔罪。不管楚清月怎么说，霍安就是一句话，等验完尸之后，楚清月想要什么赔偿他都能给他，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便是前往西郊天目山。我要是不查出凶手，你是不是还不打算放我走了？已经死了第9个人了，本官想借助你的聪明才智，尽早抓到凶手。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帮助本官找到凶手，或者推理出有用的信息，本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定然会答应你任何事情。那成，把欠我的饭钱和300两，啊不对，是400两的出场费给我。还没有到发俸禄的时候等发了俸禄，本官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内还你钱。还钱这样的小事儿都办不到，还吹什么牛逼呀？本官虽然暂时无法还钱，其余的事情本官还是有能力应验的。那行，我要一张去黑市的令牌。黑市？你为何要黑市的令牌啊？霍安不解地问着楚清月。黑市是地下江湖场所，都是三教九流聚集之地，楚清月为何要黑市的令牌呢？别管为什么不为什么，华大人告诉我能或者不能，如果能呢，我必然会竭尽全力的分析案件，甚至可以找出凶手。如果不能，咱们好聚好散，也就当做从来就没有见过吧。楚清月要黑市令牌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也是在得知万里山河图重要之后想出来的。现在就看霍安有没有这个本事给他搞上一块黑市的令牌了。可以，不过你要让本官看到你的价值。一言为定。这是三王爷一直佩戴的玉佩，说是给你留着，可以驱逐你身体里残余的寒气。说实话，楚天雄对萧玉衡那是相当的满意。再者，5年前的事情是自家女儿先动的手，三王爷不仅没有怪罪下来，还尽其所能的冲着清月。这样的好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不过看清月这副德行啊，似乎并不会在一时之间就接受三王爷，但是人家三王爷也并不着急，看样子是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了。
一听是萧玉衡的东西，楚清月将玉佩还给了楚天雄，示意楚天雄赶紧还回去。对了，老头儿，跟你说件事儿，我想你现在也看明白了，一张万里山河图搞得差点家里头家破人亡了。我想说一下我的想法。你要做啥？很简单，楚清月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不是有人费尽心思的要得到万里山河图吗？给他不就好了吗？但是在此之前，他要将万里山河图复制出来几份，拿去黑市上拍卖。这样一来，那不仅仅是楚家有万里山河图，但凡有钱能够出得起价钱的人，都会得到万里山河图的。到时候，咱们不仅是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还可以把这个烫手山芋丢出去。老头儿，你觉得如何呀？计划好是好，可是你这样会让爹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啊。不是我不敬祖先嘛，那凡事咱们都要懂得变通。再说了，那是死后的事儿，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呢，等你死了后，我给你烧一对武功高手，到时候就算是见到了列祖列宗，也可以横着走，对不？说是这么说呀，可是没什么可是的啦，就这么定了啊。等到万里山河图出手之后，咱们马不停蹄地离开萧国去漠北。纳兰锦，三王府的侍卫，见过楚家嫡女。娘亲，我和外公以及纳兰先生讨论过了，我与灵儿都想在萧国都城读书，纳兰先生亲自教授我们知识。为什么突然间要留在都城啊？楚清月有些不解儿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在他们所有人中，楚天泽是最希望离开都城回到漠北的。娘亲，儿子知道娘亲是为了我和灵儿好，但是儿子是男人，身为男人便是要照顾娘亲，照顾妹妹，照顾外公，照顾姨姨，肩负起该负的责任。儿子不想逃避，想要面对，想要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要保护的人。娘亲，我同意哥哥的想法，我们都想留在都城。既然天泽和灵儿决定留在都城，你就别多想了。言语间劝导着女儿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了，回不回漠北啊，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万里山河图这个包袱如今丢给了别人，就算是那些有心之人想要找茬儿，也无从下手。他知道女儿担心的问题，是怕三王爷抢走天泽和灵儿，所以才着急的想着要回到漠北，过上逍遥自在不被人拿捏的生活，否则也不会将真的万里山河图当作谢礼送给三王爷。老头，我去黑白楼的这段时间，萧玉衡都跟你们说了什么了？这个爹爹也不清楚呀。爹正收拾行李的时候，三王爷来了，然后和天泽、灵儿两个宝贝单独聊了聊，聊完后就走了。那个纳兰锦说了啥？纳兰先生说他会成为两个孩子的夫子，负责上门教学。清月啊，不是爹爹多嘴，爹爹相信呀，天泽和灵儿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有他们的想法。楚天雄原本的话是想与楚清月说，萧玉衡也是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虽说有5年的时间他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可从三王爷这段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来看，是想要弥补5年来的空缺的，也清楚女儿生下天泽和灵儿几乎是九死一生。但是孩子在渐渐的长大，总不能一直做一个没有爹的孩子，况且三王爷的举动他都是看在眼里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5年前的事情，无论是谁对谁错，至少孩子是无辜的。王爷，我纳兰锦敢用项上人头保证，放眼整个萧国8岁以内的孩子，没有人能比得上咱们三王府小世子的聪明，没人能比得上咱们三王府小郡主的可爱。只不过吧，说，王爷您也知道，楚清月一直在遮掩两个孩子的身份，是不想让王爷夺走天泽和灵儿。如若不然，楚清月为何不在得知王爷是5年前白云寺的和尚之时，便告知两个孩子便是王爷的血脉呢？以楚清月这种抠门懒散，时而装疯卖傻，时而又出奇冷静的女人，还真是不屑当三王妃，更不会让自己的儿子认祖归宗，否则整个萧国都会知道三王爷有一双儿女的事情了。不仅如此，小世子对王爷也抱有敌意呀。王爷，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想必您也应该了解楚清月是什么样的人，对付这样的女人，
硬来是万万不可以的。纳兰锦之所以知道楚清月的为人，这全部都归功于烈风。烈风将萧国都城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的关于王府和楚清月的事情详详细细，并且添油加醋地写在了信纸上。你只需负责保护灵儿和那个臭小子便可，其余的事情本王自有定夺。萧玉衡当然清楚楚清月是什么样的人，看着桌案上一旁放置着的万里山河图，蓦地一抹笑意浮现在了唇角。喂，刘源，大早晨的你碰瓷儿吗你？死了，找坑埋了吧。娘亲，你别闹了。唉，楚天泽叹着气，一边示意外公楚天雄帮忙将刘雨安抬到房间包扎伤口，毕竟是小侯爷嘛，要是真的死在了楚府，他们也难辞其咎。楚清月给刘雨安清理着肩膀上的伤口，许是因为疼痛的关系，昏迷着的刘雨安缓缓睁开双眼。哟呵，醒了。我还想着你若是再不醒的话，我就找个地儿把你给埋了呢，然后毁尸灭迹。行了，既然醒了就走吧，记得把300两的枕巾给我送过来。小爷不能走。为啥不能走啊？这里是我家，我想你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管我啊？你得帮我，你是最后一个能帮助小爷的人。我为什么要帮你啊？小爷我杀人了，不对，小爷没杀人，可是王宁轩死了，凶器在小爷手里，可小爷不可能杀人。刘雨安的话很是混乱，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听到杀人2个字，楚清月皱起了眉头，直觉告诉他，无论刘雨安接下来要说什么，他都不该插手管这事儿。就在此时，楚家大门再一次被人敲响，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大理寺卿霍安。王尚书的女儿王宁轩死于刘雨安之手，死者是未出阁的女子，只能由你亲自验尸。王宁轩，他好像刚才从刘雨安的口中听到过这个名字，感情霍安来不是为了抓刘雨安，是想让他去验尸的。给钱啊，把欠我的钱给我，我就去。楚清月伸出手的时候，一个钱袋子从霍安的手中扔出来，落在了楚清月的面前。这里的钱别说是欠的几百两，就算是几十两都没有。是霍大人不识数呢，还是觉得我楚清月是个小白痴啊？刚发俸禄，就这么多，下回不上。师傅，按照你的话，徒儿已经拦下了目击证人，并且控制了现场。听到闵元叫着师傅，霍安看了一眼楚清月。2个人什么时候成为了师徒啊？蹲在尸体旁边的楚清月并未理会霍安是个什么样的表情。根据死者的一些体征和周围的环境来判断，此处第一犯罪现场，第一案发现场，死者为女性，年龄在14到16岁之间，尸斑呈现片状分布，尸僵大部分出现，目测死亡时间是在1个半时辰到2个时辰之内。死者死因心脏被尖锐的物体刺中，失血过多死亡。根据死者心脏处伤口形状和大小来看，凶器是一把特殊形状的宽刃匕首。师傅，我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说。尸僵和尸斑是怎么回事啊？正常温度下呢，死者死亡半个时辰到1个时辰之间，尸斑尸僵开始呈现。死者死亡1个半时辰到2个时辰，尸僵大部分出现，尸斑呈现出片状分布。死者死亡时间2个时辰到3个时辰左右，尸僵全身出现，尸斑融合成大片，并且角膜浑浊，嘴皮皱缩。楚清月详细地说尸体在不同时间呈现出来的不同尸僵和尸斑的情况，以及根据季节不同等等的尸体状态会加速或者迟缓的现象。明媛就在一旁认认真真地记下，生怕错了一个字。大人，目击证人带来了。回大人的话，杀了王尚书女儿的是小侯爷。我端着茶过来的时候，看到小侯爷躺在王家小姐的身上，手里面还握着一把宽刃匕首。然后李家公子出现，追了上来，一剑砍在了小侯爷的肩膀上。小侯爷推开李家公子之后就逃走了。清风阁的仆人名叫南一，方才那一番话中道出来了3个人物，一个是王尚书家的千金王宁轩，也就是死者；第2个是柳家的小侯爷刘雨安，暂定为凶手；还有一个便是李家的公子李怀玉。
从霍安口中，楚清月得知了这3个人之间的关系。王宁轩和刘雨安以及李怀玉3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王宁轩与李怀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并且已经是定了亲了。世人皆知，小侯爷刘雨安为人顽劣不堪，并且喜欢王宁轩，估摸着是求而不得的心理，在王宁轩要嫁给李怀玉之前，想要将其占为己有，破坏2个人的婚姻。可王宁轩宁死不从，惹怒了刘雨安，所以才招致了杀身之祸。至少这是世人心中的想法。师傅，你在想什么呀？不知道，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从案发现场来看，被害人在死亡之前确确实实是挣扎过，但是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啊，如果他是凶手，在杀了人之后，为什么还要手持凶器停留在现场等着被人发现，还被人砍了一剑才走呢？你是在怀疑刘雨安不是杀了王宁轩的真凶吗？也不算是怀疑，我要是杀人凶手的话，我绝对会在杀完人之后将现场处理得干干净净，也不会让任何目击证人活着说出证词。师傅，你好可怕呀！可怕个屁呀，只是假设而已嘛。我相信男一的证词是真的，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眼见不一定为真啊。眼见不一定为实？对，就好比你们家的霍大人，看起来一派正经青天大老爷的模样，实则呢是一个欠钱不还、举止粗俗、表里不一的狗贼。但凡逮到机会，楚清月都会狠狠地挖苦一番霍安。被嘲讽的霍安白了楚清月一眼，哎，你家霍大人用眼神威胁我，估摸着是想把我毁尸灭迹，这样就可以不用还钱了。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呀。今日霍安找我去现场验尸，我检查了一下王宁轩的尸体，是被一把宽刃匕首所伤的。小爷不是杀了王宁轩的凶手，你信吗？我信不信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想要摆脱杀人凶手的这个身份呢，老老实实的把清风阁湖心小筑里头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当然他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经过，至于会不会帮助刘雨安那就很难说了，毕竟刘雨安现在是嫌疑人，躲在他们的楚府里面，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他们楚府也脱不了干系。好，小爷说，小爷把当日所有的事情呀都告诉你。王宁轩与李怀玉即将成婚了，便写了一封书信，叫刘雨安去清风阁饮酒。3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刘雨安也将王宁轩和李怀玉当成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的照顾。清风阁的湖心小筑里头，3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着以前的点点滴滴。快到清晨的时候，李怀玉被人叫走了，湖心小筑只剩下了刘雨安和王宁轩2人。许是饮了一晚上的酒，刘雨安觉得头疼欲裂，便想着要离开，可谁知道两眼一黑，昏死了过去，之后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等听到叫喊声醒来的时候，王宁轩就已经死在了他的面前。这个时候李怀玉出现了，看着已经断气多时的王宁轩，便提起长剑朝着刘雨安砍了过来。当时满脑子混乱的刘雨安四处躲藏，竟误打误撞来到了楚家，便有了之后的一幕幕。小爷真的不是杀人凶手。是啊，小爷知道自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但一直将王宁轩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照顾，又怎能做出那种禽兽不如的事情呀？你还知道自己没干过啥好事儿啊？这件案子可有意思了。在刘雨安昏迷的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王宁轩的死？楚清月，小爷和你有仇不假，但咱们公私分明啊，你是大理寺的仵作，和三王爷以及霍安走得近，只要你帮助小爷洗刷冤屈，小爷答应你任何要求。我为什么要揽下这个烂摊子啊？小侯爷应该知晓，你这一次惹上的可不仅仅是王尚书一家，还有兵部侍郎李家，即便你们侯爷府势力再大，也难以保全一个杀人凶手，除非小侯爷答应我一件事情，我不仅可以帮你洗去冤屈，更能够找出杀害王宁轩陷害于你的真凶，如何呀？好，只要你能让小爷我沉冤昭雪，小爷什么事情都答应你。一言为定啊！既然如此呢，小侯爷接下来所有的举动都要听我的安排，否则的话，不出3日，你便会身首异处。夜色笼罩整个都城，楚家院落中，楚天雄端着茶杯，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楚清月。他虽然明白女儿想要利用小侯爷这个案子给自己找一个靠山，但是这事儿吧，还真是不好办。女儿啊，你真想好了吗？
不然呢，咱们还要在萧国待5年。先不说别人，就平南王那个老不死的家伙，能饶了咱们楚家？这不是还有三王爷吗？他算了吧，只要三王爷别给我添乱，我就烧了高香了。与楚天雄截然相反，楚清月在听到萧玉衡3个字的时候，连连摇头。他之所以要离开萧国，可不仅仅是因为平南王那个老不死的，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萧玉衡吗？也不知道是不是专门要和他作对，3次都没有走成。说真的，当灵儿和天泽说要留在萧国都城的时候，我真想抱着俩孩子骑马离开，有多远走多远。女儿啊，天泽和灵儿长大了，有权利知道他们的亲生父亲是谁。你要是强行的去遮掩，反而对他们的成长不利呀。楚天雄的一句话说明了楚清月心中的担忧。天不怕地不怕，连尸体都不怕的女儿，就怕三王爷抢走她的孩子，所以才会想要遮盖这一切离开。楚清月没有说话，长长的叹了一口气。1日一大清早的，刘禹安被抓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都城。准确来说呢，并不是大理寺抓到了杀害王尚书千金的刘禹安，而是小侯爷主动去大理寺伏法认罪，主动自首。不过听说小侯爷仍旧是不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并且要求楚清月为自己辩护。师父，你真打算为小侯爷翻案吗？清风阁的人都已经证实了小侯爷是杀死王宁轩的真凶。我昨天说的话你是不是全部都当作耳旁风了？在没有完全掌握证据之前，不可以轻易断定真凶。师父，你说奇怪不奇怪啊？小侯爷自首后不久，老侯爷就出现在了大理寺，对着小侯爷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胖揍。不过老侯爷却和霍大人点名要你给小侯爷翻案。听到此话，楚清月微微皱着眉头，锋眸一挑，几番思量之下就明白了这其中的缘由。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呢，老侯爷早就知道刘禹安昨日藏匿在楚家，否则小侯爷前脚去大理寺，老侯爷后脚就到了呢。可明知道刘禹安藏身在楚家，老侯爷丝毫没有任何举动，反之到了大理寺之后，才在众目睽睽之下点出了他的名字。看来昨天他与小侯爷说的那些话，老侯爷都听在耳中了。这老头儿有点意思。楚清月，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会验尸，就以为自己可以上天了？吃火药了，火气这么大。本官火气大，你可知这一次你揽下了什么大事啊？真以为自己有三王爷护着，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打住！我是我，三王爷是三王爷，能说话就好好说，不能说话就闭上你的腚。感受着霍安无法遏制的怒火，楚清月着实不明白这货生气的原因为啥。大理寺内不得放肆，不得放肆！今日不放肆也得放肆！我李怀玉就算是血溅当场，也要为宁轩报仇，杀了这对狗男女！还不等霍安开口阻止呢，砰的一声，电光火石之间啊，原本想要杀了楚清月的李怀玉，却反被一脚踹在了这个木柱子上。楚清月，这是兵部侍郎家的嫡长子李怀玉，你别冲动。李怀玉，楚清月呢喃着李怀玉这3个字，锋眸之中寒意渐浓。还不等霍安反应过来呢，楚清月一个利落的回旋踢，一脚命中了李怀玉的肩膀。看在霍大人的面子上，仅要你的一条胳膊，若有下一次，便是你的脑袋。楚清月，你给本公子等着！李怀玉咬牙切齿地瞪着楚清月，恶狠狠的话语发着毒誓，要让楚清月与刘禹安不得好死。抬李公子去医馆。本就糟心的霍安，现在更是添了堵，还没明白过来楚清月和刘禹安凶杀案之间的关系，如今这个女人又闯下了这样的祸端。华大人可是都看在眼里，李怀玉先动手要杀我在先，我只不过是正当防卫，废了他一条胳膊而已。你还而已？你可知兵部侍郎李家的男人个个从军，李怀玉又是李家嫡长子，你如今废了他一条胳膊，兵部侍郎又如何能放得过你呀？按照霍大人的意思，我刚才是不是应该下手重一些，直接将李怀玉给杀了，再毁尸灭迹来的干脆啊？放心吧，我楚清月可不是一个兵部侍郎想杀就能杀的，他世俗，也不喜欢招惹麻烦，更想借着别人的势力来做靠山，抵挡住一些不必要的烦心事儿，
可一旦有人越了界，那就别怪他下手无情了。真当他楚清月这5年来餐风饮露去了吗？你这个女人！本王旧疾复发，这段时间就留在楚府了。不行，天子，你带着灵儿和姨姨去玩。儿子知道了。走之前，楚天泽看了一眼萧雨恒，那眼中的神色充满了敌意。他人虽小，可是心里明白，萧雨恒的目的是娘亲。哼，他绝对不会让萧雨恒的目的得逞的。我楚府庙小，容不得三王爷这尊大佛。本王府邸的厨房着了火，思来想去，这段时间也只有暂且吃在楚府，还希望岳父大人莫要嫌弃啊。萧雨恒的回答很明白，本王就是不走黑，你能奈我何呀？不嫌弃不嫌弃啊，三王爷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啊。老头儿，你是不是病了还没好啊？引狼入室啊你！黄鼠狼给鸡拜年，明摆着没安好心啊！爹爹相信三王爷是正人君子。那你那意思，你女儿我是黄鼠狼呗？纳兰锦被楚清月这句话逗得笑出了声。三王爷之所以要留在楚府，一方面三王府的厨房确实是着火了，但这把火呢是王爷他自己点的，能从容不迫地点了自家房子的人，估摸着萧国100年历史中唯有王爷一人。另一方面，王爷是担心楚清月被兵部侍郎的人暗算了。当大理寺侍卫传信，众人得知楚清月废了李怀玉的臂膀之时，他们只能赞叹楚清月的勇猛，不仅仅接下了小侯爷的案子，还打了李怀玉，不愧是敢强迫他们家王爷的女中豪杰呀。兵部尚书李云超那人手段阴狠毒辣，嫡长子被废了一条手臂，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小爷刚刚想起来，在清风阁的时候，除了桃花的香气之外，还听到了琴声。琴声？小爷十分确定，虽然在喝断片的那段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确确实实有一道琴声响起。哎，你去问问清风阁的人，应该也都听到了。刘禹安十分确定地说道，还是那句话，他喝多了酒，但不代表他就聋了，一定是琴声。而且那首曲子很熟悉，可一时半刻也想不起来那曲子在哪里听过。你问，你说的桃花香是不是这个香气啊？楚清月将红妆铺子里头买来的桃花香粉递给了刘禹安。当桃花香粉的盖子打开的一瞬间，刘禹安连连点头，确认自己闻到过的桃花香就是这个味道。一样的味道。既然如此，那他推测的3点疑问之中的第2点就算是落实了，李怀玉身上的桃花香就是桃花香粉。咋了？有什么不妥之处吗？没什么，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许对外人说起，就连昏暗也不行。哎，放心，小爷的嘴可是出了名的严实，就算是严刑拷打，也绝对不会说出半个字。刘禹安赌咒发誓，不会把今天晚上2人谈话的内容告诉给第3个人。楚清月这才放心的离开了大理寺牢狱。楚清月，交出万里山河图，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全尸，否则的话，我便将你碎尸万段，让楚家所有的人为你陪葬。难道你不知道我所有的万里山河图都被江公子买走了吗？你要万里山河图找他去啊，找我做什么？楚清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中所想，还是那句话，今日若是交出真正的万里山河图，我雪煞宗可留你全尸，若不然你们楚家便会死无葬身之地。合着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想要杀我全家灭口呗？原来是和娘娘腔一个势力的恶人呢，平南王那个老不死派来的。拿命来！血煞宗韩星，血煞宗天字号的杀手，绝不轻易出手，但凡见过韩星出手的人都死于他的长刀之下。韩星本是不屑杀一个妇孺，可血煞宗另一个天字号杀手蒋英宇惨死在楚清月之手，于公于私他都要告诉世人，血煞宗不是一个小小的楚清月能够抗衡的。原本占据上风的韩星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当楚清月被逼到死角退无可退之时，当韩星手中的长刀即将结束楚清月性命之时，楚清月抄起地上的一块板砖，纵身上前，以弓为首，一板砖狠狠利落地敲晕了韩星。我让你狂，让你威胁老娘，让你看不起老娘。
楚清月利用熟络的法医学知识，将韩星全身上下的骨头一一拆了下来，一声又一声咔咔的脆响回荡在夜色之中。三王爷，你怎么来了？王爷得知雪煞宗的杀手的踪迹，便马不停蹄的来救你。我没事儿，我是谁啊？不等楚清月说完话呢，萧玉衡一步上前，紧紧地将楚清月拥在怀中。月儿，聂风，你看三王妃是不是脸红了？这大黑天的，我有点看不清楚呀。三王妃，楚清月，王爷和楚清月也没成婚呀。没成婚就不能叫三王妃了？你是不是傻呀？三王妃都给王爷生了一对儿女了，这三王妃三个字，楚清月自是理所应当呀。纳兰锦半眯着一双笑眼，都说王爷冰冷无情，嗜血残酷，可如今这么一看，王爷撩妹的手段那真是一绝呀。说话之人有心无心暂且不表，楚清月听到纳兰锦和烈风两个人的对话，恨不得把他俩给掐死。老娘没说过要和萧玉衡成婚，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还有天泽和灵儿是我老娘一个人生的，再敢乱逼逼，把你们拆了喂狗。炸了毛的楚清月推开萧玉衡，转身就走，根本就没有发现自己走的这条路是与楚家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三王妃，你走岔路了，楚府是这边。纳兰锦好心地提醒楚清月走错了方向。王爷方才那一抱野性十足，霸气十足，魅力十足，是个女人都挡不住。楚清月自然也是被王爷给震撼到了，要不然那张又气又羞红的脸该怎么解释呢？滚犊子，老娘知道。楚清月在走到纳兰锦面前的时候一脚踹去，还好纳兰锦躲闪及时，要不然他这后半辈子可能就无儿无女了。天泽，你为什么这般讨厌王爷呀？王爷是你们的父王，必定会倾其所有来保护你们呀。纳兰先生，娘亲说过，我们的爹爹早就已经死在火海中，还请纳兰先生不要再提及此事。我有些口渴，先去喝水了。楚天泽不想和纳兰锦讨论这个问题。纳兰叔叔，其实哥哥是在怨，每次娘亲寒毒发作的时候，都会痛得死去活来的。狼爹爹只能红着眼睛，无力地看着娘亲。狼爹爹是谁呀？当年寒毒险些要了王爷的命，5年前月圆之夜正是寒毒发作之时，而楚清月阴差阳错的出现，让他和王爷有所牵连。王爷身上的寒毒全部渡入到了楚清月的身体里，寒毒发作时候所承受的痛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疼痛，唯有用最为亲近之人的体温一点一点的方可减缓疼痛。若是他人贸然近身的话，两个人都要承受晚节不复的死劫。可那一晚之后，楚清月一消失便是5年的时间，毫无音讯。直至楚清月回来，他们才知晓这5年来母子3人一直生活在漠北。狼爹爹就是狼爹爹呀，是娘亲在战场上救下来的死人，后来成为了我们的狼爹爹。时间到了，纳兰先生继续上课吧。喝完水的楚天泽打断了灵儿与纳兰锦正说着的话题，他不想让旁人知道关于娘亲的一切。查到了什么？尸体为女性，年龄20到23之间，初步判断死因窒息而亡。窒息而亡？莫姑娘不是被烧死的吗？暂定这具尸体是莫姑娘。如果莫姑娘真的死在火海之中，口鼻处会有大量的烟尘，肺部亦是如此，就和我当初判断那7名孤女并非死于溺水一样。我刚才检查过了，尸身全身上下没有明显的伤痕，暂定为莫姑娘这具女尸为窒息死亡。凶手点燃的那场大火，目的在于毁尸灭迹，让人误以为她是死在火海之中的。师傅，为啥你总说这具尸体暂定为莫姑娘呀？青玉楼的老板都已经是一口咬定尸体就是莫姑娘了，师傅为啥还要如此一说呢？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吗？现在再给你加上一句，有时候所听之事所见之物不一定是真相，作为法医要拨开层层迷雾，追求真相，还死者公道于世间。徒儿懂了，徒儿谨记师傅教诲。楚清月，你的意思是说这具尸体是不是莫姑娘还两说？金珠手链是莫姑娘的无疑，但是活人总是会被事物蒙蔽双眼，往往只有死人才能够给予最为正确的答案。这是他师父教给他的一句话，
人们总会被事物、被表面、被各种因素干扰，但死人不会，只要细心观察，便一定会得到证据的。这一场阴谋原本就是为了杀刘雨安而准备的，王宁轩只是做了替死鬼，死在了莫姑娘的手中。这让李怀玉和莫姑娘改变了计划，将计就计，让刘雨安成了杀人凶手。我说的对吗，李公子？一派胡言！本公子为何要对刘雨安起杀心？王宁轩是本公子深爱之人，而你口中的莫姑娘与本公子又有何干系？更别说那些编造的谣言。刘雨安，我与宁轩一直将你当亲哥哥，而你竟然对宁轩做出那种事情，还杀了他灭口。我没有，从小到大我都当你们是亲弟弟亲妹妹，更是没有非分之想。我看到宁轩死在面前，何尝不心痛呀？至于醉酒杀人，纯属放屁。你和我一起长大的，难道还不知道小爷喝多酒就是酣睡吗？何来杀人一说呀？楚清月，饭可以乱吃，但话不能乱说。一道沉闷的声音回响在大理寺公堂内，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怀玉的父亲兵部侍郎李大人李云超。不过在李云超的话音落下之时，老侯爷柳尚清也是开了口。李大人，这件事情你我都是旁观者，霍大人自然会秉公办案，用不着你我用权力欺压后辈。老侯爷回对兵部侍郎的同时，也在告诉楚清月，有什么话尽管说，只要有他在，别人不敢把你怎么样。我若没有记错的话呢，你和莫姑娘的孩子好像叫李天赐，今儿个正好2周岁了。这个时候莫姑娘正哄着孩子睡午觉呢。什么？莫姑娘不是死于昨天的那场大火，被烧成了焦炭吗？怎么会在李家别院啊？不仅仅是围观的百姓，当事人李怀玉听到楚清月说的这一番话，也是慌了神。来人，以最快的速度派人前往西城李家别院，将莫姑娘押上公堂。大人，楚清月诬陷我与莫姑娘，这事完全就是凭空捏造。青玉楼的莫姑娘1年前与我未婚妻王宁轩有所争执，若柳于安真的是被人冤枉，那真凶必然是伪装葬身火海的莫姑娘。我身为宁轩的未婚夫，必定将莫姑娘斩于剑下。柳兄，是小弟被仇恨蒙蔽了双眼，错将真凶误认成了柳兄。李怀玉，既然你说莫姑娘是杀了王宁轩的真凶，那抓到莫姑娘之后，你觉得应当如何惩罚才是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便是天经地义之事。若本公子找到了杀人真凶，定然要将其碎尸万段。李怀玉所表演出来的滔天恨意，还真是有一股子夺妻之恨、杀父之仇的表情呢。李怀玉，你终于还是说出了心里话。你怎么会？若非三王府的侍卫及时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你们李家手中。只是可怜我们的孩子，他还这么小，我跟了你5年，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本以为给你生了个孩子，就能安稳地过完下半辈子，没想到你竟是狠心地想要我们母子的性命。李怀玉，你好狠的心呐！莫姑娘一番血泪的控诉，无一不证明了楚清月先前列举出来的证词。感情李怀玉还真的就和青玉楼的继子有染，不仅生下了孩子，还合谋杀了王尚书的千金，真是可怜了王宁轩了。休要一派胡言，我儿怎么会与你这种下九流的贱胚子相识？李云昌，本侯方才说的话，你全当耳旁风了不成？我下贱，我是下贱。那李大人可知你儿子这么多年干了多少卑鄙的事情啊？逼良为娼，走私贩盐，哪一笔钱不都是沾满了血腥？你想看证据吗？我可都存着呢，保证让你们李家全家老小为我儿陪葬。一道剑光闪过，李怀玉手握长剑，划开了莫姑娘的脖颈。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容不得他再辩驳什么了。
一切都是我做的，是我和这娼妇杀了王宁轩，和李家没有一点关系。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杀了王宁轩？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因为宁轩爱的人是你，我无论做什么都不及你在他心中半分重量。我要杀的人是你，是你。可宁轩宁可以身为你挡下一刀，也不愿意说一句爱我。真正杀死宁轩的人是你。我哪一点比不上你？无论是相貌还是学识，可为什么从小到大宁轩眼中就只有你？他看不到我半分好，哪怕只有一点点。当李怀玉知道爹爹上王家求亲成功的时候，那是他最为开心的一天。本以为他会用自己的余生好好爱护自己喜欢的人，可宁轩却是跟他说，他只是无法抗拒父亲的威严，他爱的人只有刘雨安。我到底哪里不如你？刘雨安，你说呀，为什么宁轩宁可死也要护着你？小侯爷虽然性格恶劣，缺心眼儿，做事冲动不过脑子，但他以真心待人，即便在知道真相的前一秒，仍旧将你们当成亲弟弟妹妹一样的爱护，而不是与你一样处处算计陷害他人。你又欠了本王一个人情，本王要吃蟹黄灌汤包。怎么突然提起来要吃蟹黄灌汤包啊？再说了，我去哪里弄螃蟹啊？本王已经准备好了螃蟹。王爷是怎么知道蟹黄灌汤包的？别说萧国了，就算是整个七国也没有蟹黄灌汤包这类小吃啊。萧玉衡是怎么知道的？宝贝灵儿告诉本王的。灵儿还说月儿做的炸鸡十分美味，本王也想尝一尝。这个小叛徒！你放下我！你是三王妃，本王抱着自己的妃子有何不可？我什么时候是你的妃子了？别造谣好吗？会毁了我的声誉的。月儿已经把本王睡了，难不成……你怎么什么事都瞎说呢？不是说好了忘了这件事情了吗？本王忘不了，每每午夜梦回，还在回味那一晚。萧玉衡，耳边响起萧玉衡温热的话语，磁性的声音，字字句句都在提醒着楚清月那一天晚上的事情。纵然脸上如城墙后的楚清月也是红了一张老脸，一只手狠狠地掐着萧玉衡的腰泄愤。三王爷为何又出现在我楚府？本王自然是送月儿回家，顺便用膳，还请三王爷自重，我娘亲和三王爷不熟。楚天泽小手也是背在身后，稚嫩的声音警告着萧玉衡别叫他娘亲的名字，他们还没有熟悉到那个地步呢。不熟，本王和月儿之间熟络与否，哪里是你一个5岁孩童能知晓的？萧玉衡话中有话，言语之间指明了大人的关系，并非是一个小孩子能够明了的。小孩子就应该有小孩子的样子，装什么深沉呢？三王爷说笑了，娘亲与我是母子关系，总的来说要比三王爷亲近的太多了。唉，小灵儿，叹什么气啊？哥哥不喜欢帅爹爹，帅爹爹又讨厌哥哥，怎么办才好啊？灵儿放心，王爷呀，不仅不讨厌天泽，反之还很喜欢天泽呢。纳兰锦给灵儿解释着王爷为何用这般的态度对待楚天泽，原因很简单，身为萧家的男人绝对不能软弱，要时时刻刻保护身边重要的人。王爷之所以横眉冷对地对待那个小世子，一来是让小世子自小便懂得一个男人应该懂得的道理。很显然，只有5岁的小世子所表现出来的稳重，完完全全超乎了他们预料的范围。这二来嘛，王爷不懂得与孩子的相处之道。灵儿还好说，毕竟可爱的灵儿是喜欢王爷的，但天泽嘛，王爷一边想要接近天泽，又被自己儿子冷眼相对，心中怄气，于是乎一大一小见了面就横眉冷对，互相瞧不顺眼。别看王爷现在是一张冷脸，言语相对，其实他们家王爷心里头美着呢，时不时的就与他们炫耀一双儿女的聪慧可爱。民女见过老侯爷。起身吧，今日不必拘谨啊，老夫只是表达感激之情，请楚夫人用餐。啥楚夫人啊？这是我大姐楚清月，又没成婚，叫什么楚夫人啊？老子愿意喊什么就喊什么。你滚去厨房看看饭菜准备的如何，这儿没你说话的地儿。
滚就滚，好好照顾我大姐啊！你要是敢对我大姐不敬，别怪小爷我不客气。你这个龟儿子，给老子赶紧滚！不对，气死老夫了！这个逆子，老夫迟早有一天呀，要掐死他！刘尚卿气得直咬着后槽牙，他怎么就生了这么个混蛋玩意儿？天天忤逆他不说，还变着法儿的作死。这一次要不是有楚清月掺和了一脚，这小畜生怕是就要去见他娘去了。楚清月呀，你说你当初非要救他干啥呀？直接让大理寺把他斩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侯爷您消消气，小侯爷这性子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您犯不上跟小侯爷置气嘛。楚夫人，老夫还是想问你一句，当初你是如何察觉到我儿并非真凶啊？回侯爷，我要说的还是那日公堂上所说的话，小侯爷是真心待王宁轩和李怀玉二人的，又怎能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呢？无论是回萧国之后接触的刘禹安，还是原主记忆之中残留的记忆，都可以印证他所说过的话。刘禹安对那两个人是真心实意的好，只可惜啊，一同长大的三人，一个死于非命，一个被斩首示众。最为心痛与寒心的，怕是小侯爷吧。刘尚卿叹上一口气，从怀中拿出一道令牌来。见令牌如见本侯爷，若你日后有难，只需拿着令牌来我侯爷府，本侯的柳家军任你调遣。侯爷，这礼物是不是太贵重了一些？是贵重，但比起那逆子的命呀，不算什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楚清月清闲得很，偶尔会发生一些棘手的案子。楚清月作为特邀仵作去验尸，至于报酬嘛，霍安依旧是给他画个大饼。夜色降临，楚府书房亮起了灯，楚清月手执毛笔，在信纸上写着近来的状况，以及暂时不能够回到漠北的因由。本来是答应拓跋渊只需要1-2个月之久，便可以回到漠北。眼下这个情况嘛，至少5年方可，但无需担心，他和俩宝贝在萧国吃得好穿得暖。一封信落罢，楚清月将信件交给了义使，并且附赠了一笔额外的小费，示意义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封信送到漠北去。楚姑娘放心，咱们义使办事效率高得很，定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封信送到目的地。义使就差用自己的人头来保证他们送信的速度了。可拿到信离开楚府的义使转身就把信送到了三王府，交到了萧玉衡的手上。据义使转述，楚清月写的这封信呢，是要送到漠北的一个男人手中的。而他们了解到楚清月消失的5年都生活在漠北，再加上小灵儿口中的那个狼爹爹，种种信息联系起来，不得不让纳兰锦提着一口气。王爷，据我所知，漠北叫拓跋渊的只有一人，难不成三王妃信中所写的拓跋渊就是漠北狼王？如果楚清月心中写的拓跋渊真的是漠北狼王的话，那二人是怎么相识的呢？着实是让人觉得好奇。纳兰锦好奇地看着萧玉衡提起笔，在新的一张信纸上写下了一行字，而后将其与楚清月写的信纸合在一起，装入信封里，将信件800里加急送到漠北狼王手中。是，王爷。师傅，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儿了？大呼小叫的，难不成是霍安死了？霍大人还没死，不过也快了。师傅，您快去看看吧。师傅，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今天白天没啥异常发生啊，大理寺的所有人都照常的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等到雨停之后，霍安打算去大理寺卷宗室整理今日来的卷宗，却发现有贼人闯入卷宗室，于是乎二人便是打了起来。霍安武力值不低呀，怎么会伤得那么严重啊？那黑衣人用了卑鄙的手段下毒，刀刃上涂满了剧毒。黑衣人抓到没有？霍安身上的毒解了没有？难不成霍安嗝屁了？你来找为师的目的就是为了验尸？没有。师傅，你听我说完。霍大人身上的毒呢，已经被太医给压制下来了。不过霍大人伤势严重，要我找你去大理寺，他有话和你说。小歹一言，楚清月实在是想不出霍安找他去大理寺的原因是啥。如果霍安真的挂了，出于人道主义思想呢，霍安欠他的几百两银子和饭钱就算是随葬礼了。你找我过来到底有啥事儿啊？
楚清月，这是我大理寺卿的信物，从今日开始，你便代本官处理大理寺一切重案，直至本官康复之日。花，你是中毒了还是中风了？他就算是再傻也明白这枚令牌的意义是什么。大理寺隶属于皇帝之权，是一个国家法度的最高裁决所。大理寺卿相当于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如今霍安随意的将象征着大理寺卿的令牌交给他，是想让他早死早超生吗？楚清月，你听我说，我相信你早就应该察觉出来，大理寺有内奸。上次小侯爷在大理寺监牢内说的话只有你和我知，但红妆铺子的荣姐因此而死，必然是大理寺内出了奸细。今日我去卷宗室查看，那黑衣人所盗取的卷宗皆是关系到了平南王与血煞宗，能悄无声息进入大理寺卷宗室的人也必然是内部的人。欢，我平日里虽然是不修边幅，在你看来我或许只是一个疯癫之人，但请你记住，我楚清月不是傻子。一枚代表着大理寺卿的令牌，看似简简单单的将权力交给他，可是这件事情若是由深处去想，他不懂霍安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大理寺是隶属于皇帝的部门，大理寺卿也是皇帝所任命的官职，旁人就算是想要接受都难于上青天。如今霍安将代表大理寺卿的令牌交给他，仅仅只是因为重伤后的信任吗？傻子才会相信他的这一番说辞呢。楚清月，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你多心了。念在你我共事过的份上，我也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和三王爷之间没有关系，你也不用想着利用我做棋子，让三王爷和平南王互相残杀，达到让你主子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楚清月，霍安还想说什么，但是即将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黑气萦绕的一张脸浮现出丝丝苦笑。他或许以前想过利用楚清月来调出三王爷，让三王爷和平南王厮杀，可如今算了，事情的发生是他不能够左右的。楚清月从这件事情抽身也好，用马鸣千子的叶子和浮明花的晨露可去除你体内的毒，算是我最后能做的事情了。临走之前，楚清月告知霍安体内毒素的解毒之法。生能娶到月儿做夫人，真是三生有幸啊！你脑子被驴给踢了！娘子，你给我打住！越来越过分了，咱俩之间还没有那么熟悉吧？有啥话就直说。我心脏不好，容易犯病。本王只是听说昨晚上霍大人被刺，深感惋惜罢了。我咋觉得你脸上的表情不像是惋惜，倒像是幸灾乐祸呢？娘子误会了。误会个屁呀！祖宗啊，能不叫我娘子吗？我还想多活2年，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至于被叫去大理寺，霍安更不用强行塞给我令牌，我们俩也不至于闹掰，他欠我的钱也要不回来了。说到这儿，楚清月甚是心疼地叹了一口气，他主要是心疼那几百两银子，那可都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呢。辛苦夫人了，本王定然会弥补夫人的损失。不叫娘子，萧玉衡又改口叫了夫人。楚清月一双凤眸耷拉着，看着萧玉衡，要不是杀人犯法，他一定会敲碎了这货的脑壳的。传闻中的三王爷不应该是果断杀伐的性格，不应该是绝世清冷半天不放一个屁的孤傲之人吗？可谁能告诉他面前这个无赖是谁啊？娘子，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哥，能不叫娘子不叫夫人吗？就算是我求你了。爱妃，屋子里确实有一股焦糊的味道。爱妃你个蛋啊！我的炸鸡竟和萧玉衡扯皮来了。楚清月完全忘记了锅里还放着一只鸡呢。三王爷，老夫有一事不明呀，大理寺戒备森严，又是何人能闯入大理寺行刺霍大人？血煞宗。大理寺内有一件重要的政务，事关平南王的安危。平南王以高价命血煞宗将那政务盗取，若无法从大理寺拿回政务，便将其毁灭。总之，不能留在大理寺内。难不成是牡丹图吗？坊间传闻被诬陷通敌叛国，导致灭族的司徒将军，临死前的晚上
将平南王与血煞宗勾结信息绘制在牡丹图中。可除已经被斩首的司徒贺外，无人能够参透牡丹图的内容，便将其放在大理寺中妥善保管。平南王这是怕有人参透牡丹图的信息，因此派出血煞宗将其盗去，甚至将其毁灭。但好在霍安虽受重伤，但以命保住了牡丹图。不仅仅只是牡丹图，若事情只关乎到牡丹图还好说，但事情远不止于此，否则霍安也不会将代表大理寺卿的令牌交给楚清月，想要拉楚清月跳入这滩浑水之中。老头儿，你就别问了，咱们都是一群小老百姓，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够了，别人的事儿咱不操心啊。送走了祖宗，坐在小院中与楚天雄闲聊，别总喝酒，还当自己是20多岁的小伙子吗？爹也只是小酌一杯，大酒伤身，小酒怡情嘛。萧玉衡到底给了你多少西湖酿？不多，几坛子而已。能有点节操吗？几坛子酒就把你亲生闺女给卖了？非也，闺女，你太看得起自己了。这西湖酿可是限量款呀，贵得很呐。你个丫头，爹不是跟你说笑的吗？爹相中萧玉衡这女婿，一方面是三王爷的真性情，二来呀，是因为他能保护你们娘3个。真性情？老头儿，你哪只眼睛看到萧玉衡那货是个真性情的人啦？初次见面时候冷漠的要死，好像谁欠了他多少钱一样，可后来冷面阎王变成了奸诈狡猾的腹黑狐狸，坑得他不要不要的。随即那狐狸摇身一变，又成了泼皮馋鬼，变着法儿的赖在楚府蹭吃蹭喝。楚老头竟然说萧玉衡是真性情，可拉倒吧，这货要是真性情，那他楚清月就是纯洁善良的5好青年了。反正爹觉得三王爷对你们娘3挺好的啊，不是对咱们楚府有恩，几次3番的救你帮你，你爹我呀还真就认这个女婿了。楚天雄，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咱们家现在啥情况你不知道啊？躲都来不及，还主动往前送人头，你以为平南王是吃萝卜白菜长大的吗？楚清月相信楚天雄比他更为了解平南王的为人，当初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的话，平南王早就借着张家的手把他给咔嚓了。如果不是天泽和灵儿选择留在都城读书，他早就带着全家老小去漠北了，还用惹得这么一身的麻烦吗？闺女啊，爹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有些事情呢，不是你想要逃就能逃得掉的。老头儿，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闺女儿，你跟爹来也是时候告诉你咱们家的事儿了。你还记得爹给你说过的大夏帝国吧？记得。难不成咱们楚家是大夏帝国皇族？你闺女我是大夏帝国皇室后裔？不，闺女你想多了，咱们楚家祖上呀只是大夏帝国的将军罢了，和皇族血脉毛关系没有。你可认识这些图啊？老头儿，你别和我说这是万里山河图的其他残片啊！闺女眼神真好啊，这4张图正是其他4张万里山河图的残片。咱家不就只有1张万里山河图还在萧玉衡手里面吗？怎么会又多出来4张啊？这件事情还要从你爷爷的爷爷的就是爷爷的爷爷说起。那时候的楚家还是大家族，其他保存万里山河图的家族渐渐没落了，直到再也无力保护万里山河图的残片，便是遁入了深山避世。但在避世前，则是将万里山河图的残片交给了楚家先祖保管，于是乎便有了今天楚清月看到的4张万里山河图，一共7张万里山河图，咱们楚家就5张。老头儿，你厉害啊！这能怪爹吗？都是你爷爷太爷爷他们揽在身上的麻烦，你爹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女儿，你现在知道爹爹为啥要守着这1亩3分地了吧？现在你也知道咱们楚家的秘密了。爹老了，以后楚家就交给你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行就真的挖个坑埋了算了。这可咋办呀？喝了药高烧还不退，再烧下去，霍大人迟早玩啊！楚天雄也是跟着着急，他也没想到霍安竟然大早晨冒着雨跑来了楚府，一言不合就昏迷，也不知道这孩子要做什么。
老头儿，看你的了。爹爹可不会治病。你不是有西湖酿吗？药效达不到退烧效果的话呢，就只有用酒来擦拭他全身上下，达到物理降温的效果了。不行，万万不行呀！西湖酿是三王爷送给爹爹的礼物，那酒就算是有钱也买不到。不行！老头儿，你要是再磨蹭下去，霍安的这条小命可就要交代在咱们楚家了。到时候就算是有萧玉衡保着咱们楚家，也是难辞其咎。平南王那个老不死的玩意儿在火上浇油，咱们楚家也就走到尽头了。楚清月半威胁半实情的说出了霍安死之后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比起楚家的命运，他相信老头子能够分得清轻重缓急。楚天雄做着思想斗争，他当然在乎楚家的安危了，可是那西湖酿也是世间少有的东西，如此浪费的话他也心疼啊。还是挖坑埋了吧，我现在就去挖坑。你这孩子怎么说风就是雨啊？爹爹拿去还不成吗？为了楚家，为了女儿，楚天雄还是拿出了一坛子的西湖酿，为霍安擦拭着全身上下，来达到降温的效果。闻着满屋子的酒香，楚天雄眼中含泪，满满的都是心疼。整整半个时辰的时间，在用光了一坛子西湖酿的情况下，霍安的高烧总算是退了下来。楚清月，你不仅给我带来了麻烦，还欠了我一条命。别怪楚清月没有好脸色看，那天在大理寺的时候，他已经和霍安说的明明白白，从此以后他楚清月和大理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可转身这货一身血的找上门来，不用猜他也知道，霍安出现在楚家门口的那一刻，就代表着麻烦已经是找上门来了。对不起。说对不起有个屁用啊！话音落下，楚清月不再理会霍安，转身离开房间。不多时，楚天雄端来了一碗药，放在霍安床前的柜子上。你先好好养伤啊！我闺女态度虽然有些不善，但没啥坏心眼子。多谢楚老先生。喝完药先休息，好好睡一觉。有啥事儿啊，叫老夫一声就是了。说实话，虽然霍安曾经误判了他的案子，险些让他身首异处，于私来说他并不应该出手搭救，但于公来说呢，霍安确确实实是百姓心目中的清官好官，不能这么随随便便的死掉了。喝下药的霍安在药效发作后睡了过去。老头儿，你说咋办吧？要是三王爷在的话，就不用担心了。咱能自力更生嘛，别啥事儿都想着靠萧玉衡来解决，我也不想欠他什么了。况且从前欠下来的人情，好不容易用一张正版的万里山河图还清了，说是再欠下人情债的话，难不成要把另外4张万里山河图给出去吗？霍安的出现是一个意外，让楚清月措手不及的意外。大姐，我来啦！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家老爷子说楚府最近可能会有事情发生，让我来守着大姐。老侯爷让你来的？啊，老爷子的意思是说大理寺出了事儿，连带着楚府也栽了跟头，就让小爷过来守着，还让小爷转告大姐，如果真有什么不能处理的事情，可以调遣柳家俊。大姐，那天老爷子到底和你说了啥呀？为何你可以调遣柳家军？大姐，这个世界上除了老爷子和我大哥之外，就连小爷都没有调遣柳家军的资格。大姐真厉害。大姐，你知道吗？陛下千方百计想从我家老爷子手中拿走令牌，而且咱们柳家军可是7国排名前10战斗力的精英强将，每一个柳家军都是万里挑一的好手。这么说，你也曾进过柳家军？当年小爷我不是顽劣不懂事吗？和柳家军的韩参将打了起来，我爹一气之下呀，就将我驱逐出了柳家军军营。夜色弥漫在天地之间，刘宇安在楚府住了下来，负责保护楚府一家老小的安全。小侯爷，来喝酒。多谢大哥。啪的一声，楚清月一巴掌拍在了刘宇安的脑袋上，刘宇安吃痛的哎呦了一声。大姐，我哪里错了呀？你管我叫大姐，又叫我爹大哥，那你是让我叫你叔吗？说真的，楚清月是真的想不通，老侯爷怎么会生出这样一个铁憨憨的物种来呢？估摸着刘宇安在出生的时候，老侯爷把人给扔了，把胎盘给养大了。对，我把这茬给忘了，光顾着和我大哥不是我大爷喝酒了。娘亲，
外公不是敬酒了吗？天泽，老头交给你了，你要是能够劝你外公敬酒呢，娘亲就给你涨零花钱。哦，当真？听到涨零花钱几个字的时候，楚天泽那双丹凤眸微微一亮，起身来到楚天雄和刘雨安二人面前。外公，小侯爷。天泽呀，叫外公有什么事儿啊？小孩子一边去，没看见大人在喝酒吗？天泽确实不应该打扰外公和小侯爷饮酒，只是天泽有一事不明，这西湖酿乃是世间名贵的酒水，酿造的方法也极其复杂，但天泽方才查看了一下关于西湖酿的原料，其中便有一味药草。天泽是说无穷草吗？是的，无穷草。孙儿无意间看到无穷草酿酒的过程，无穷草本身十分坚韧，需要榨取里面的汁液方可入酒糟，于是便有了10几个成年男子赤着脚踩压无穷草之上，无穷草的汁液混合着男子的汗液，混入到酒糟发酵。换一句话来说，外公和小侯爷所喝的酒水，怎么不早说呀？小爷刚才喝下去的，那都是别人的汗水吗？天泽别闹，你看给小侯爷吓的。楚天雄尴尬地笑着，明知道外孙是故意说出来整蛊小侯爷的，小酌怡情，大酌伤身不假，但是外公的身体不适合饮酒，还希望外公莫要让娘亲担心才是。小侯爷别在意啊，孩子开玩笑罢了。这无穷草是经过重重筛选的嫩草，并不需要那样的工序，但喝无妨。闺女啊，老侯爷真的许你调遣刘家军的令牌了。不过我总觉得老侯爷的目的不仅仅是还人情而已，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说是单纯的因为救了刘雨安，便将调遣柳家军的令牌送给了他，那这份人情未免有些太大了。可楚清月一时间又想不明白老侯爷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不免觉得有一些烦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话尚且无碍，但若是其中牵扯到了萧玉衡，那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便更不在他的预料范围之内了。老头儿，你有什么意见吗？你真想听爹的意见吗？对于这事儿，楚天雄也是有所思考的。往小了说，老侯爷感念楚清月救了儿子一命，赠送调遣柳家军的令牌，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往大了说，便是要利用楚清月这一层关系与三王爷有所牵连。如今的萧国势力均衡，皇权、王权、兵权、商贾等等等等，都在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中延续。若是打破了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老侯爷这是在为侯爷府铺路啊！爹爹的意见很简单，按兵不动，除非危及生命，否则千万不能动用刘家军的兵符。想的一样，父女二人想到了一起去，他们现在只希望什么事儿都不要发生。咱家快没米了。这段时间呢，楚府快成了客栈了。三王爷是他楚天雄认定了的女婿，吃吃喝喝都不算什么。纳兰先生是灵儿与天泽的师傅，理应以礼相待。可烈风侍卫完全就是一只猪啊！别人吃饭用碗，他吃饭直接上盆儿。这下好了，刚送走一个烈风，又来了一个刘雨安。闺女啊，咱们家虽然不缺钱，可也不是养猪场呀。大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咋一身血腥味啊？是啊，闺女啊，发生啥事儿了？不是我和青年回来的路上路过龙凤祥糕点铺，想买点桂花糕的，谁知道遇上了命案。楚清月说着龙凤祥糕点铺发生的命案，刘雨安和楚天雄二人一听楚清月没受伤，这才放心下来。娘亲，你的意思是说，有人杀了罗家二小姐，将其头颅砍下来，伪装成龙凤祥糕点铺的女老板，并且将2名伙计杀死了？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娘亲，可还有别的证据吗？暂且没有，只是查出来被砍下首级的女性死者是罗家二小姐，而那2名伙计的真实身份还没有确认。楚清月与楚天泽母子二人之间的谈话，就像是2个成年人之间的对话，听得刘雨安脊背发寒。敏媛，有啥事儿直说吧。是吧？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敏媛这一次来就是要告诉楚清月，他们又发现了新的信息。
事关龙凤祥糕点铺的一些趣事儿。不仅如此，死在糕点铺楼梯口和门口的那2个男人也不是什么伙计，而是罗二小姐随身的家丁。3名死者的身份现在可以确定下来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罗家的二小姐罗雨薇和2名家丁为什么会死在龙凤祥的糕点铺里呢？而且还被人伪装了身份。那真正的高凌霜、李宇轩以及糕点铺的5名伙计又是去了哪里？情杀、仇杀、财杀，亦或者是其他原因导致了这3个人的死亡呢？高凌霜的相公李宇轩嗜赌成性，而且欠下了不少银子。他们在查罗二小姐的时候提到了李宇轩这3个字，也是巧了，地下赌场的老板一听到这3个字就是气得直跳脚。李宇轩前几年沾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经常在地下赌场赌博。龙凤祥糕点铺虽说挣钱，可也经不住李宇轩这么折腾呀。慢慢的，糕点铺就出现了亏空，李宇轩的赌性越来越大，欠下的赌债也是越来越多了。明媛叔叔，罗家很有钱吗？罗家是商贾世家，钱多的都花不完。而且我听几个丫鬟私下提及罗二小姐和李宇轩的事情，好像2人之间似乎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娘亲，不正当的关系是指什么呀？就是说这俩不是什么好人。楚清月努力的用单纯的词语解释着所谓的不正当的关系。据罗家的丫鬟说，曾经看到李宇轩和二小姐单独出去幽会了，因为这件事情罗家老爷还发了脾气。哎，师傅，你说会不会是高凌霜和李宇轩因为欠下的赌债太多，想骗罗二小姐拿钱，但几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他们夫妻2人谋财害命，杀了罗二小姐，然后……从目前的信息上来看，闵元的说法是最后可能的一点，可楚清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除此之外，还查到了什么信息了吗？还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但和案件无关，也是我无意间听到罗家丫鬟说的。闵元不知道他听来的这些信息有没有用，但还是一股脑的将其全部说了出来。罗家老爷似乎是很早就知道自己的2女儿与一个有妇之夫认识的事情，但是罗家老爷只发过1次脾气，之后就默许了2个人来往，这是其一。第二呢，也是关于罗家的事情。听说罗家以前干了一些不怎么光彩的事情，至于怎么不光彩，他就没有打听到了。老头儿，我要是和一个有妇之夫有着不正当的关系，你会怎么做？打断你的腿，再打断李宇轩的狗腿。闵元，你再去问问地下赌场的老板，看看能不能从他的口中问出更多关于李宇轩和高凌霜的事情。一大清早的有啥事儿啊？祖奶奶，你可算是来了！哎，来，跟我进宫。等等，我为什么要进宫啊？自然是去救王爷呀。他们今儿刚一回到萧国都城，都还没有来得及迈入楚府，王爷就被刘太妃叫去了皇宫。刘太妃叫王爷进宫，说是拉拉家常，叙叙旧，实则呀是在皇帝的授意下让王爷选妃。选妃就选妃啊，你们家王爷也是20好几的人了，不是正好吗？你这话若是让王爷听到了，少不了挨揍。我告诉你啊，陛下和太妃已经知道天泽和灵儿是王爷的孩子，一旦王爷被逼着选妃，新王妃入府之后，就会以王府血脉的说辞，要灵儿和天泽认祖归宗。不可能，天泽和灵儿是我楚清月的孩子。我知道天泽和灵儿是你和王爷的孩子，可你又不表态，皇帝自然要钻这个空子了。到时候新王妃入了王府，打你的娃还不让灵儿天泽管你叫娘亲，哎呦，我都为你不值啊！再说了，这一次只要进宫帮王爷挡一挡，让太妃啊死了这个心就行了。王爷说了，到时候无论你提什么条件，王爷都答应。滚出去，给老娘2刻钟的时间。楚清月凤眸半眯，对于别的他都不在乎，但是竟然敢把主意打到天泽和灵儿的身上来，那个腿儿的，真当他楚清月是纸糊的吗？得嘞，我在外面等你。啊，你的终身大事最是让哀家担心了。三王妃的位置空缺了这么久，也是该找个女人操持一下后宅的事情了。太妃啊，
玉衡府上已经有了王妃，您不必操心了。哀家怎么不知道啊？皇帝可没有说过你有妃子了。玉衡难不成说的是楚家的大女儿？正是，太妃应该也知晓本王和月儿已经育有一双子女，所以本王自然要对月儿一生一世的好。萧玉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正巧楚清月踏入到祥和殿内。皇爷对月儿这般好，月儿自然也要与王爷生生世世和和美美才是。太妃娘娘万福金安。起身吧，你就是玉衡口中的月儿。来来来，坐到哀家身旁，让哀家好好看看你。是，太妃。楚清月起身走上前，坐在了太妃身侧的椅子上。告诉哀家，你是怎么抓住玉衡的心的呀？哀家都给玉衡介绍了那么多的女子，她连瞧都不瞧上一眼呐。楚清月来之时，听纳兰锦提起关于刘太妃的一切，可以说刘太妃的一生若是能够用2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传奇。宫斗界的一姐，从一个王府庶女逆袭成为后宫霸主，虽没有皇后的头衔，可是掌控着后宫的权力却不容小觑，能以一己之力护着当今皇上萧景瑜与三王爷萧玉衡2人在20年前的宫乱之下活下来。用纳兰锦的话来说，若是没有刘太妃的话，今日萧国的天下也不会有皇帝萧景瑜和三王爷的存在了。哀家听火安那个小子提起过你呀，说你验尸破案的能力比许多男子都要厉害。多谢太妃夸奖。本王的月儿特别厉害，当初若没有月儿的话，怕是本王便会被误认为杀人凶手。妾身季如烟，是丞相嫡女，见过三王爷。刘太妃怎么会不知季如烟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呀？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一眼便是看穿了季如烟的小心思。也好，她也想看看玉衡和楚清月之间到底是否真的有情，还是只是为了敷衍她做戏罢了。玉衡，清月呀，这个是季丞相家的女儿，也是到了婚配的年纪了。你2人若是觉得还成啊，便将她带回府上做个侧妃吧。太妃，玉衡一辈子只有月儿一妃。萧玉衡这边刚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季如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如烟知道自己还有诸多地方不如姐姐，但是如烟会认真的学，一定会伺候好王爷和姐姐的。清月呀，你怎么说啊？这自古男人3妻4妾是常有的事情，哀家想问问你是什么意见呐？楚清月起身走上前，搀扶起了他。多谢姐姐。别谢我，我也不是你姐姐，只是担心这地上凉，若是生病了，还得我们三王府来掏医药费。王爷你也是，把这么楚楚可人的姑娘都给吓哭了。月儿真是冤枉本王了，本王与她并不相识，又何来吓哭一说？本王眼中只有月儿一人。好了好了，哀家都一把年纪了，可看不得你们这么秀恩爱的。哀家听闻玉衡的一双儿女都5岁了，正巧过几日便是萧国的河灯节了，到时候玉衡和清月带着他们进宫来，让哀家看看。闺女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老头儿，你说咱们要不要开个店啊？爹跟你说，开店费心费神，你手里不是有钱吗？还开什么店呀？况且有三王爷在，也不能让你饿着不是啊？听三王爷说你们要成婚了。成婚？何时成婚啊？哎呀，你这话说的当然是你和三王爷呀，难不成还是爹和三王爷吗？你娘也不干呀。老头儿，这话是萧玉衡跟你说的？那还有假呀？你以为三王爷和你一样没正经吗？人三王爷可是一口一个唾沫钉子。爹，我进宫陪着萧玉衡演戏只是权宜之计，是为了灵儿和天泽。哎，女儿啊，爹爹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总是不接受三王爷呀？难不成你心里有别人了？爹，你为啥一定要急着把我嫁出去啊？我一个人也能好好的照顾2个孩子的，照顾你和妹妹。楚清月是真的没有想过成婚这个问题，她能确保2个孩子衣食无忧，有个快乐的童年，能确保照顾父亲和妹妹，也能够保护楚家。她是怂，是不想招惹麻烦，是想着要借用侯爷府的势力保护楚家一家老小的安危，但是她并不怕。若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自然有法子应对。是，她是和萧玉衡有过一晚上，那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她也承认2个孩子确实是萧玉衡的血脉，但还是那一句话，在萧国的这5年生活里，她只想平平安安就好，无关皇室，无关所谓的争斗，无关任何一方的势力。我知道三王爷对我对2个孩子很好，可是楚清月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来形容心底的那种感觉。女儿啊，你是怕失望吗？算是吧，我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要的是平静中的小幸福，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而与我诈勾心斗角，仅此而已。他一直拒绝萧玉衡的好，也是因为如此。这里是个封建制度的古代，男人3妻4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何况萧玉衡还是一国的王爷，与其过得像是电视剧和小说里头发生的情节，一个人潇潇洒洒的有何不好的？好吧好吧，爹爹呀也不再逼你了，感情方面的事情呢，你也长大了，自己有所思考。楚天雄打了个哈欠，安慰着楚清月的情绪后便离开了书房。殊不知前脚刚刚离开书房的楚天雄，后脚回到自己房里，立马提笔写信，信中的内容大概就是楚清月如何的想法。至于这封信给谁的，自然不用多想了，别人都是坑爹，楚天雄是坑闺女。不过这也不算是坑闺女，做爹的只是希望女儿能有个好归宿，而他相当认可萧玉衡当楚家的女婿，别人也不行。翌日一大清早的，闵元火急火燎的赶到了楚府。师傅，大事不好了！高凌霜和李宇轩的尸体出现在了西郊3里外的碎石坡上。高凌霜和李宇轩都死了？啊，死得老惨了！本以为找到高凌霜和李宇轩就能够发现新的什么线索，可谁也想不到发现的竟然是2具不成样子的尸体，唯一的线索也中断了。这是楚姑娘的东西，那日在碎石坡回来的路上掉了，还劳烦王爷交还给楚姑娘。这东西月儿并不需要，再者月儿是本王的女人，霍大人注意一下自己的措辞。王爷说笑了，楚姑娘还未曾婚配，下官不认为有何不妥。霍大人或许还不知道吧，不日之后本王便会迎娶月儿过门，再见之时，霍大人应尊称月儿一声三王妃。一句话音落下，萧玉衡以绝对完胜的姿态转身离去，并不理会也不在乎霍安眼中复杂的神色为何。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战争，一个小小的霍安没有任何插足之地。萧玉衡太清楚霍安看楚清月的眼神代表着什么意思啊，但还是那句话呀，楚清月5年前便是他的女人了，现在将来也仍旧都是。王爷，三王府的厨房就好了，要不要点了？清冷的2个字落下，接收到命令的烈风了然于心，他一定不负王爷所托，一定会把三王府的厨房点得干干净净，让楚清月找不到任何的借口赶他们离开楚府。楚清月哟，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平南王爷吗？楚清月，别以为你侥幸击退那几波杀手就沾沾自喜，以后走路呀小心一些，遇到磕磕碰碰是小事儿，若是牵连到你俩可爱的儿女，连本王也会替你惋惜呢。平南王爷也要小心一些才是，如今大把的年纪，还要操心不该操心的事情。说是有一天暴毙身亡，或许我会去你坟前弹奏一曲极乐净土，悼念一下。平南王自然是真的不晓得什么是极乐净土，但是很确定一件事情，这无知妇人在骂他。那本王倒是要瞧瞧，究竟呀到底是谁先归西。一句狠话落下，
平南王的马车远去。大姐，要不要晚上偷偷潜入平南王府剁了这个老王八蛋呀？一了百了。敢威胁大姐，威胁2个小萝卜头，娘了个西皮的！就算你是平南王又如何？这样给灭了你！这事儿我自己能解决，不用牵扯到侯爷府。楚清月有自己的打算，既然平南王已经是威胁到他的头上来了，若是再坐以待毙，后果不堪设想。今日是河灯节，原本萧玉衡要带着楚清月和一双儿女进宫去的。你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娘子的事情便是本王的事情。大哥，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娘子想说什么？来，先把药喝了。坐在床上的楚清月看了看面前的药碗，又看了看眼前的萧玉衡，眼神在二者之间来回徘徊着。你是不是想要毒死我，然后独占灵儿和天泽？别怪楚清月说出这么欠揍的话，来生理期的女孩子大多数都没啥耐心和脾气，疼痛折磨的她们都快要疯掉了。楚清月也是如此。娘子多虑了，这药可以缓解疼痛，乖，喝药。萧玉衡连哄带骗，总算是为楚清月喝了一碗药。娘子方才要问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是因为天泽和灵儿吗？若说5年前本王便在意你，娘子可信，因为本王知道，从5年前的那个夜晚开始，你便闯入了本王的世界。娘子，本王想知道灵儿口中的狼爹爹是何人？拓跋渊，漠北狼王。拓跋渊5年前血月那一夜，我离开白云寺之后就没有回到楚家。5年前白云寺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本应该回到楚家，但是在回去的路上有黑衣人追杀，为了不给楚家带来麻烦，楚清月这才骑着马离开了都城，以至于离开了萧国，无目的的一直前行，直到了七国和漠北的交界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了战场上将死未死的拓跋渊，并且耗费精力将其救活了。拓跋渊是漠北皇族的皇子，在战场上被兄长派来的人刺杀，这才身负重伤，以假死的状态蒙骗了杀手。当时为了1万两银子，他只好一路拖着拓跋渊前往漠北都城。一路上二人从相互鄙夷吵架到后来的默契，最后在旧臣的帮助下，拓跋渊复仇且坐上了漠北狼王的位置。这过程必然是血腥无比的，而且在这其中他也数次救了拓跋渊。功成身退的他便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魔都，正巧赶上楚天雄的生辰和母亲的10年忌日，于是与一双儿女回到了萧国都城。辛苦娘子了，本王一定弥补娘子所受到的苦难。你可拉倒吧，你是王爷，这个年代3妻4妾都是正常的事儿，但偏偏我呢就是一个小气巴拉的女人，不喜欢和别的女人分享男人。我承认王爷你做过的很多事情都让我觉得很感激你，我也铭记在心，但是我更清楚咱们之间是有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的，我也不再是一个15、16岁幻想着美好爱情的小姑娘。娘子，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有人要你纳妾怎么办？本王便杀了那人。如果有一国的公主想要嫁给你，并且1、2国之间的邦交作为要挟怎么办？本王无惧开战。如果我是恶魔，天下人都要我死，你怎么办？那本王便和娘子一起成魔，屠尽天下人。楚清月知道自己问出的3个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很是白痴，但是得到的答案让他觉得很是满意。娘子，如果你面前有1000万两白银和即将落水的本王，娘子会如何抉择？那还用问吗？当然是1000万两白银啊。娘子，你这样回答，本王很受伤啊。萧玉衡本应该带着楚清月和一对子女前往皇宫，但因为楚清月生理期的疼痛，便派人告知太妃，今年他与娘子留在楚府过河灯节。师父，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查出来杀了高凌霜和李宇轩的凶手了。这么快吗？霍大人连日彻查，不仅查到了杀死高凌霜和李宇轩的凶手，也查明了李宇轩和罗宇威2人之间的关系。霍大人梳理了整个案件的一些细节，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怎么说呢？顺利，太过顺利了。对，师父说的对，一切事情发展的方向太过顺利了。霍大人就是这个意思。
在发现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妇二人的尸体之后，紧接着便找到了杀死二人的真凶。那真凶也交代出是看高凌霜夫妇两个携带了大量的钱财，这才起的杀心。但问题来了，认罪的黑衣杀手证词之中只说杀了二人，但却并未提及将夫妻二人肢解了。所以楚清月心中的疑问和霍安所纠结的问题是一样的，杀了高凌霜和李宇轩二人的杀手不过是顶罪之人，真凶另有其人。整个案子看似渐渐真相大白，实际上发现的真相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时候不早了，若是没有别的事情，你先退下。还不等闵元再次开口问着楚清月对这件案件的想法之时，萧玉衡一句话下了逐客令。感受着萧玉衡身上源源不断迸发出来的威压，闵元连连吞咽着口水，起身离去，生怕走晚了会被三王爷给千刀万剐了。大哥，你能不能对我徒弟客气一些啊？娘子说的是，早些休息吧，天色也已经不早了。楚清月，有什么事儿啊？回来可好？仅仅4个字，却是包含着霍安太多想说的话，却全部都将其杂糅在这4个字之中。不论于公还是于私，他都希望楚清月不计前嫌回到大理寺，回到他的身边，像从前一样跟他出现场，一起破案，一起讨论案情。本王不知霍大人口中的回来可好是回哪里？娘子怎么一个人出来了？这个我说我路过，你信吗？当然相信，娘子说的每一句话本王都相信。萧玉衡笑着，笑得楚清月背后直发毛。啥意思呀？啥叫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相信？有啥话能说明白不？别整得云里雾里的，好像他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萧玉衡的事情一样。娘子，夫人。萧玉衡再一次叫着楚清月，可楚清月只顾着愣神了。月儿。那个什么，我真的只是路过，然后好奇心一起来就去龙凤祥糕点店看个究竟，然后霍安就来了，我要走的时候他就拽着我让我跟他回大理寺办案。楚清月一股脑的将龙凤祥糕点店发生的事情说了个清清楚楚，字字句句中表明着他和霍安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事情。本王自然相信你啊。相信我？那你还生气个屁啊？害得老娘还以为本王吃醋了吗？本王确实是吃醋了。无论夫人做什么，本王都会相信你，但本王不喜欢别的男子对你意图不轨。你的意思是霍安对我心怀不轨啊？别开玩笑了，霍安可是钢铁直男的典范，能让霍安动情的女子那要多么的完美无瑕呀。很显然楚清月并未了解霍安，而且也对霍安从来都没有男女之情的想法。三王爷，叫父王。阳光之下，一大一小2个人用那相同型号的丹凤眸看着彼此。三王爷会不会出手打小屁孩啊？刘宇安担心这个问题。萧玉衡是什么样的存在？那是连皇帝都敢对的人。用他爹的话来说，当年要不是因为一些事情，如今的皇帝就是萧玉衡，而不是萧锦瑜。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陛下总是处处忌惮着三王爷，也处心积虑的想将三王爷从这个世界上抹杀掉。但是三王爷也不是吃干饭长大的，手中不仅握着重权，而且还有一道密旨。至于那道密旨是什么，他不知道，也是听老头子说起，密旨好像是关乎于皇位什么的。反正这几年来，皇帝和三王爷之间的较量明争暗斗。小侯爷，你傻呀！楚天泽可是王爷的儿子，王爷怎么会下得去手呀？别吵吵，以后不准你再接近我娘亲和灵儿。本王是你和灵儿的父王，是娘子的夫君，为何不可接近？就是不准！我和灵儿是娘亲养大的，即便你是我和灵儿的生父也不作数。想让我叫你父王，在下还是劝三王爷死了这个心嘛。本王承认这5年的时间疏于对你们母子3人照顾，但那是从前。不管你承认与否，本王是你的父王，你是三王府的世子，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我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我是楚天泽。父王已经给你报名了7日之后的考试，
为父断定你考不了前10名。三王爷少瞧不起人，7日之后的考试，我若是考不上前10，我楚天泽从此以后便跟你一个姓。楚天泽再怎么聪慧，终究也只是一个5岁的孩童啊，哪里能够斗得过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狐狸呢？而且还是狐狸中的极品狐狸精萧雨恒。父子2人定下誓言，7日之后的考试，如果楚天泽考不进前10名，楚天泽就会改姓萧，叫萧天泽。如果楚天泽顺利的考进前10呢，那萧雨恒便会应下楚天泽的一个条件，任何的一个条件都可以。三王爷，咱们走着瞧。王爷，您也猜得出来小世子啊提的条件是什么？对啊，王爷，万一小世子让咱们卷铺盖走人，以后不就吃不上三王妃做的饭了吗？本王只答应小家伙提出任何条件，并且承诺实行。纳兰锦伸出了大拇指啊，那眼中的神情别提有多么的佩服了。王爷就是王爷，无耻程度真的是他们遥望不及的存在。他都能够想象得出楚天泽那个小家伙知道自己被王爷摆了一道之后的表情。一日，天泽怎么起来的这么早啊？娘亲啊。楚清月并不知道儿子和萧雨恒之间打了什么赌，但见儿子这般的用功，他这个当娘亲的心疼啊。宝贝啊，娘亲不希望你登高仕途，只希望你能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童年。比起你和灵儿的快乐，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咱们不去当神童。娘亲放心，儿子知道分寸。那就好。晚上想吃什么呀？娘亲替你做。天泽想吃娘亲包的小馄饨。娘亲，灵儿也要吃小馄饨。好，那咱们晚上就吃小馄饨。好啊。住手！光天化日之下欺负老人家，你们还要不要脸啊？小侯爷，您怎么来了？难不成这些道路是你们家铺的吗？小爷愿意走哪儿就走哪儿，用得着你管呀？啪的一声，刘元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一个人的脑壳上，问着他为什么要殴打老人呢？你他娘不知道尊老爱幼吗？小侯爷饶命，这个老不死的偷了我家东西，罗老爷这才命我2人来拿的，不信你看呀。看到翠玉耳环的那一刻，楚清月走上前夺过了翠玉耳环。这一只翠玉耳环是从哪里来的？我大姐问你话呢，你耳朵聋了还是哑巴了？我说。男人如实交代这一切。翠玉耳环是罗家的东西，一直是罗二小姐所有。今儿罗老爷命人处理府上的东西，这老不死的便趁机偷走了翠玉耳环。老不死的偷了东西，我们只是奉罗老爷子的命令把他抓回去。2个罗家的下人说着前因后果。楚清月将翠玉耳环放置在阳光下，仔细地端详着，和他在龙凤祥糕点铺发现的翠玉耳环是一模一样的。那就奇怪了，为什么好好的一对翠玉耳环，一只在罗家，而另一只却是在龙凤祥糕点店？难不成是罗雨薇带出来的？雨薇呀，别怪爹爹心狠，错就错在你不该把那些事情告诉李宇轩和高凌霜，爹爹也只能如此了。罗家老爷躲在床底下的楚清月皱着眉头，直觉告诉他，罗家老爷说的这些话中隐藏着重要的信息。罗家老爷在房间中坐了一会儿后便离开了房间，走之前还将门给紧紧地锁住，并且放了一把火将整个屋子都点燃了。要不是楚清月利落地从后窗逃了出去，怕也是要与这屋子一同化为灰烬了。娘子在想什么呀？以后麻烦三王爷进来的时候先敲门，可以吗？半日未见，本王甚是思念娘子。说人话。娘子聪慧，看来本王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娘子啊。过10几日，皇宫宴席，文武百官携带家眷入宫入宴，本王也自然要带着咱们一家4口入宫。我这儿没问题，你若有法子说动灵儿和天泽，去也无妨。楚清月无所谓的耸了耸肩，他承认自己对这个狐狸一般狡诈的王爷动了心，当然只是小小的动心了，至于其他方面还需要慢慢的接触嘛。但灵儿和天泽这2个小家伙有自己的主意，他尊重2个孩子的意见。
所以说能不能说动2个小人精，就要看萧玉衡自己的本事了。娘子放心，本王自有妙招。师傅，霍大人让我来告诉你，那单只翠玉耳环已经查到来源，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证人所言，翠玉耳环是罗二小姐生母的东西。罗家老爷是上门女婿，夫妻2人看似恩爱，实则并不和睦。罗二小姐更不是罗老爷亲生的女儿，并且当日有目击证人看到罗雨薇带着家丁去龙凤祥糕点铺的时候，并没有带任何的包裹。也就是说，一开始猜测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妻2人谋财害命都是假的，事情几乎是完全被翻了盘啊！所有来证明高凌霜和李宇轩杀害罗雨薇谋财害命的罪证等同作废。霍安还说别的了吗？其他的没有了，霍大人只是让我将这些转告给师傅。哦对了，霍大人还说，若师傅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让师傅前往大理寺卷宗室。当然，这句话闵元可是没说出口。一来就算是说了，师傅也不会去；二来有三王爷在眼前，给他180个胆子也不敢说呀。那师傅没事儿，我就先走了。看着闵元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背影，楚清月始终是半眯着双眸的，凤眸中满满的都是不解的神色。娘子是不是在想罗雨薇之死与高凌霜、李宇轩夫妇2人有没有关系？娘亲，如果先前的证据都没有用，那可不可以认为高凌霜、李宇轩和罗雨薇都是被害者？3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关联，这才遭遇了毒手啊！今天我去罗家的时候，听到罗老爷说了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他说：“别怪爹爹心狠，怪就怪你把事情告诉了高凌霜和李宇轩。”娘亲，假设凶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谋财害命，而是单纯的想要除掉被害者呢？楚清月点了点头。目前来说，这是最大最可行的一个解释。那这么来说，所有的疑点如今都聚集在罗老爷的身上。若是想要解开凶案的真相，便要知道罗老爷口中说的这个秘密是什么。一日，楚清月让刘雨安送一封信到大理寺，信上写了一些关于案件的种种疑点，他相信霍安能够查得明白。不过他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因为要帮助霍安，而是因为可怜罗家2小姐以及无辜死去的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妻2人。霍安，这是我大姐给你的信，我大姐说你看了信就能明白了，至于能不能顺利结案，就要靠你自己啦。一封信落在了霍安的面前，霍安当众拆开信件，看着信件上楚清月所罗列的信息，浓眉大眼从苦闷逐渐转变成了明朗。本官就知道楚清月不会让我失望。来人，带罗家老爷上堂。在霍安的审问之下，在一条条铁证如山的罪证下，罗岩认罪伏法。霍安，你的意思是罗岩杀了他2闺女，然后嫁祸给高凌霜和李宇轩，再买凶做掉了高李夫妻2人？案件的过程他是听懂了，可案件的有些细节他还是不明白。罗雨薇不是罗老爷子的孩子，罗雨薇知道了罗老爷的秘密，然后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李宇轩和高凌霜。高凌霜和李宇轩夫妻2人心善，想要救罗雨薇，但是却被调虎离山，骗到了碎石坡。罗老爷利用这个时候杀了自己的女儿，将其嫁祸给高李夫妻2人。然后呢，当爹的为啥要杀自己的女儿呢？这当爹的也太狠心了吧！就算罗雨薇不是他亲生闺女，养了这么多年了，至于因为一点破事就痛下杀手吗？罗雨薇之所以死，是因为知晓了罗老爷子的秘密。罗老爷子在外面还有一个私生子，并且要将罗家所有的财产都留给私生子。再者，还因为罗老爷子暗中在外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利用罗家的这一层保护伞屏蔽了麻烦，所以才没有被发现种种。也是在无意间，黑衣人和罗老爷子商议事情的时候被罗雨薇听到了。罗雨薇惊恐万分，不相信父亲是这样的人，那傻孩子还傻傻的去找父亲对峙。可怜的罗二小姐本来就不是罗老爷子的亲生闺女，再加上最近罗家的变动，担心罗雨薇会泄露出去事情，于是便设下了这个局，让人误以为罗雨薇和李宇轩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真相大白了，所有凶杀案的幕后真凶就是罗老爷子。大姐，案子都已经结了，怎么还一脸不解的模样啊？人心呢，果然是最可怕的存在。案件结了是结了，但从这件案中，楚清月却是感觉到了一股凉意。为了利益，宁可设个局，杀了养了10几年的女儿，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大姐你放心，有我刘宇安在，谁若是敢动楚府任何一个人，小爷定会将他碎尸万段。刘宇安只当楚清月是在感慨人性凶险，不管如何，有他刘宇安在的一天，就别想妄动楚府的任何一个人。楚清月，本郡主限你3个喘息的时间，给我滚出来，否则别怪本郡主不客气了。你认识？眼熟，萧国的郡主不多，但是看着一身花枝招展的打扮，和小爷养的鹦鹉没啥区别，应该是镇南王的郡主南宫莹莹了。刘宇安上上下下看着南宫莹莹，不过听说镇南王府的郡主性子蛮横，常年居住在离城，怎么会突然间回到萧国都城，而且还气势汹汹的跑来楚府找事儿？请问郡主殿下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楚清月，你给本郡主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准你见玉衡哥哥，也不准再纠缠着玉衡哥哥。如果你敢违抗本郡主的命令，本郡主会让你生不如死。郡主殿下，这里是楚府，并非是萧玉衡的三王府，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大胆！你竟然敢称呼玉衡哥哥的名字！来人，给本郡主张嘴！南宫莹莹话音落下，两旁的嬷嬷走上前来，伸出手抡圆了臂膀，就要打在楚清月的脸上。可不等楚清月回击呢，刘宇安先一步解决掉了两个嬷嬷，一拳一个，狠狠地打在了两个嬷嬷的脑袋上。南宫莹莹，谁给你的权利在楚府撒泼呀？啊，你当这里是你镇南王府吗？刘宇安，本郡主和楚清月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插手，滚一边去！小死鸭崽子，你找死是不是？被骂的刘宇安双眼一瞪，就要冲上去好好的教训一下南宫莹莹，却被楚清月拽住了衣袖，制止住了他的举动。大姐，就这种贱兮兮的死丫头，不打一顿，她不会知道天高地厚的。刘宇安打人呢，从来不管男女，只管对错，更何况还骂了楚清月，骂了他。今儿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让南宫莹莹完好无损的离开楚府。楚清月，你若是个识相的，就赶紧离开玉衡哥哥的身边。谁知道你那两个孩子是谁的野种啊？本郡主今儿就把话给你说清楚了，玉衡哥哥只能是我的，你没有资格成为三王府的女主人。郡主方才说萧玉衡是你的玉衡哥哥，没错，玉衡哥哥只能是本郡主的相公，你一个人尽可夫的下贱东西，配不上玉衡哥哥。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正好今儿呢就跟你说明白好了，我身为未来的三王妃，可以明确的告诉郡主一件事情。怎么说你也是个郡主，你来我楚府闹事儿，脸呢？闹事儿？本郡主是来警告你的，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尊卑有别。我玉衡哥哥不是你这种娼妇能够配得上的。你再敢骂我大姐一句，信不信小爷当场捏碎你的脑袋？柳元，这里有你什么事情啊？别以为本郡主怕了你了。大姐，就这虎了吧唧的娘们儿，咱们还和她讲什么道理啊？先打一顿再说。可有受伤？没受伤，不过心情可是不怎么美丽。三王爷，南宫郡主可是因为你来找我大姐的麻烦呢，不仅要杀了我大姐，还想要鸠占鹊巢，做三王府的妃子。玉衡哥哥，不是刘元说的那样，莹莹是来找你的。玉衡哥哥，莹莹真的没有，你要相信莹莹，是这两个贱人合起伙来欺负莹莹的。南宫郡主，你能不恶心人吗？方才那彪悍劲儿怎么没了啊？被狗吃了？夫人放心，本王自然会将这件事情处理到夫人满意为止。来人！萧玉衡话音落下，三王府的侍卫们纷纷出现，将南宫郡主送回皇宫。没有本王的命令，不准踏入楚府半步。如若有任何不妥之处，杖毙。是王爷。不可能！玉衡哥哥，你不要听那个贱人胡说八道，莹莹真的什么都没有做。玉衡哥哥，你不能这么对待莹莹。任由南宫莹莹如何的叫着萧玉衡，
萧玉衡也未曾回头看他一眼。三王府的侍卫以强制性手段将南宫莹莹架着离开了楚府。南宫府的侍卫根本就不是三王府的对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郡主跟个小鸡崽儿似的被三王府的侍卫赶出了楚府去。夫人莫要生气。没生气，我生什么气？楚清月满脸都写着我没生气的表情，可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某女人很是生气。至于吃醋的生气还是因为别的原因，那就不得而知了。合着三王爷身边美女环绕，艳福不浅，我阻了三王爷的桃花了呗。当初白云寺我就不该睡了你。若是当初白云寺本王没有被夫人霸王硬上弓，今日又怎么会拥夫人入怀，还赠送一双儿女呢？啥意思啊？当初分明是你对我霸王硬上弓，你不乐意啊？不，夫人你误会了，本王乐意至极。夫人消消气。我没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呢？三王爷啥时候这么没底线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呀。纳兰锦摇了摇头，谁能想到5年前白云寺的事情发展到了今天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呢？谁又能想到世人眼中的冷面阎罗三王爷竟然是个宠妻狂魔？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楚清月知道他当初写给狼王拓跋渊的信被王爷做了一些手脚，会是啥表情啊？你没错，我没生气。本王错了，夫人莫要生气。你是三王爷，你能有什么错呀？错的是我呢不该掐了三王爷的桃花。本王对夫人之心日月可见，夫人消消气，为了一个外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我没生气。娘亲，帅爹爹和哥哥不会打起来吧？他知道哥哥不喜欢帅爹爹的原因，也明了帅爹爹一直想弥补，可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灵儿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要说出口的话。这一次来萧国都城见到了帅爹爹，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温柔，还要帅气，对他们又好，对娘亲也好。若是可以的话，他希望娘亲和帅爹爹在一起。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便是发生了。萧玉衡想要得到你哥哥的认同，那只能看他自己的了。当娘的自然很清楚两个孩子心中想的是什么，别看表面上一脸无所谓的模样，可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父爱。三王爷，咱们之间有所约定，我希望三王爷遵守约定的前提下，不要给我娘亲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昨日的事情是个例外，你娘亲已经了解事情的经过，本王与南宫莹莹之间并无任何男女之情。同样是冷着一张脸，萧玉衡的丹凤眸俯视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小萝卜头，话语中的冰冷就如同面对陌生人一样。明明是父子俩，怎么弄得跟仇敌一样呀？别人父子的事情就不要去管了。来，小侯爷，今日帮老夫个忙。啥事儿啊？老夫要出去见一见故人，又不放心青宁一个人在家，所以就只能拜托小侯爷帮老夫照顾一下青宁了。我？楚老头，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青宁妹子一看见我就跑呀？没事儿，这几日呀，青宁对你的态度改观了很多，老夫相信你。姓盛名谁？我不报名，我儿子报名。你儿子？一个5、6岁的小孩子，闹呢？这位大人，萧国律法并未禁止5、6岁的孩童参加考试啊。小毛孩子伶牙俐齿呀，断奶了吗？就敢在这里和本官犟嘴？信不信本官马上派人捉你们下牢狱，给你们安置一个闹事的罪名。萧国律法明文规定，以文采招怜天下贤才，但凡萧国子民皆可报名参加考试。如今大人这般阻拦，简直是弃萧国律法之不顾，蔑视皇权。楚天泽虽然只有5岁，但在楚清月的熏陶之下，对各国的律法也是涉猎一些。来萧国之前的路上，将萧国律法看了一遍，一双丹凤眸沉色看着官员。那又如何？本官就是不将你等记录在内。负责录入人员名单的官员压根就不在乎一个小孩子的口出狂言，甚至还让士兵驱赶着楚清月母子3人。围观的众人一脸怜悯，并非是对楚清月母子3人的怜悯，而是对那官途到头了的官员。
果然，不到半盏茶的功夫，一个身穿黑衣的侍卫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在官员耳边说了几句话之后，只听砰的一声，那官员2条腿一瘫软在地上，表情之惊恐，言语都难以形容。不用猜了，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必定是官员阻拦楚清月的小公子报名考试一事被三王爷给知道了，三王爷派人来调解了。老头，有饭吃吗？我饿了。喊，叫魂呢？怎么从楚府滚回来了？这姑娘是谁啊？儿子，谁家姑娘瞎了眼看上你啊？我大姐的妹子，我带青宁回来吃口饭而已。至于吗？不就是回来吃个饭吗？弄得跟山贼过境一样。再说了，他是侯爷府的小侯爷，回自己家吃饭，有必要防备着吗？楚清宁，楚清月的妹妹。伯伯你好，我是楚清宁。臭小子，你连一个傻子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老头，注意你的措辞，什么傻子不傻子，找抽呢？老子说错话了还不行吗？清宁姑娘怎么和你在一起啊？回来吃饭呀。楚老头出去见老友了，大姐带着天泽他们去考场报名，小爷又没钱了，就只能带着青宁妹子回来吃饭呀。老子就说吧，哪会有姑娘眼瞎看上你呀？老头，想打架吗？小子，老子看你是轴的，拿刀来！老头，你是不是彪呀？青宁害怕了。老子差点忘了这一场。你们几个赶紧去准备收啊！刘尚卿是知道楚清宁与常人不同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们家这个儿子鲜少顾及到他人的感受，如今竟然会对楚清宁如此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难得呀。好不好吃啊？好吃，伯伯也吃。挺好的一个孩子，哎呀，可惜了。可惜什么可惜啊？别看青宁妹子这样，但比世上许多女子都善良。臭小子，老子也没说什么呀。你眼神说了。刘宇安带着楚清宁吃了饭，又和柳尚卿要了一些钱，离开了侯府。侯爷，您给了小侯爷那么多钱，就不怕出事儿吗？老管家不太理解老侯爷的举动，小侯爷手里拿的钱不是100-200两银子，而是万两银票啊！从前小侯爷要50两银子，老侯爷都要磨叽半天，爷俩还要动手呢。如今老侯爷这是怎么了？你没察觉臭小子有变化了吗？没想到楚清月那丫头还真能帮老子调教儿子。起初刘尚卿将刘宇安赶到楚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躲清闲，他们父子俩一见面就打，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呢，要么刘宇安被他给打死，要么就是他被刘宇安给气死。于是乎呢，他直接将刘宇安甩给了楚清月。不得不说，这些日子他过的那叫一个清静呀，简直就是梦想中的美好生活。可今天刘宇安回来，本以为他和臭小子之间还会有一场拳打脚踢，没想到这小王八崽子竟然处处呵护着楚清宁那个丫头，甚至学会了压下怒火，有点意思。老爷，你去给本侯爷看看，臭小子拿钱都干什么去了？是侯爷。你们这是做什么去了？去我爹家吃饭了呀。回来的时候我爹给了我点钱，青宁妹子喜欢吃糖，小爷就给买了一些。灵儿、天泽来吃糖。谢谢二叔。谢谢二叔。刘于安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总叫着楚清月为大姐，俩孩子所以叫他二叔，也是理所应当之句嘛。实则并非如此，二叔自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了。皇上，莹莹刚刚回都城不久，还未熟悉都城的一切。楚清月，她便是持刀闯入了郡主府，当着刘贵妃的面前硬要行凶。你若是伤我，莹莹我无话可说，但你若是伤了刘贵妃，即便是你出府满门的性命，也不及贵妃娘娘的一条命。楚清月，我实在不知我如何招惹了你，可没想到你是如此恶毒之人。霍安，真有此事。回禀陛下的话，楚清月确实提刀冲入郡主府，但起因是因为郡主府的侍卫当街行凶，想要将楚清月和一双子女毙命。楚清月这才冲入郡主府与郡主理论，
没想到刘贵妃也身在郡主府内。霍大人，你这话分明就是在恶意重伤本郡主。本郡主何时派侍卫当街行凶，杀害楚清月母子3人了？就在南宫莹莹为自己辩解之时，御书房的大门再次开启。臣见过陛下，夫人，是何人伤了你？我没受伤，你怎么来了？本王的夫人被人欺负了，做相公的自然要为夫人讨回公道才是。玉衡哥哥，分明是楚清月剃刀伤了莹莹，你看莹莹的脸颊现在还是红着的。南宫郡主脸上的伤是夫人打的。怎么，心疼了？是心疼了，本王心疼夫人的手，下次直接砍了便是。有什么事情，本王为夫人担着。当街行凶，刺杀本王之子，南宫郡主好大的威风！不是的，玉衡哥哥，不是的，莹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都是楚清月她在陷害我的，是他提着刀闯进了南宫郡主府，他要刺杀我，还有刘贵妃。刘贵妃，南宫郡主所言之事，确有其事吗？回陛下的话，臣妾在郡主府与郡主聊着家常，便看到楚姑娘提了刀冲了进来，就要杀了郡主啊。刘贵妃将自己当时看到的一切详详细细地说给众人听，至于前因为何，她可不怎么关心呢。她只看到了楚清月持刀冲入郡主府，想要杀了南宫莹莹，仅此而已。人证物证俱在，三王爷可还有什么话想说吗？就如楚清月想的一样，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牵扯到了萧玉衡的身上。陛下，此事无关三王爷。夫人，你的事情便是本王的事情。陛下，即便是莹莹的侍卫先动手在前，那也是为了萧国铲除奸细啊。据莹莹所知，楚清月乃是漠北来的奸细，他这次回来就是要窃取萧国的情报。此话当真？南宫郡主应该明白自己这一番话代表着什么意思。莹莹有项上人头担保，楚清月乃是漠北的细作，只要去楚府探查，便可以查出他家中曾有漠北之物，足可证明楚清月的身份。美眸之中的得意与阴狠毫无保留地表达着。南宫莹莹好似已经预见了楚清月被五马分尸的下场。她原本不想这么快就亮出底牌的，尽管黑衣人告知她切莫在短时间内将此消息暴露出来，可此时此刻的她顾及不了太多了。若不趁着现在将楚清月铲除，日后将更加棘手。三王爷，对于楚清月是漠北细作的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回陛下的话，楚清月是本王未过门的妻子，本王自然相信夫人是清白之人，并非漠北的奸细。事关漠北和萧国，朕不得不慎重处理，暂时将楚清月押下天牢，等到事情查明之后再议。陛下，此事定有蹊跷，微臣相信楚清月并不是漠北的细作。他虽然知道楚清月和漠北是有所关系，但绝对不是细作。陛下，宁可抓错，不可放过。若楚清月真的是奸细，那将会是危害萧国的祸患呢。夫人放心，有本王在，何人也动不了你。我有一个问题很是不明白，南宫郡主是从什么渠道知晓我是漠北的细作的？自然是有人举报了。本郡主本是不想对你赶尽杀绝的，奈何你迷惑三王爷心智，将萧国置于危险之中。萧玉衡，他说我迷惑你心智呢，你怎么办？夫人可以更加主动一些，诱惑本王，不仅仅只是迷惑。夫人觉得如何呀？萧玉衡字字句句中透露着暧昧，恨不得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二人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陛下，虽然我不知道南宫郡主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不过我也得承认一件事儿，我确实是和漠北有些关系。当楚清月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南宫莹莹连珠炮似的给楚清月安置上了各种通敌卖国等等的罪名，恨不得萧锦瑜当场命人将楚清月拉出去问斩。急什么急啊？你就算是着急要我死，也要等我说完话才是啊。陛下应该认得这个牌子。我呢，确实和漠北有些牵连，但至于是不是奸细，就要看陛下的定夺了。陛下，治他的罪，他是漠北的细作。陛下，臣妾倒是不觉得楚清月是漠北留在都城的细作，
据臣妾所知，楚清月回到萧国之后，并未有什么举动。如霍大人所说的，今日之举也是在南宫郡主府侍卫危及到了楚家母子3人的性命之后方才发生的。刘贵妃是个聪明人，从萧锦瑜的神情之中捕捉到了是有变数，所以才说了刚才的那么一番话。果然，当刘贵妃的话音落下之际，萧锦瑜将令牌交给太监，示意太监将令牌交还到楚清月的手中。南宫郡主管教侍卫无方，朕由侍卫当街行凶杀人，即日起撤销郡主府一切权利，并在3日之内遣送南宫莹莹回西塞边陲之地，从此以后不得折返回都城。陛下，是楚清月生日在先的，楚清月又勾结了漠北，潜伏在玉衡哥哥身边，我是清白的，我什么都没有做。多谢陛下明察秋毫。为了庆祝今天来之不易的胜利，我决定今天晚上包饺子给你吃。你似乎从未告诉朕楚清月与漠北的关系。回陛下，臣还没有调查清楚这件事情，自此之前也不清楚楚清月与漠北到底有何关系。臣句句不敢撒谎，圣上明鉴，朕自然相信你。下去吧。看着霍安离去的背影，萧锦瑜眼中的笑毫无半分温度。陛下，霍大人自小便跟在陛下身侧，相信不会与3王爷串通一气，或许是真的不知道楚清月的身份。希望如此呀，只是朕很好奇，楚清月为何会有漠北狼王的令牌？整个漠北只有2块狼王令牌，一块狼王令牌在狼王拓跋渊的手中，另外一块狼王令牌呢，则是在神秘的越王手中。楚清月手中的这块狼王令牌背面刻着月字，萧锦瑜眼中的冰冷更深一分，浮现在唇角的笑意也更是浓烈一分。尤其是在提到楚清月3个字的时候，站在一旁的老太监内心重重的叹了一口气。你说你也是啊，明知道这是陷阱，还要非往里面冲啊！本王是担心夫人，原本还想以平常人的身份和你们好好相处，这下子好了吧？原来夫人是漠北越王，当真失敬。失敬个头啊！我本来是不想用这个身份的，这下好了吧？屁事一堆一堆的。楚清月皱着个眉头，这令牌呀，是拓跋渊的谢礼。当初拓跋渊在征战漠北割的后，说他出谋划策，立下了大功劳。于是便命人打造了2个牌子，一个他自己留着，另一个交给了他。2块狼王牌子，其中一便是他手中的越王，可以调动整个漠北的兵力。见到越王牌，就如同见到狼王本人一般。楚清月和萧玉衡说着漠北5年来的一些小事，虽说因为越王牌免遭了今日的劫，但也会因为越王牵扯到很多麻烦的事情。夫人放心，即便是天塌下来，本王也会为你顶着。说的好听，萧玉衡，我刚才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南宫莹莹那种脑子，能想出来这种连环套的计划吗？不是他看不起南宫莹莹，就他那种智商抠出来上秤量一量都没重量的脑子，压根儿就计划不出来一环套一环的计划。现在想想，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为的就是引他和萧玉衡上钩。别说一石二鸟了，如果他没有狼王令牌的话，那萧玉衡定然会与萧锦瑜大动干戈，到时候萧锦瑜就会以各种借口来诛杀萧玉衡，而萧玉衡为了保护他和一双儿女，必定会起兵相交。之后会发生什么，楚清月不敢去想，只能说密谋整个计划的人将所有的可能性都堵死了。还是那句话，若是没有了越王牌，他相信2人绝对不会轻易的离开皇宫。还有，南宫莹莹怎么会知道我和漠北有关系的？我最开始想过南宫莹莹背后的人是萧锦瑜，但是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可能性。萧玉衡看着楚清月认真思考分析的表情，丹凤眸微微向上一挑，大手拥着楚清月入怀，不由分说的便吻了下去。萧玉衡，你要不要脸啊？自从遇到夫人那天开始，本王便不曾要脸。你可是和本郡主保证过的，一定会除掉楚清月的，
可如今计划不但落空了，还让本郡主遭到了牵连，被驱逐出了京城。这一切为何？郡主心中不清楚吗？我不管，你们必须要重新想一个法子。本郡主一定要让楚清月死无葬身之地，还有，本郡主一定要留在都城。南宫莹莹只顾着发泄心中的怒气，并未注意到黑衣人眼中的杀意，也不曾感觉到危险即将降临。黑衣人一步上前，手中的匕首极快地闪过。你留着你这种蠢货在世，楚清月必然会循着踪迹查到血煞宗的头上。处决完了南宫莹莹，血煞宗的黑衣杀手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翌日，第一案发现场，第一死亡现场，死者被一刀毙命，伤在脖子上主血管。熟人作案，最起码2个人认识。不错，有进步。师傅，我实在找不到其他有用的信息了。闵元已经把南宫莹莹所有值得检查的地方都查了一遍，确确实实没有找到凶手的信息。而在房间里头走走去去的楚清月停下了脚步，在书架的暗格中敲敲打打了好一会儿，终于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在暗格中有几封信，将其他的几封信拆开来，看着信件上白纸黑字的内容，楚清月笑出了声。凶手已经找到了，信纸是南宫莹莹和血煞宗那帮完犊子的玩意儿往来的密函，目的就是除掉楚府上上下下，除掉楚清月，并且还在信中详细的告知了南宫莹莹整个计划要如何去做。不过血煞宗这群人怕是想象不到南宫莹莹的蠢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将整个计划都给搞砸了。不用想也能够想得到，一定是血煞宗的人被南宫莹莹惹毛了，这才杀人灭口，毁尸灭迹。血煞宗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南宫莹莹竟然还会留着这些书信，给你们皇帝去看看吧。南宫家勾结血煞宗。哦，对了，昨天多谢了。楚清月从怀中拿出了一瓶药，扔到了霍安的手中。霍安也没有拒绝，收下了药粉。言语间的感谢，本官不接受。怎么还需要老娘跟你3跪9叩谢恩不成？本官也想吃饺子。霍安很羡慕闵元可以无拘无束地出现在楚府，吃到楚清月做的饭菜。他更羡慕萧雨恒能够随时随地出现在楚清月身边保护他，不惧任何的目光。行，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想吃什么馅的？师傅，霍大人不吃蘑菇。那好，我就包蘑菇馅的。这女人是故意的。师傅，霍大人出事儿了。霍安死了？记得上次闵元说霍安出事儿是受了重伤，难不成这次死了？上午不是还在南宫府检查尸体吗？大眼仔还嚷嚷着要吃饺子呢。不是，霍大人被押入天牢，3日后问斩。啥？霍安被押入天牢，3日之后问斩？路上说陛下召见你入宫，三王爷也在宫中。进宫的路上，闵元说着从南宫郡主府离开之后的事情。从南宫郡主府分别后，闵元和霍安等一众大理寺之人在回大理寺1个时辰之后，霍安离开了大理寺，直至有人报案说西城河上发生了凶杀案，而且凶手还是大理寺卿霍安。西城河位于都城西边，在河上立着一处小岛，小岛不大，但是有一处四面通透的凉亭。许多人亲眼看到霍安手持凶器，残忍地将一群无辜的下人杀害。而且被杀的人中不仅仅有工部侍郎、户部侍郎的公子，还有天刀山庄的少庄主袁卓。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和天刀山庄庄主袁庆联名上书要法办霍安，人证物证俱在，萧景瑜也就只能先将霍安收押进天牢之中，并且委任楚清月严查此事，3日之内要查清楚事情的原委。楚清月，朕命你全权接手此事。若大理寺卿霍安乃杀人真凶，朕绝不姑息；可若是有人蓄意陷害，朕限你3日之内找出凶手。3日期限是不是有点太急促了？陛下，此事关乎到户部、工部和天刀山庄，万不可儿戏呀！求陛下还我儿一个公道呀！说话的是户部侍郎李大人。李大人跪在地上，哭得眼睛都肿了，一个劲儿的要萧景瑜杀了霍安，以祭他儿子的在天之灵。朕意已决，楚清月，朕
限你3天的时间破案。夫人，霍安一案你接与不接都可，有本王在，夫人无需担忧。萧玉衡冷眼看着萧锦瑜，即便龙椅上坐着的萧锦瑜仍是当今圣上，楚清月是真想伸出大拇指给萧玉衡点个赞。我欠了霍安一个人情，而且我也相信霍安虽然愚忠木讷，但是不至于无缘无故的杀人。夫人当真心善呀。诸位大人也听清楚了，本王夫人现在起接手霍安一案，诸位大人若是给夫人难看，就别怪本王不留情面了。萧玉衡全力支持楚清月的决定，无论他做什么选择，楚清月揽下了霍安的案子，和萧玉衡离开皇宫之后直奔大理寺。1天不到的时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也不知道啊。西城和凉亭中都发生了什么？那么多人都看到你持刀疯了一样的砍杀凉亭中的无辜之人。西城河中发生的一切我都不记得。霍安知晓闵元应该将他这1天的行程都告知给楚清月，但唯独缺少西城河之事，因为就算是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在西城河凉亭中究竟做了些什么。等到醒过来之时，已经被关押在大理寺最深处的牢狱中了。你还记得哪些细节？努力的想一下，为什么离开大理寺？为什么去了西城河？在西城河中又遇到了什么人？霍安闭上双眼，努力的在模糊混乱的回忆之中找寻着有用的线索，可脑子里面就和浆糊一样，一幕幕的画面扭曲的交叠在一起，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在大理寺到西城河的这段时间，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什么，听过什么，说过什么？很显然霍安是中了毒了，但是这种毒不会取人性命，当效果消失之后，会让人脑海之中一片空白，记不得其发生的事情。我不记得了。这就很难办了，被当成了杀人凶手，但霍安却是不记得事发之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关乎到工部、户部以及天刀山庄，并且还要在3日之内结案，否则霍安就要被斩首示众了。夫人，本王倒是有些线索，不知能否帮到夫人。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事情的原委？眼看着我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乱撞。本王只是不想打扰夫人的热忱。再说了，夫人也没有问本王，实在是冤枉本王了。萧玉衡一脸冤枉的神情，一来他确实是想要让霍安归西，但楚清月既然揽下了案子，那他便放霍安一条狗命罢了。二来嘛，他可爱美丽又温柔的夫人也未曾开口问过，作为贴心的相公，他自然是不可多言，打扰夫人的思绪。你呀就是蓄意报复，赶紧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本王说还不成吗？据本王的密探回报，当时西城河凉亭内不仅仅有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和天刀山庄的少庄主，还有其余8人。那就是死了11人，可大理寺侍卫只找到了10具尸体，死了11个人，但只有10具尸体。奇怪了，第11具尸体难不成落水飘走了？应该是没这个可能性的。大理寺的侍卫不至于这般粗心大意，报错了尸体的数量。第11个人还活着。夫人聪明，第11个人确实活着，而且本王也将那第11个人抓住，但审问不出任何事情。那人的症状和霍安一样，将所有的事情都给忘记了。那第11个人现在身处何处？死了。三王府侍卫押送此人前往大理寺之时，被黑衣人射杀身亡，如今尸体已经抬去了义庄。不过在那人身死之前，本王在行刺的黑衣人身上看到了血煞宗的纹身。血煞宗？大哥，麻烦你知道什么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可以吗？这样不会让我觉得我像一个智障一样东猜西想。谁敢说本王的夫人是智障？本王第一个灭了他。萧玉衡，你是不是还知道一些事儿？真没有了，本王将所知道的一切都告知了夫人。楚清月半眯着凤眸，上上下下的看着萧玉衡，他总觉得这货还有话没说完。事实上，萧玉衡确实是有一些话还并未对楚清月说，并非是不信任，而是太过危险了。霍安之事看似简单，实则牵扯了太多的利益，有些黑暗中的污秽太过于肮脏，他可不想夫人脏了双手，交给他来解决便是了。南之年，你觉得楚清月能否还霍安一个真相？
说话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神剑山庄的少庄主江源，也是当日在黑市买下楚清月售卖的全部假万里山河图的人。他能不能破案与本公子有何干系？没干系最好，不过你确定另外几张万里山河图在楚府？提到万里山河图，江源不得不想起上一次楚清月卖给他的10张拓印版无一元版。从雪煞宗那里截获的情报，楚天雄手中至少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江源，你确定要掺和此事？神剑山庄虽然也属于10大家族之列，但鲜少插手万里山河图的事情，一心只为午休。如今江源竟然对万里山河图感兴趣，这让蓝之年多多少少有些忌心。参与不参与有什么关系啊？本少主只是想让七国尽快乱成一团而已，这不正是那些人所期望的事情吗？江源半眯着眸子，让人看不清楚他眼中神色为何。就在江源和蓝之年准备进入楚家之时，好巧不巧的，楚清月回来了。哟呵，这谁啊？你怎么回来了？你这话问得真傻。老娘的家，老娘不回去，去哪里啊？难不成去你家过年？倒是你们2个有事儿？见过楚姑娘，在下江源。楚姑娘当日售卖给本公子的10张万里山河图都是高仿版，无一真品。如今本公子是来找楚姑娘讨一个说法的。楚清月吞咽着口水，脑海中飞速地流转着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方法。钱是绝对不能退，不是1万两银子的事情，是1000万两银子的事情。但是杀人是犯法的，他又做不出如此禽兽不如的事情来。我要说钱丢了，你信吗？楚清月，我们从血煞宗那里截获了消息，楚府中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只要你将这2张万里山河图交给我，本公子不仅可以保证你的平安，更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好处。好，我可以将楚府的2张万里山河图都给你，但是我有个条件。蓝之年和江源没有想到楚清月如此爽快地答应将万里山河图交给他们，并且邀请他们进入到楚府里。这便是楚府的2张万里山河图，当日1张拓印版的山河图都卖到了天价，而这2张正版的你们看着给吧。楚清月摆明了要狠狠地敲诈一笔，万里山河图对楚家来说就是个祸害，若是旁人不知道的话那还好说，虽说他不知道血煞宗怎么会知晓楚家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的事情，但现在万里山河图已经暴露了，为了保护楚家一家老小的安全，楚清月全权代表将2张万里山河图交出去，来换取楚家上上下下的平安。瞧好了，2张都是正版，你们要是不要，外面那群人可都是抢着要呢。从他踏入楚府大门开始，不对，是从回来开始，一举一动就在众多势力的监视范围之内。也好，让他们看看楚府将万里山河图交给了蓝家和江家，想要的话那就去蓝家和神剑山庄抢好了。门外的兄弟，你们愿意出多少价钱买这正版的万里山河图呀？片刻之后，楚府外的房檐上有人答复着楚清月：只要楚姑娘肯割爱，价钱您随意开，我们主上给得起。楚姑娘只要将万里山河图交予我们，我们家主人不仅可以保楚府上下平安100年，还可以赠送生生世世都花不完的金银。你想要什么？我要的很简单，第一，足够的钱，当然我不接受欠条啊。第二，我要蓝家和江家2大家族的调动权利，若我以后有任何不便之时，蓝家和江家能够助我渡过难关。第三，我还没想好。楚清月笑着，蓝家和江家是10大家族之中财富和战力的代表，未雨绸缪嘛。如果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多个蓝家和江家做靠山，还是挺不错的。我呢，相信2位公子也知道，只是一个留在都城陪读的妇人，天生胆儿小，不爱惹事儿，一般情况下招惹不了什么麻烦的啊。蓝之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萧国皇帝威胁到了楚清月，他都敢造反自立为帝了。蓝公子啊，你别这么看我，让萧玉衡看到了又该吃醋了。夫人说笑了，本王并非是吃醋，
而是爱，是对夫人最真心的爱。此时，一道磁性的声音回响在夜空之中，字字句句中满满的都是宠溺之情。最近天气越发的凉了一些，夫人要注意身体，一些阿猫阿狗之类的不轨之徒别随随便便的放进厨府，若是被咬伤了，本王会心疼的。如萧玉衡一般腹黑的人，就是在警告蓝之年和江源别仗着自己是10大家族的身份，对楚府、对楚清月无礼。如若不然，后果自负。在听到萧玉衡口中用阿猫阿狗来形容他们的时候，蓝之年半眯着眸子，眼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江源先一步拉住了蓝之年，他清楚蓝之年是什么样的性格，但更加清楚萧玉衡是什么样的人，无非就是故意在激怒他们。江公子、蓝公子，你要万里山河图不要？只要你们开口，我便把万里山河图给你们。若是不要的话呢，我就给外面的那群人了。要的话呢，还是那2个条件，钱和调动蓝家江家的权利。当然，我是不会随随便便的让2大家族的势力给我跑腿、买萝卜之类的这种小事了。第2个条件，我蓝之年代表我蓝家应允，在一定范围之内，你拥有调动蓝家势力的权利。说着，蓝之年从怀中拿出一块令牌，扔在了楚清月的怀中，用实际行动代表着蓝家的决断。江源依旧是半眯着狐狸眸子，也从怀中拿出了一块令牌，丢给了楚清月。本少主也代表江家应允了清月姑娘的第2个条件。不过清月姑娘应该知晓一件事，我们江家可不如蓝家有钱。一句话，江源明明白白地告诉楚清月，江家虽然在10大家族的排行之列，却是以武力为尊的家族。金钱嘛，还是蓝家有钱，管蓝家多要点钱，和江家少要点钱。萧玉衡，你说我应该要多少钱才是啊？夫人想要多少便要多少。蓝家、江家的2位既然敢闯入楚府大门，没有足够的钱，岂能离开楚府？3王爷是在威胁我们。空气中弥漫着的紧张气息压制着人心。哎呀，看江少主说的，我楚清月像是狮子大开口的人嘛。哎呀，不贵不贵，1张万里山河图我就卖300万两黄金就行啦，金票也是可以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哟。萧玉衡，你说这2张万里山河图卖300万两黄金合算吗？夫人觉得合算便是合算，若夫人觉得不合算，加价便是。要不然就350万两黄金吧。蓝家和江家这家大业大的，那也不差这么一点钱嘛。350万两黄金与400万两黄金没有太大的区别，本王倒觉得400万两黄金更划算。也是，蓝家和江家可是10大家族之首的家族，要的太少了，岂不是折了2大家族的面子？就如3王爷所言，450万两黄金吧。夫人有所不知，蓝家最近在萧国和燕国的边境地带发现了一座金矿。金矿？那要少了更不合适了，不如凑个整500万两黄金。灯火之下，价码从300万两黄金水涨船高，直接跨度到了500万两黄金。只是在几句话的间隙内，落实了一个新的价格。这一幕看得不仅仅让蓝之年眼角直抽，看得暗中观察的一众势力脑瓜子也是嗡嗡直响，一个个都在庆幸着。他们庆幸自己没有暴露，也庆幸自己穷的拿不出那个价，要不然今日必然无法活着离开楚府。今日归来有些晚，没用晚膳，本王想吃夫人包的小馄饨。没空啊，钱都没给，万一蓝公子和江少主拿着万里山河图跑了咋办？我一个文不行武不就的无知妇孺可是追不上。有本王在，夫人莫担心。话音落下，细长的丹凤眸上扬挑起，眼中凌冽的杀意毫无保留地迸发着。给钱。多谢蓝家大公子，多谢江少主。江公子、蓝公子，这样的事情本王不想再看到第2次，否则杀无赦。字字句句之中透着毫无遮掩的杀意，那凤眸之中的冷冽更是如此。
若是他晚回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无论是蓝之年、江源，还是暗中隐藏的杀手，都会对楚清月构成威胁。既然万里山河图已经到手了，那本少主也不便打扰了。江家一张万里山河图，蓝家一张万里山河图，而且二人已经确认过了，这张图是正版的，并非是黑市之时如那张万里山河图一样的高仿假货。蓝公子，等一下，咱们当初的枕巾是不是也应该结一下啦？当初救了蓝之年的时候，他可是没少耗费心力。再说了，要不是因为有像他这样善良美丽的可人儿出手相救的话，蓝之年和蓝四年兄弟二人就全部都会挂掉的。本公子当初离开之时，已经在信里面留下了银票，若是找不到的话，你可以问一问三王爷钱去了哪里。某王爷当初干的事情，蓝之年知晓了，看了一眼萧玉衡，蓝之年不再理会。楚清月离开了楚府，与江源和蓝之年一同离开的还有暗中的各方势力，准备抢夺蓝家、江家万里山河图的众人。楚府又恢复了平和。萧玉衡，蓝之年方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不太理解呢。夫人要相信本王，本王以及整个王府都是夫人的，一个小小的蓝之年胡言乱语而已，夫人莫要在意。当真？蓝之年没有必要开玩笑，但看萧玉衡的表情也不像是在说假话。罢了，这事儿就算了吧。你就不想知道我手里为什么还有2张万里山河图吗？这个世界上让本王在意的事情唯有你和孩子，即便在外人面前，本王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恶魔，可在夫人和孩子身边，本王只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萧玉衡知道楚清月在担心什么，但是这点完全无需去担忧。无论世人怎么想他，怎么看他，怎么惧他，对于楚清月，对于2个孩子来说，就算是天塌下来，就算是与全世界为敌，他也要保护好母子3人平安。楚清月的凤眸渐渐浮现出一抹温暖的红意，他感受到了萧玉衡的真，感受到了他的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前的男人越发的让人信赖。大姐，咱家是不是来人了？你在说本王不是人？三王爷，您这话可是自己说的，我可没说。刘元摊了摊手，他说的来人了，并非指的萧玉衡，而是别人。他能闻得出来陌生人的气息。你狗鼻子啊，这么灵？不是跟你吹，小爷鼻子从小就灵敏。三王爷，你和我大姐腻歪完了没有啊？我有挺重要的事情和我大姐说。有话快说，有屁就放。刚才我们在明月楼吃饭的时候，听到隔壁一群人在谈论霍安的事情，小爷我就听了一会儿。刘宇安说着他们在明月楼用餐之时听到的一些闲言碎语，事关霍安的案情，说了西城河当天发生的事情，这些都不是关键。让刘宇安在意的是其中一个人一口笃定天刀山庄的少庄主有异样，并且说他当日清清楚楚地看到天刀山庄的少庄主行为怪异，就像是被操控的提线木偶。不仅是天刀山庄的少庄主，其余人都是如此。还有那日在霍安去往西城河之前，西城河凉亭中的一些人就已经死了，大概就是这么多。如今刘宇安的一番话更加确定了楚清月当时所想，看来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早有所料，天刀山庄的少庄主侍郎公子被血煞宗灭口的第11个人。花，问你件事儿，你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威胁着谁？有，我手中握着平南王的罪证，不仅如此，还有朝廷大臣的罪证，以及三王爷的罪证。本王若是想杀你，你还会平安的活到现在吗？好了，你们先别吵架了，我问你正经事儿呢。楚清月打断了二人不善的言语，继续问着霍安关于罪证的事情。而此时一道黑色的身影听着楚清月和霍安之间的对话，可不知怎么着，楚清月突然间一巴掌打在了霍安的脸上，那清脆的声响回荡在整个牢房之中。霍安，老娘看错你了，你竟然敢用萧玉衡的罪证来威胁我。那又如何？你要能把我救出去，本官自然会将三王爷的所有证据销毁，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霍安，就算我楚清月瞎了眼睛了，从现在开始你是死是活我绝不会干预。凤眸被怒气占据着，但在离开之时还踹了霍安一脚。夫人莫要动怒，气坏了身子。
那个腿的，他威胁我，老娘这2天东奔西跑的给他证明清白，结果那傻叉用你来威胁我，我可去他丫的，爱死不死，老娘才不管他呢。楚清月骂街的声音回荡在大理寺监牢内。闵元早早的便是来到了楚府，今日是3日期限的最后一天，若是再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明日霍大人就要被斩首示众了。不去，霍安的事情我不管了，爱怎么死就怎么死。闵元也从大理寺侍卫口中多少得知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可心中不解，霍大人为什么会说出那些话来惹师傅生气？这对霍大人只有害处没有利处啊！师傅，我代霍大人给您赔礼道歉，还希望师傅您能出手。别劝我，看在你我2人师徒一场的份上呢，你要是以后还想留在楚府吃饭，为师欢迎。说是执意要为霍安请罪，那咱们师徒情分便缘尽于此了。师傅，徒儿先走了。慢着，帮我把书房的垃圾倒了再走。闵元进入书房，拎着一个装满了纸屑的竹筐离开了楚府。闵元扔了竹筐后也骑马离开，而此时2个一直徘徊在楚府门前的路人翻找着竹筐，直至确认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之后，这才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继续监视着楚府众人的一举一动。1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夜色笼罩着整个天地之间。楚清月做了一大桌子的饭，却不见闵元的身影。刘雨安还问着烈风闵元去了哪里。这段时间3个人一起吃饭，吃出了感情，少一个人吃饭都没有那味儿了。楚清月几乎在楚府闲了1天，看模样是真的不打算插手霍安的案件了。霍安铁证凿凿，容不得你辩驳。来人呐，将霍安拖下菜市口，斩首示众。平南王爷，你是不是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呢？连问都不问就定霍安死罪，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故意而为之，在遮掩些什么呢？你还知道来啊？怎么着？你还希望老娘给皇帝五马分尸了不成？倒是你，怎么成了这么个熊样啊？楚清月明知故问，他当然知道昨晚上有人对霍安用刑了，要逼问他说出那些罪证在什么地方。而私设公堂的人不是眼前的平南王，还能有谁呀？平南王，我奉命调查大理寺卿霍安一案，身为霍安的壮师，总要为我的当事人辩解一下，王爷您才好定罪吧？见到本王还不跪下？你个无知妇人，就不怕本王判你个藐视皇权的罪吗？哼，平南王，你脑子进水了吧？你是平南王，我是漠北越王，咱俩同级别，让我跪你啊？你也不怕当场折寿死过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平南王老年痴呆呢。霍安杀人的铁证已经无需辩白。楚清月，你可知你此等行为就是在助纣为虐，使一条鲜活的生命死在霍安手中。本王作为主审官，定然要为天刀山庄，为2位侍郎平冤。这话别人说说我还行啊，从平南王你的嘴里说出来呢，就和放屁一样。楚清月，你个无耻妇人，竟然敢在公堂上辱骂本王！辱骂？我1没骂平南王的祖宗，2没骂平南王猪狗不如，3没骂平南王是个小傻叉。敢问王爷，我这个无知妇人什么时候骂你啦？我只不过是陈述事实而已啊。哎，行了行了，咱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呢，留到堂下再说啊。天刀山庄少庄主2位侍郎的儿子和霍安3者之间互不熟识，我想问一下我的当事人啊，当日为何要前往西城和凉亭呢？不知，我正准备查阅案卷，却感觉头晕目眩，之后的事情便不得而知。直到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身在大理寺的牢狱中。若不是从旁人口述中知晓西城和凉亭中的所作所为，他绝对不会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霍安之言太过玄妙，不能作为证据。楚清月，若你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霍安无罪，本王连你一同判刑，告你个扰乱公堂之罪。平南王这是赶着去投胎啊？这么急啊？再说了，我说我没有证据了吗？诸位请看，霍安背部伤口的血液呈现出了嫣红色，一般人的血是血红色，这代表血液中的毒素还未排干净。第二，我昨晚上到义庄检查的11个人的尸体，这些人生前也伴有中毒的症状。韩庄主，2位侍郎大人，请你们好好回想一下，
少庄主和2位公子当日可有什么异常？我儿能有什么异常啊？天刀山庄的庄主韩青云努力地忍着怒气，生怕自己一时冲动当场宰了楚清月。2位侍郎一时摇了摇头，证明着当日他们的儿子没有任何的不妥之处。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天刀山庄的少庄主侍郎的儿子大理寺卿霍安，敢问诸位，这3者之间有何区别？霍安为何要杀了11人呢？3人出门之时并未带有什么钱财，对这11个大老爷们儿能有什么邪念呢？霍安他就算是再变态，也变态不到那种地步呀。至于临时起意发生口角，更是没边的事情。3者之间并不熟识，又会因为什么事情大打出手呢？而且按照当日目击证人的描述，在霍安去之前，那11个人就有所异常。所以说，这一切都是一个预先布置好的陷阱，目的就是为了让霍安跳进去。至于对方11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霍安出现在西城河凉亭，被众人目睹他行凶。什么意思？就如韩庄主听到的一样，当日正巧少庄主2位侍郎公子出现，那幕后黑手也随即挑选了3位作为棋子来陷害霍安。楚清月，你休要胡言！老夫今日当着众人面前撂下话，若你说不出个什么，老夫就算倾尽天刀山庄所有，拼尽天刀山庄最后一人，也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韩庄主，你身为天刀山庄的庄主，应该知晓少庄主伤口上的绿色粘液是什么吧？这是燕国也有的一种蛊毒，一旦蛊毒进入到人体之后，便会让人产生幻觉。这种蛊毒只能在人的身体里面存活一定的时间，会根据个体的死活有着短暂的差别。即便如此，那也无法为霍安开脱。霍安仍旧是杀了11个人的凶手。除了第11个人之外，其余10个人的伤口并不致命，都是死在蛊毒的毒发症下。至于第11个人，则是死在了血煞宗的手中，并且血煞宗还将此事嫁祸给了平南王爷。第11个人在临死之前，将刻印着平南2个字的绿宝石扔在了西城河凉亭之下，目的就是将此案的幕后黑手引到平南王身上。第11个人是被血煞宗所杀，这案子的幕后主使也就是血煞宗。有人委托血煞宗陷害霍安，从霍安手中拿到他们的罪证。而且是谁委托血煞宗布局，楚清月相信霍安心中已经有数了。楚清月，你可敢用生命发誓，我儿之死与霍安无关？我只能和你保证，你儿子不是霍安杀死的。话呢，我已经说到这儿了。至于怎么判决，那就是平南王的事情了。哦，对了，昨儿晚上大理寺监牢内发生的事儿，我可得一五一十的禀告给皇上。楚清月看了一眼平南王后，转身离开了大理寺公堂。该说的话他已经说了，结果如何，他相信平南王心中有数，不会为了杀霍安将自己也给搭进去的。夫人的心情似乎很不错呀。那是当然了，嘿，夫人厉害，得夫人一般的贤内助，本王何其荣幸。好说好说，别自卑，姐是不会嫌弃你的。陛下，我可是救了你的心腹狗腿子，您是不是该赏赐我点钱财呢？霍安一案，你确实有功，该赏。谢陛下圣明。陛下，昨儿晚上大理寺监牢内发生的一切，您应该也知晓了。我和霍安联手演出了这一场戏，也是够费脑子的了。等朕处理好了这事儿，自然会再次论功行赏。再谢陛下，陛下更是圣明啊！楚清月的心里都乐开花了，皇帝赏赐没有个180万，那都不好意思拿出手。这回他可是发达了。霍安掌握着你啥罪证啊？是不是又招惹什么风流债了？本王自始至终都为夫人守身如玉，怎么会惹风流债呢？夫人误会了。误会？坦白从严，抗拒更严。说，夫人当真知晓？萧玉衡说起了10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的先帝病重，太子之位一直没有定夺。当时的齐王推举萧景瑜为太子，以便先皇驾崩之后直接继承皇位。但是先皇更中意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于是呢，齐王便派出杀手刺杀他和母妃。为了保护他，母妃身亡，也是为了给母妃报仇，他提刀冲进了齐王府，杀了齐王在内的满门家眷。先皇知晓此事带来的后果，
便让他前往白云寺出家为僧，躲过一劫，将齐王灭门的惨案压制下来。此事到现在也鲜少有人知晓。难不成胡安说的就是齐王的事儿？怪不得萧景瑜总是处处针对你。夫人想到了什么？不是想到什么，早知你有把柄在霍安手中，我添点柴火直接送霍安归西了。还有，除了供莹莹这个250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风流债？本王保证，自从白云寺夫人睡了本王之后，本王绝对为守身如玉。那就好。蓝之年，你输了。楚清月替霍安翻了案，证明他无罪，所以之后的话还没出口，可江源那一脸的笑容更是让蓝之年气得牙根痒痒。二人之间有个赌约，关于楚清月能否为霍安证明清白、洗脱嫌疑的赌约。一旦楚清月能再证明霍安无罪，那么蓝之年便要答应江源任何的一个条件。说是楚清月不能够证明霍安的清白，相反，江源要答应蓝之年任何的一个条件。现在看来，蓝之年输得彻彻底底的。怕你不成？老头儿，这是什么呀？还能是啥呀？万里山河图。万里山河图？老头儿，咋回事啊？咱们家搞批发的嘛。因为万里山河图，楚家可是没少遭受磨难。前几次的事情他就不说了，单单是最近发生的事儿，蓝之年和江源以及薛煞宗的人不知道为何知晓楚府还有万里山河图。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啊。楚天雄叹了一口气，又说出了一个楚清月记忆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是关于楚天雄和楚家女主人的故事。楚家女主人名叫黎素问，是一个神秘部落的巫女。因为与当时走伤迷路了的楚天雄相识，二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相知相爱，并且在一起了。而黎素问身为部族的巫女，与中原男人相爱，触犯了部族的禁忌。于是乎，为了保护妻子的安全，楚天雄连夜带着黎素问离开了部族，并且在离开之时，黎素问带着一个小木盒子一同逃走的。老头儿，你的意思是说，你带着我娘亲逃走的时候，我娘手中的盒子便是万里山河图？啊，正是如此。其实你娘亲的部族是前朝的将军之一。说到万里山河图，就不得不说起前朝的事情了。黎素问的部族便是拿着万里山河图7个残片之一的将军。为了躲避世间的灾难，也为了守护宝藏，黎家便开始隐居在森林之中，从此以后过着隐士的生活。言归正传，在本就有4张万里山河图的基础上，楚家又多了2张万里山河图。这若是被外人知晓的话，那楚家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万里山河图一共只有7张，单单楚家就有6张。老头儿，你可以呀。为父也是在你娘亲去世的那天才知道的。7张万里山河图，咱们楚家有6张。若是老夫记得没错的话，另外1张万里山河图应该在燕国的袁家。老头儿，你不会是想找齐万里山河图，然后让众人寻宝去吧？楚天雄没回话，等同是默认了楚清月所说的话语。万里山河图在楚府始终是个危险的存在，那何不找齐所有的图，绘制成1张藏宝图之后，再将其公之于众呢？这么做有一定的危险，任何一方势力知道的话，对咱们楚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呀。放心，这事儿有我。过段时间呢，我找个借口去燕国。不可，燕国与萧国自古敌对，夫人万万不可一人前去。好吧，不去就不去。被萧玉衡的眼神注视着，楚清月当场认怂。可去往燕国的计划仍旧是未曾消散，他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离开。夜色弥漫在天地之间，晚一些的时候，大理寺的人又来了，再次告诉楚清月，霍安要请客吃饭。霍安请客吃饭的事儿怎么没和我说呀？这货可是难得请人吃饭。本王忘了，本王与夫人一起前往醉仙楼。帅爹爹，你以后真的要住在楚府了吗？自然。灵儿喜欢父王吗？萧玉衡看着女儿，满心都是喜欢，那一双水汪汪的凤眸更是阳光十足，让人看上一眼就心情甚好，不像某人。为何如此看着父王？劳烦三王爷用对称呼，
您是高高在上的萧国三王爷，并非是我楚天泽的父亲。娘亲说过了，父亲在5年之前就已经死在火海之中，骨灰随风飘扬的到处都是了。还有，三王爷应该很快就会离开，到时候还希望三王爷将楚府恢复原貌。你与本王都是男人，男人之间立下的誓言就要遵守。自然，到时候还请三王爷遵守约定，别死赖在楚府不走。一大一小父子二人用同一型号的丹凤眸互相看着对方。青柠妹子，你知道三王爷和楚天泽两人为啥互相看不顺眼吗？不知道。这就叫前世仇人，今生讨债。三王爷，来，老夫有事儿找你。萧雨恒跟在楚天雄身后，二人来到了书房中。三王爷，老夫找你是关乎到清月寒毒的事情。岳丈放心，本王已经命人去寻草药，也前往鬼谷寻鬼医出山为夫人治病。寒毒在萧雨恒心中一直都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劫难，二人因寒毒纠缠在一起，时隔5年的时间再次相遇。他亲眼看到楚清月毒发之时的痛苦，萧雨恒不止一次祈求上苍将楚清月身上的寒毒转移到他的身上去。鬼谷的鬼医？对，当年我母妃重病，幸得鬼医出手，相信鬼医也一定有法子治好夫人身上的寒毒。三王爷，老夫今日找你的事情呢，很是重要，甚至连清月都不能说，至少在老夫死前绝对不能说。楚天雄的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好似预感到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二人在书房中长谈了1个时辰之久。谈什么呢？没什么，为父和三王爷在聊你身上寒毒的解毒之法，想来想去也只有鬼医能解了。没有，鬼医已经死了，现在鬼谷的掌门人是大弟子苏清风。来萧国之前，他曾经去过鬼谷找鬼医，老一代的掌门人呢，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新掌门苏清风对寒毒也是束手无策，只有是开了一些延迟毒发和减少寒毒症状的药方。不过苏清风也说了，他一定会在3年之内研制出寒毒的药草，你们就不用再担心了。清月认识鬼谷的人？也不算是认识了，从漠北来萧国的路上遇到了快要饿死的苏清风，给了一些饭，顺便送他回鬼谷了。说来苏清风也是个奇葩，在外人眼中的隐士之地，隐士高人，其实是一个没啥生活经验的宅男。哦不，还不比宅男，至少宅男会做饭，能够自给自足。苏清风24、25的老爷们儿，却是连最基本的吃喝拉撒问题都要假手于人的。当初他在路边救了苏清风之后，这货竟然命令他伺候他吃饭更衣种种，这不打了几顿之后，这就老实多了，也学会了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能力。但有一点必须要认同，苏清风的医术相当之高明，并且许诺他3年的时间一定会研制出寒毒的解药，否则提头来见。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鬼谷那儿你们是不用去了，有这时间还不如让我去燕国了。不可，为父同意三王爷的话，不可。咱们手里都有6张藏宝图了，我还得给血煞宗拓印出来2张，就差1张凑齐完整的万里山河图。楚清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他不想看到楚府再有任何的波澜。万里山河图对楚府来说是危险，但完整的藏宝图对楚府来说却是护身符。即便是7国的皇室想要动楚家，10大家族也不肯。别忘了，他手中可是有调动兰家和姜家的权利的，还有侯爷府的柳家军令牌。再者，他还是漠北越王。清月，你可知道，一旦藏宝图问世，7国必乱。老头儿，你觉得现在的7国还不够乱吗？我呢，只想让楚府一家老小平安，让我在乎的人健康长寿。至于其他的，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格局。外人眼中，楚清月只是2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下九流的仵作，是一个霸占着3王爷的无知妇人。可懂得楚清月的人明了，她既是漠北的越王，又是精明能干的独立女人，更是一个敢为亲人与天下为敌的强者。纵然她只是一个女人。清月，
既然你知道七国将乱，就更不能参与其中，明哲保身不好吗？夫人，你若想去燕国，本王陪你一同前往。你们，哎，楚天雄当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才好。臣见过三王爷。何事？回三王爷的话，臣是来祝贺小王爷的。不知大人想要祝贺小生何事？回小王爷的话，小王爷在这次考试中本是取得了前10名的好成绩，奈何萧国没有5岁孩童入朝为官先例，陛下便将小王爷移出了10名之外。主考官说着楚天泽为何没有考进前10名的原因，这一切的因由并不在萧雨恒，而是在萧国的皇帝萧景瑜。自萧国建立开始，每隔几年的大考是汇聚了天下英才的时机，可是从未有5岁的孩子参加考试，更没有5岁的孩子获取前10名的成绩，更是没有5岁的孩子为官的历史。但为了安抚楚天泽，皇帝御赐神童名号，并且赏赐了金银，可这些对楚天泽来说犹如粪土，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作用。规矩是用来打破的，若是墨守成规，死守着不变，要这规矩又有何用？一张小脸别提有多么的冰冷。楚清月看在眼中，疼在心中。他清楚天泽做这一切都是想要证明他就算只有5岁也能照顾好他和灵儿。儿子，别人不欣赏你的才华，娘亲和灵儿还有你外公姨姨二叔很欣赏啊。天泽在娘亲心目中是最棒的。是呀，哥哥，娘亲说的没错，哥哥在灵儿心中是第一聪明的人，比灵儿聪明100倍，不对，是1000倍。考试就让你成了这个样子，萧家的男人即便是死也不会流一滴眼泪。谁说我哭了？我没有考进前10名，并非是我的能力不行，而是因为萧国制度。还有，即便是我输了，三王爷也同样没有赢。本王是输是赢无所谓，但看见你哭鼻子，本王很开心。萧雨恒，你欠揍是不是啊？安慰孩子不会说点好听的话吗？再说一次，我没有哭。楚天泽没有想到自己会输在萧国的制度上，不过他也不算输，毕竟考进了前10了。虽说前10的榜单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萧雨恒也不能够算赢，二人之间的约定就此作废。作为孩子的外公，作为三王爷的岳丈，老夫提个意见，再过一段时间就入深秋了啊！听说河苑山庄很是不错，不如咱们楚府一家子老小就去河苑山庄住上一段时间，如何呀？这楚老头，钱谁出啊？刘宇安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河苑山庄一票难求啊，贵的那叫一个离谱。他家老头子当年可是花费重金才购得了一张入场券的票，想想就很激动。本王包揽河苑山庄所有的入场票钱，去的可以报名。我去，我报名。老夫也去。帅弟弟，灵儿也要去。你呢？三王爷既然出钱请我们去河苑山庄，小生自然不会拒绝。萧玉豪，他是狄阁老，狄衍。狄阁老，传说中的文豪。是你，是你。老头儿，你和狄阁老认识啊？认识，就算这老不死的化成了灰，老夫都认识。楚天兄，没想到还活着呀！老夫还以为你早就被人给挫骨扬灰了。上天为何如此不开眼，让你这种祸害活在人间啊？萧玉豪，怎么回事啊？这个狄衍，安国大学士，享誉七国的文坛大家，一生所作的诗词无数，每一首诗都是脍炙人口，可以用1字万金来形容，更是当今七国是一指的文豪。反正附加在狄阁老身上的光环无数，七国9成9的学子都以狄衍作为偶像，作为一生的精神崇拜。只要能够见到狄衍，即便是死也无所谓了。而且传说中的狄阁老温顺儒雅，即便是已经年近花甲，仍然不难看出狄阁老年轻时候的风姿。楚天雄，老夫当初就该放手，让你呀摔下山崖，葬身深渊啊，也不至于连素问都护不住。早知如此，还不如让你死了算了。狄衍，
就说你狼子野心，对苏问心怀不轨。好在老夫有先见之明呀，带着苏问离开，要不然你个贼心不死的老匹夫，保不齐会做出什么下流的事情来。狄老贼，若非当年察觉到了你的坏心眼子，老夫又怎么会带着苏问离开安国遇险呀？说到底都是你的错。我呸！你要有脸说我呀！当时要不是你使用奸诈的手段夺取了素问的芳心，老夫又怎么会输给你呀？若非如此，素问留在老夫身边的话，现在还会是平安的活下去，而不是一座灵位。楚天雄和狄眼二人足足吵了1个时辰之久，谁也不想让着谁。这是老夫的见面礼，这条碧玺项链是老夫当年想送给你娘亲的，谁知道你那混账爹带着你娘亲离开了山庄。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万万不能收。楚清月双手退还了狄眼的礼物，一方面是实在贵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楚天雄当着自己亲爹的面前，总不好接受亲爹情敌的见面礼吧。清月，拿着便是，到时候换来的钱去开铺子。当着他的面给他女儿送碧玺项链，狄老贼可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哪儿都有你呢，不能说话就把嘴巴闭上。老夫送礼物给清月，又不是给你的。狄阁老，不是我不收，只是这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这条项链是安国王室之物，清月身为本王的夫人，身为三王府的女主人，身为萧国的三王妃，确实不好收碧玺项链。好吧，老夫光顾着给好东西了，把这茬给忘了。萧玉衡这么一说，狄眼也是明了了个中玄机呀，也不再勉强楚清月收下碧玺项链了。碧玺项链就不收了，但是这2颗珠子是老夫给灵儿和天泽的礼物，说什么都不能拒绝。好漂亮呀，多谢狄爷爷。小小年纪就在大考中获得前10名的佳绩，若非年纪不够，怕会是萧国最年轻的官员了。狄眼来到楚府的目的有2，一个是来找楚天雄那个老匹夫吵架的，二来呢就是来看看楚天泽怎么样的一个孩童拥有如此卓越的天资，能在万人大考之中取得如此佳绩。如今一看，小家伙果真是不同凡响，将来必成大器。小家伙，你可愿意随老夫云游四方啊？不行，不可，不成。狄眼虽然是安国的大文豪，是七国学子心目中的偶像，多少人梦寐以求，想要跟在狄眼身边学习，但他们是绝对不会让楚天泽跟在狄眼身边去云游四方的。狄老贼啊，天泽是我楚天雄的外孙，你要耍手段冲着老夫来，别针对老夫的家人。楚天雄呀，楚天雄，你还真的自己是一盘菜了。老夫若不是看在小家伙天资卓越聪慧上，单凭小家伙是你楚天雄外孙的身份上，老夫就10000个不喜欢了。天泽是老夫的外孙，跟谁学习也不可能跟在你身边。夜色更深了一分。萧玉衡，我爹和狄阁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萧玉衡说着20年前楚清月还未出生时候的往事。黎素问，神秘部族的巫女，与楚天雄相识，便离开了部族，二人去云游七国了。在楚天雄和黎素问云游到安国之时，结识了狄眼。狄眼被黎素问的学识和倾国倾城的容貌所吸引，当众下战书与楚天雄。当然，楚天雄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3个人不打不相识，不仅没有因为战书之事成为仇人，反而成为了挚友。但安国皇室发生了动乱，狄眼身为安国的皇祖，只能死守安国国都，保护圣上。楚天雄和苏问夫妻2人帮助狄眼击退了外敌。安国皇帝感激狄眼、楚天雄和黎素问3人护国有功，想要封赏之时，楚天雄和黎素问夫妻2人早已经离开了安国，回到了萧国。狄阁老比我爹大了10几岁啊，他爹比他娘又大了10岁，狄阁老还喜欢他娘亲。若是真爱，年龄又何妨？也是，说是真爱，年龄又何妨？萧玉衡，问你个问题啊。夫人说，你说这七国眼瞅着就要乱了，如果真的到了战乱的那一天，假如萧国、安国、燕国都不存在了，你有没有想过要自立为帝啊？当然，你做不做皇帝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你做了皇帝之后，后宫有多少的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萧宇航，你记住我说的话，我的婚姻没有离异，只有丧偶。楚清月直白地告诉萧宇航，倘若真的到了那么一天，萧宇航身边有了别的女人，他会留情地将萧宇航斩杀。他楚清月的婚姻只有丧偶，没有其他的。无论何时，本王与夫人争一世，只一双人。一日，萧玉衡早早的上朝，楚清月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的。娘亲，怎么了？楚天泽满眼担忧，难道说娘亲的寒毒药发作了吗？没什么，昨儿一不小心闪了腰而已。该死的萧玉衡，老娘要是再让你上床，楚清月3个字我就倒过来写。你外公二叔他们呢？外公出去办事儿了，二叔带着姨姨回侯爷府，下午才回来。其实天泽比任何人都希望见到你，可在得知你的存在后，心中又在疑问，为什么你明明是权力滔天的三王爷，却消失了5年，对我们母子3人不闻不问。夫人放心，身为天泽和灵儿的父王，本王自会好好的和孩子们相处。也怪我，要是当初不选择离开的话，或许又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了。楚清月有时候在思考着，如果5年前没有从白云寺离开的话，那他和萧宇衡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说到这儿，萧宇衡隐藏在心中的一个久远的问题问出了口。夫人，你当初与本王说的那些话是何意呀？为何说要回家？啊，这个我怎么跟你解释呢？他总不能说本来的楚清月已经死了，他是21世纪的法医，灵魂穿越到了楚清月的身上，然后想着在血月之日灵魂回到21世纪，那些事儿都过去了，有你有孩子的地方才是家。哦对了，明儿我去神机营一趟，今儿带着灵儿去解手的时候遇到了君家的小公子啊。神机营发生了什么事？昨晚上无意间瞥了一眼萧玉衡看的密函，上面就有神机营3个字。神机营到底怎么了？我明儿去了也不用抓瞎啊。被楚清月催促着，萧玉衡这才开口说着神机营近几日发生的命案。神机营是守卫皇城的重军，一直由君家负责，皆为萧锦瑜的势力。可是近日来神机营的人接二连三的死亡，而且死得毫无征兆，如睡着了一般。等到发现之时，人已经离世多时了。大理寺的人没查出个所以然来。大理寺霍安前几日并未在都城，明日方才回京。负责查案的大理寺其他人员没有查出一二。我明日去看看。夫人为何对神机营的事情如此上心？你忘了万里山河图上的那3个小字了？楚清月提醒着萧宇衡，好好的回忆一下。那天他在拓印万里山河图的时候，其中一张万里山河图上写着君明和3个字，而君明和是君家的先祖，也是萧国开疆拓土的功臣之一。到底有何原因，君家先祖的名字竟然能出现在万里山河图之上？他需要好好的调查一下。当然不能直白的去问，君家可是萧锦瑜的人，见过三王妃。别三王妃的叫了，怪见外的，叫我楚姐姐就好了。楚姐姐，大姐，你这可就过分了啊！你想英年早逝吗？这货要是再敢多说出1个字儿，他绝对会让刘雨安身上多处骨折的。叫姐姐怎么了？他才20好吗？双10年华而已。别说是在21世纪是花样年纪，就算是在古代也是桃李年华的美人啊。好看家，看着天泽灵儿和青宁，他们3个要少了1根头发，我揪光你全身上下的毛。知道了，我就是说了句玩笑话嘛，至于威胁我的人身安全吗？再说了，大姐都20了，还是2个孩子的娘亲，君家的小公子才10岁，10岁的孩子叫一个20岁的老女人姐姐，这也太为难孩子了吧。一辆马车离开了萧国都城，马车内除了楚清月和君落雨之外，同行的还有一个身形瘦弱的男子。男子是神机营军将军身边的副参将，名为李海山。三王妃，卑职方才说的这些都是几件命案的疑点，至于其他的，
只能请三王妃亲自检查尸体了。太多的信息他也无法提供，唯有楚清月亲自接触尸体之后，方才知晓，这些人都是中毒身亡，可徒儿找不出他们是如何中毒的，水也查过了，粮食也查过了，均没有验出毒素来。闵元跟着楚清月的这段时间，也是学习了一些本领，若非这群人死得太过蹊跷，也不用麻烦楚清月亲自出马，实在是没辙了，他才向军将军推荐了师傅。师傅，你可一定要帮一帮徒儿呀！知道了，我这不是来了吗？给我说说具体情况吧。好嘞，师傅。他将案件的原委一一道出。事情最开始发生在半个月之前，一个叫做刘萧乙的士兵在睡梦之中死亡，而且还伴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扩散开来，随后便是接二连三的命案发生，死亡的士兵皆是死于梦中，而且每一个人的脸颊上都带着笑容。接二连三，不是说就死了几个人吗？至少20。毕竟是神机营内部的事情，外人若是知道神机营接二连三死了20余人，还未找到真凶，必然是会要引起轩然大波的。楚清月一边听着闵元说着关于神机营的事情，一边检查着一具具的尸体。尸体全身上下呈现出了诡异的黑色，再加上闵元所说，确实是中毒无疑，而且这种毒还是萧国从未有过，也不能说从未有过，只能说是十分罕见的毒药。因其中的一味草药并不适合生长于在萧国，只有燕国才有这种名为葬花的毒药。葬花的特殊成分会麻痹人的神经，过多服用的话，便会让人产生幻觉，从而导致死亡。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师傅，徒儿无能，这次就真的拜托师傅了。不怪你，若不是我曾经接触过同样的案件，怕是也会措手不及，无法应对。先去找找关于葬花的一些信息。这种花是一种圆盘形大片的紫色六瓣花，根茎也是紫色的。说是有人见过的话，一定会认定。以神机营为中心点开始查起，必要的时候地毯式搜索。知道了，师傅。徒儿这就让大理寺的侍卫去调查。闵元前脚刚走，霍安骑着马来到了神机营。看到霍安的时候，楚清月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人呢。闵元不是说你明儿才能回来吗？事情紧急，本官连夜赶回来。怎么，三王爷肯让你插手神机营的事情了？是军将军拖着军小公子让我来的。这话到了你嘴里，怎么一股阴谋十足的味道？好像我奔着什么来似的。查到了什么？师傅，徒儿已经安排下去了，很快。霍大人，您啥时候回来的？刚回来。从现在开始，这件案子本官和楚清月全权负责。你去调度大理寺侍卫，务必要严格的审查每一个接触过死者的神机营士兵。是，卑职这就去。调查出来什么呀？调查出来什么是大理寺的事情，军将军只需要安安静静的等待结果便是。霍安，你以为这儿是大理寺吗？告诉你，这里是本将军的神机营，由不得你来放肆。放肆？军将军真会开玩笑呀！本官奉命调查此事，何来放肆一说呀？三两句话不到，君长河和霍安之间的火药味已经是浓烈到了一个临界点，只需要一丢丢的火焰便能够点燃全场。话说这俩人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夺妻之恨了，才会如此啊？最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萧景瑜的一道圣旨结尾。圣旨中写明，此事将由霍安来处理，并且要在10天之内找出真凶。期间，君长河不可干预，并且要积极配合。三王妃见笑了，家父的性子并非如此啊。当爹的都没有当儿子的开明，不如死了算了。君公子啊，君将军和霍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来个姐姐讲讲呗。回三王妃的话，家父和霍大人之间的恩怨纠葛，还要从3年前说起。君落雨，不该说的话莫要多言。你不愿意听，我愿意听。闭嘴，别打扰我八卦。3年前，那时候的大理寺在处理一件案子，案件事关神机营的人，而且还是君长河的下属，名叫刘海义。刘海义和君长河都是生死战争之中摸爬滚打活下来的人，后成为神机营的神武将军和神威将军。但是一桩命案
将刘海义卷入其中。刘海义因涉嫌杀害官员被捕入狱。刘海义真的杀人了？是。刘叔叔确确实实将3名官员当场斩杀。3名官员之中有1人被刘海义误杀，本官身为大理寺卿，自然要给世人一个交代。当年2名官员强抢民女，而第3人则是知府严大人。严大人正在收集这2人的罪证，准备将其定罪。那民女是刘海义死去战友留下来的唯一血脉，如今被官员侮辱，刘海义提刀冲入了醉月阁行凶，连带着严大人也斩于刀下。本官秉公执法，君长河处处阻挠。提起这一点，霍安半眯起双眼，一股怒气再次浮现。哦，明白了。楚清月算是明白君长河和霍安之间如此针锋相对的因由了。如果这一次不是皇命在身的话，估计霍安看都不会看君长河一眼。君长河也不喜欢大理寺的人出现在神机营。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大理寺卿霍大人就成了，我也会鼎力相助的。楚清月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霍安转过头，将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一抹疑问之色浮现在眼中。看啥？你这眼神要是让我家玉衡哥哥看到了，一定会扒了你的皮的。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情里？这话让你说的好像我有什么坏心眼似的。他一定有诈。我都说了，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很危险的。楚清月笑着，再一次说着自己来神机营是因为闵元的推荐，君长河这才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他。所以说我会尽力的帮助霍大人破案。楚清月反问着霍安离开都城做什么去了。皇上命我去找一些药草。楚清月没有细问霍安找药草是找的什么药草，反正和他无关。夫人，今日去了神机营，可有何见解呀？感想倒是没有，八卦倒是有一些。夫人所指的是神机营和大理寺之间的恩怨吗？君落雨说神机营副将刘海义怒斩3位官员，霍安则说严大人无辜，双方各执一词。事情还是那个事情，情况还是那个情况，但从君落雨和霍安2人口中所了解到的当年之事还是有一些偏差的。你是萧国3王爷，应该更加清楚这事儿吧？那个严大人真像霍安说的如此吗？此事还要从3年前说起。君落雨说的是一个版本，霍安说的是一个版本，萧玉衡说的又是一个版本。但是萧玉衡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说起3年前神机营副将刘海义斩杀3名朝廷命官的事情的。刘海义挚有子嗣之死与3名官员均是脱不了干系的，但严大人并未参与其中，只是未来得及及时阻止，这才发生了惨案。刘海义自然认为严大人也是参与之人，所以在盛怒之下将其斩杀。霍安当年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君长河护着部下百般阻挠，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大理寺和神机营之间的矛盾更加的激烈，以至于见面就会大打出手。谁赢了？大理寺与神机营数百人负伤，被陛下扔入天牢中反省。萧玉衡继续说着3年前命案的后续，最终裁定刘海义故意杀人，判以死罪。除了严大人的子嗣之外，其他2位官员的子嗣一律逐出都城。这严大人死的是有点冤啊。严大人还是个好官呢，只是当时没有及时出现，制止另外2名官员的恶行，这才遭了刘海义的毒手。你真打算和萧玉衡一起？怎么，你是觉得我的命里克夫还是萧玉衡命里克妻啊？这话说的好笑了，5年前的阴差阳错让2人有了交集，直至5年后再次相遇。经过一件件的事情之后，他确认了自己是喜欢萧玉衡的，而且俩孩子也需要个父亲，真正的父亲。灵儿自然是喜欢萧玉衡的，从看到萧玉衡的第一眼，就对他这个亲爹格外的喜欢了。天泽虽然依旧是冷脸相向，可实际上也很渴望得到父爱，只是这父子2人对彼此的表达方式很是清奇。不是，你应该知道陛下和3王爷之间的关系，我只是想让你明白当下的局势。
能发生什么事儿啊？萧玉衡是萧国的三王爷，我是漠北越王，我手握着兰家、江家的调遣权力，还有柳家军的令牌，与唐家堡的缺心眼少主相识，救过鬼谷的药王苏清风，还有许许多多你不知道的事情。当然，在危险没有发生之前，我会本本分分地当着萧玉衡的妻子。楚清月边说边笑着，凤眸中的神情也是渐渐地冷冽了一些。他不是在威胁霍安，而是说出了实情的一部分。他是在告诉霍安，他只是想安安心心的陪着孩子留在萧国，惹是生非的事情他不想去做，造反的事情嘛，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所以说我目前的愿望就是相夫教子，养养猪，其他的别无所求了。夫指的是萧雨恒，子指的是天泽和灵儿，猪嘛指的就是一干去楚府蹭饭的人。就目前的情况上来看，他的愿望仅此而已，平淡平安的活着，偶尔发生一些小小的插曲，调剂一下生活的趣味也是可以的。作为朋友，方才的那些话仅仅是聊天而已。作为萧玉衡的妻子，我希望霍大人将这些话转述给陛下听。萧玉衡从未与你成婚，楚清月，你要清楚这个事实。楚清月，你应该还记得，你还有一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夫。按照萧国的传统，你要嫁的人并非萧玉衡。啥未婚夫啊？等处理完神机营的事情，你去问楚天雄，便知晓一切原委。可查出来什么了？第一，凶手可以确定是神机营的人。第二，葬花这玩意儿不存在在萧国，循着葬花的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便可。第三，凶手一定就在咱们周围可见的范围内，后山破庙的尸体被人翻动过。第四，帮我查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帮我查一下严大人的后代子嗣有没有人入了神机营的。楚清月话一出口，霍安当下就明白了原委。老头儿，我啥时候有未婚夫啦？你记起来了？楚天雄也是一愣，自从女儿5年前受伤失去记忆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一茬了。今儿怎么想起来这个话题来了呀？没有啊，霍安和我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嘛，还要从你娘怀你的时候说起了，那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故事。限你3句话之内说清楚。我和你娘年轻的时候去燕国游玩，那时候你娘怀了你，然后呢，我和你娘在燕国救了一个小男孩，也就是现在的燕国君主燕武。当时燕国君主还是一个被追杀的孩子，我和你娘出于人道主义关怀救了他。当时情况危急，你娘也没想什么。燕武说为了感谢救命之恩，若是女儿一定会娶你娘肚子里的孩子为妻。于是乎10年之后，成为燕国君主的燕武亲自来楚府求婚。这是当时你还太小，便约定10年之后再议。但5年前你受伤失忆忘了一切，爹爹便不再提起。一口气简要地说出未婚夫的缘由。楚清月努力地回想着10年前的事情，模模糊糊的印象中好像真有一个人来楚府求婚。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子他记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便是那个男人腰间的一块玉佩。话说燕武不会再来了吧？这个为父也不清楚呀。10年前燕武说过会再次提亲。楚天雄还记得当初燕武说过一些话，当看到楚清月的时候，更是将燕国皇族的信物交给了他，只不过依照女儿的性格，早就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了。还有这事儿萧玉衡应该知道吧？为父也不清楚呀。不过闺女你放心啊，以女婿的性格是绝对不会让你们母子3人身陷险境的。楚天雄用自己的项上人头来担保，只要有萧玉衡在，即便是燕国的皇帝燕武也别想将女儿夺走。只是毕竟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在先嘛，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说不过去的。这也是楚天雄为什么不想让女儿去燕国寻找袁家的藏宝图的原因。夜色弥漫开来，书房中，萧玉衡，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和燕国皇帝有婚约的事情啊？在得知睡了本王的是夫人之后，本王便知晓了关于夫人的所有事情，自然包括指腹为婚的燕国君主燕武。萧玉衡明白楚清月担心什么，知晓楚清月想得到一个定心丸。从再次相遇的那一刻开始，命运便将他们2人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你是萧国3王府的女主人，是我萧玉衡唯一的妻子，
无论是谁都无法将你从本王身边抢走。等到天泽承认本王之后，本王便会以10里红妆迎娶夫人入府，让天下人都知道，唯有你楚清月才配得上本王。想得美，谁说要嫁给你了？三王府的人什么时候住了楚府？这个嘛，已经有段时间了。军将军不知道吗？消息还真够闭塞的呀。人称第一才子的纳兰公子竟然成了楚府的下人，本将军倒是意外的很啊。不劳烦军将军意外，在下既然是三王府的门客，楚府的嫡女又是三王爷未过门的正妃，在下自然是要尽一下地主之谊，照顾好军将军的。面对君长河的冷嘲热讽，纳兰锦并不觉得恼怒。沈积营属于是皇帝的势力，自然是与三王府处于敌对的关系了。如今君长河主动上门来找楚清月，必然是和沈积营发生的命案脱不了干系的。哟，这不是军将军吗？我们楚府可真是蓬荜生辉啊！纳兰锦默默地退到了一边去，萧玉衡与楚清月二人一左一右的，自然而然地落坐在主位上。大晚上的，军将军不辞千里的来我楚府，可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就当做本将军今日从未出现过。噌地站起身来，君长河带领着手下气势汹汹的来，也同样气势汹汹的走。只不过走到大门前，沈积营的士兵又折返回来，只请楚清月一人前去门前商议要事。明摆着君长河要说的事情，不想让萧玉衡当场知道。君将军，到底有什么事情直说就好了，能办的我一定去办，至于不能办的，你就算是打死我也办不了。去告诉霍安，这件事情的凶手已经找到了，而且被本将军就地正法。沈积营的事情不用他插手了。军将军，这些话理应让你和霍大人说去才是，而非让我去转述。再者，就算是我去转述也成啊，空口白牙不送点礼，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明里暗里的，楚清月都在示意君长河掏钱。这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没有钱打点一切，哪个白痴会心甘情愿的去做个炮灰呢？只要军将军答应我一个条件，并且给我1万两白银，我自会前往大理寺，将将军的话转告给霍大人听，并且保证霍大人绝对不会再追查下去此事。什么条件？放心，我绝对不会让将军你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只是过段时间需要将军帮我解疑1、2便可。你有什么要问本将军的？将军莫要心急呀，你只需回答我便可了。只要将军答应我的条件，我便可以保护将军要保护的那个凶手，很划算的。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将军应你便是。也希望你做到答应本将军的事情。自然。你猜君长河为什么要保护凶手啊？3年前，严大人被刘海义杀死。严大人之女心生仇恨，便女扮男装混入神机营中伺机复仇，结果被君长河识破了身份，心生怜悯，也算是为了刘海义赎罪，并未揭穿他的身份。萧玉衡也是知道此事没多久的，本想与楚清月说上一说，被未婚夫的事情给岔了过去。原来如此啊，还挺狗血的。夜深了，夫人休息吧，本王送夫人回房。说着，萧玉衡拥着楚清月入怀，丹凤眸中的笑意意味深长。这一次萧玉衡学乖了，从大门到房门这一路都是安分守己，没有动手。楚清月也没有多想，直到引狼入室，方才知晓悔恨已晚呐。萧玉衡，你丫的给老娘滚出去！晚了，进了这个房间门，本王就是夫人的人了。1日，楚清月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的。萧玉衡在上朝之前留下了书信，信上的虎狼之词气得楚清月牙直痒痒。楚清月简单的梳洗了一番，便乘坐马车去往大理寺。你怎么来了？君长河托我告诉你，沈积营的案子他们已经抓到了凶手，就不用大理寺操心了。抓到凶手在何处？据君长河说，凶手被他们给就地正法了。不过我猜测着，凶手应该是严大人的女儿。3年前，她女扮男装混入神机营，且杀了神机营的士兵，想为父报仇。
楚清月继续说着神机营的事情，说着案件的大致经过。霍安认真地听着。楚清月话音落下之时，霍安并没有问楚清月为什么要帮君长河，也没有如以往一般神情严肃地告知他一定要将此事公事公办地严查到底。你希望我查下去吗？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假话。不希望。那真话呢？更不希望。无论是真话还是假话，他都不希望霍安查下去。一来是为了得到君长河的约定，二来也是在生疑一个问题。我不希望你查下去，并非是让你徇私舞弊。问你个问题，就算严大人之女是杀了神机营士兵的凶手，请问一个女子何来的葬花呢？葬花为燕国独有，生长周期缓慢，开在悬崖峭壁之上，虽说药用价值很大，但是毒性更大，用不好便会让人死无葬身之地。换一句话来说，就算是他想要一株葬花，那都是一件难事儿，更何况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呢？这背后定然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的。话我已经说到这儿了，是去神机营找出真凶，还是将幕后操控者一网打尽，你自己想想吧。楚清月，还好你是女子，否则本官即便是死，也要拖着你一起下地狱。你要不要现在就下地狱，我亲自送你一程啊？用钢铁直男4个字来形容霍安已经是毫无用处了，他应该是钛合金直男，能把天聊死的那种，绝对存在。话已经说了，他也相信霍安不会再去神机营找真凶了，而是会顺着葬花的这条线索追查下去。一日，闵元早早的来楚府告知神机营案件的消息，霍安结案了，表面上并未追查下去，实际上是想要放长线钓大鱼的，将凶手背后的操控者揪出来。师傅，你这几天有时间吗？干啥？我想让师傅帮我顶几天，不要回老家一趟。闵元也很是为难地叹了一口气，他也不想回去，可老头子下了命令，说是不回的话便将他逐出家族。离不离开家族他倒是无所谓，就是怕母亲担忧。可他一走的话，大理寺这边就空着了，所以就想来求求师傅，看看师傅能不能够顶替他在大理寺待上几日的时间。不多，10天就好。师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徒儿会在10天之内尽快赶回来。徒儿，不是师傅说你，霍安就算是再不近人情，也不会因为这事儿把你给开除了。还有大理寺的职位更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请10天假期不就好了吗？师傅，您不知道，当大理寺侍卫是我从小的梦想。当年我娘亲受冤的时候，要不是前任大理寺卿排除万难还我娘亲清白，我现在根本不可能站在师傅您面前。闵元从小的希望就是当一名好官，哪怕从侍卫做起也无怨无悔，所以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老家，来到了都城，成为了一名大理寺侍卫。师傅，10天的时间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您只需要拿着徒儿的牌子，每天去签个到，而且霍大人即便知道也不会说什么的。师傅，徒儿求求你了。师傅，好师傅，徒儿保证在10天之内回来，您就帮徒儿这一个忙，好不好啊？打住，请你离我3米远，我受不了想吐。多谢师傅，那徒儿这就走了啊，再见。感情这小子早就算计好了，罢了，不就是签个到吗？那也不是什么难事儿。签上，闵元。这个楚大小姐，这个不合乎规矩吧？大理寺官员犯了难，代替签到这事儿是不是不太符合规矩呀？若是让霍大人知道了，他这个职位可就不保了。有什么不合乎规矩的？霍安如果想说啥，就让他来找我，赶紧签上。说曹操，曹操就到。签上吧。是大人。有了霍安的准许，官员这才在人员出入记录表上写下了闵元2个字。正好问你个事儿。楚清月本打算问萧玉衡，可那货晚上才能回来，正好问霍安算了。何事？你们这儿出书需要什么流程？帮我办一张许可证可以吗？我想出一本小说。出书？你想写小说？怎么，你啥眼神啊？看不起谁呢？被霍安的目光盯得很是不爽，搞得他好像只会作妖一样。4大名著就暂且不说了，这些故事基本上在他所在的21世纪家喻户晓，光是狗血的大总裁故事，霸道王爷文就看了不下数百本了，更别提21世纪流行的一些小说。
虽然不可能每一章每一个字都记在脑海里，但大概的主线还是清晰的。楚清月敢保证，只要这些书一印刷出来，绝对是爆款的。老韩，给他开一张证明。大理寺还监管书籍印刷啊？古代大理寺相当于是21世纪最高行政法院，没听说过法院还管书籍印刷的事儿的呀。一般印书需要从户部拨款，工部执行，而民间印书需要官家证明。本官不妨做一个顺水人情。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有一股浓浓的嘲讽味道？并无嘲讽。到时候书出来了，还希望楚大小姐给予大理寺优惠的价格。这个好说，我楚清月又不是什么贪财之人。丫头呀，老夫听说你要出版小说，这样你只管写，其他的事情呀，全交给老夫去处理。什么印刷费呀、发行费呀，老夫都一并承担啊，并且还会将所得收入的50%全部交给你。狄阁老来到楚府的目的便是如此，他想从楚清月手中得到发行小说的权利。总之一句话，楚清月只管写，剩下的事儿都不用担心，还能拿到50%的收益。楚清月倒是有一些意外，他要发表小说的这件事情，只有楚天雄、霍安和萧玉衡3个人知道。狄阁老是怎么知道的？可以是可以，不过条件改一下，我要70%。丫头啊，印刷费很贵的，而且老夫打算用名贵的经本来发行，价钱上自然是要下血本的。既然狄阁老是想和我合作，咱们有商有量才是。不过70%的收益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狄阁老也应该很清楚，印刷费虽然贵，但是目前来说我还是能够付得起钱的。再说了，就算是我没有钱，萧玉衡有啊。这个咱们民间印书的事儿呢，就不和官家掺和，这样行不行？6%的收益加上分红，外加老夫给你造势，让你的名望传遍齐国。70%收益不变，若是狄阁老接受的话呢，我立刻将手稿第一版奉上。你也说嘛，凡事有商有量，对吧？不就是70%收益吗？哎，成交。最终70%收益为前提之下，楚清月将发行小说的全部事宜全权交给了狄阁老。丫头，你尽管写，老夫会让你成为下一个齐国文豪。这个就不必了，我只想赚钱。楚清月笑着，闺女，老夫总觉得这货不安好心，可又想不通他为何要干赔的买卖。民间印书，而且还是精装印刷，要耗费的钱财可不是1-2万白银能够抵消的。何况要在齐国发行，如今还要将受益的70%分给闺女，这老不死的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呢？比起这点，我更想知道狄阁老通过什么渠道知晓我的举动。楚清月有些抓不准狄阁老站在什么样的阵营，为何监视楚府，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告诉我呀？说啥呢？你爹我把告诉你的事情都说了，还能藏什么呀？一大早晨上街菜，顺便帮闵元卡签到，在即将离开大理寺之时，被霍安拦住了去路。干啥？光天化日之下，霍大人是要强抢民吗？出了事儿，跟本官走一趟。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啊？闵元不是说不会出山幺蛾子的事情吗？闵元走之前只是说让他帮忙签到，抱住大理寺侍卫的饭碗，可没说要履行大理寺侍卫该有的职责。本想买菜后签个到的楚清月，强行被霍安塞上了车，去往案发现场。有什么发现？初步判断他杀，此处非第一案发现场，有人将2名死者杀死之后，将尸体一路拖行到此处。从尸体脖颈上的伤痕来看，凶手应该是一名女子，或者是身材矮小的男子。可以从2名死者周围人。楚大小姐，您给咱们讲讲呗。很简单，第一，死者脖子上有2道勒痕，颜色不一。如果我想勒死你，用的力度和角度与上吊而亡的痕迹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第二，2名死者全身上下并无挣扎的痕迹。如果2人在同一时间段被杀死的话，应该是在醉酒或者昏迷的情况下发生的危险。你细细的问一问，隐约间能够闻到淡淡的酒香。这个时代没有化验科，只要提取样本检查一下便知一二。第三，我出外场的钱一个字儿都不能少。
3句话不离钱，大理寺侍卫将目光转移到了霍安身上，给钱的事儿只能由着老大来，他们还得攒钱娶媳妇儿呢。本官听闻燕国皇帝已经派使团来了萧国。霍安并不打算给钱，不仅如此，还说出了让楚清月十分烦心的话。他也听萧国百姓们说起了这件事儿，燕国的使团已经是来到了萧国，不日之后便可到达萧国都城了。而且燕国使团的目的只有一个，带着他去燕国和燕吴成婚。这个剧情发展让他有一些接受不能。先不说他都忘了燕吴长什么样了，但说他现在已经是2孩子的妈了，可从未听闻历史上有哪个皇后是带着娃嫁入皇宫的。再者，他又不喜欢燕吴，越闹心越是胡思乱想。楚清月一拳打在了霍安的腹部，霍安闷哼了一声，从腹部传来的剧痛蔓延开来。这女人还真敢下死手。城南小树林的命案在2个时辰后抓到了真凶。按照楚清月所描述的凶手信息，真凶是男性死者的亲弟弟。凶手喜欢未过门的嫂子，不想看到兄长和嫂子恩爱，妒忌心起，便打算杀了兄长。可谁知被女性死者撞见，便在慌张之下一同将人杀害了，伪装了案发现场。啥事儿啊，慌慌张张的。闺女啊，爹跟你说，虽然爹很中意三王爷这个女婿，但你们现在还未成婚，况且你身上呀寒毒未解，若是有孕的话，不仅仅对孩子不好，更会危及你自身的性命。不是这件事儿，我没怀孕，我是说燕国使节团来的事情。楚老头，今年正好是第10年，燕吴不会真的派使节团来吧？这事儿呀，这事儿你就放心就是了啊。为父早就和三王爷说了。哦，那就好。燕国使节团来访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萧国。萧玉衡负责接待使节团，楚清月则是安心地写着小说，将手写稿交给狄阁老发行。这么说吧，《西游记》一发行，瞬间风靡都城的大街小巷。以狄阁老的号召力，《西游记》红遍七国只是时间问题。楚清月也相当有自信，乃至是狂傲的资本。毕竟那是21世纪华夏的4大名著神书啊。本官燕国使节团元修见过楚大小姐。不知道袁大人来我楚府可有何事啊？是这样的，燕皇在10年前曾经许下了约定，10年之后会来萧国娶楚大小姐为妻，但由于燕皇有事离不开身，便派本官前来接楚大小姐去燕国，便于燕皇完婚。10年之约的事情不着急，袁大人来我楚府还有别的事情吗？我有些事儿还没处理完，劳烦袁大人有话直说。好吧，既然楚大小姐如此爽快，本官也不再弯弯绕绕了。玉佩其中的玄机牵连着燕国的命运，还希望楚大小姐可以带着玉佩与本官一同回燕国。没可能。第一，我已经是2孩子的妈了，孩子他爹是萧玉衡，你来之前应该是做了调查，也无需跟我装惊讶。2呢，5年前我受了伤，脑子失忆了，这一点楚府上上下下都能给我证明的。所以燕皇当年送我玉佩到底在何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3，请参照以上2点认真审题。楚清月列举出1、2、3，告知元修她不会再嫁去燕国，玉佩也不知下落，所以还是死了这条心嘛。娘亲，灵儿饿了。灵儿，娘亲在谈事情，哥哥带你去吃蛋糕。好吧，灵儿想吃双份甜的小蛋糕，吃2个。只能吃1个，吃多了灵儿会牙疼的。不嘛，灵儿就要吃2个，好不好嘛？哥哥，仅此一次。好啊，哥哥对灵儿最好了。灵儿一边呼唤着小蛋糕3个字，一边蹦蹦跳跳的牵着楚天泽的手，消失在了院落中。袁大人看见没？我儿子和闺女是不是超级帅气、超级可爱的？听闻楚大小姐的儿子是萧皇清风的神童，5岁的年纪便有如此的才学，未来不可限量呀。袁大人客气了，我只希望儿子和女儿能够平安喜乐，什么大富大贵的都不在意。这几日我会好好的找一下玉佩的，若是找到了呢，定然会第一时间交给袁大人的，若是找不到，我也不可能凭空变出一个来。玉佩的事情还希望楚大小姐上心，不过按照燕皇的意思，您无论是否决意嫁入燕国，都要前往燕国亲自面见圣上。为啥？
其实燕皇已经知晓了你和三王爷的事情，但毕竟10年之约牵绊着燕皇和楚大小姐，燕皇又以此事迟迟推迟立后。燕皇后宫嫔妃73人，但皇后之位一直空缺，文武百官皆是知晓燕皇与楚大小姐的事情。而且我们燕国最重视誓言，唯有楚大小姐亲自前往燕国拒婚，皇后之位方才能空出来。你的意思是因为10年之约，燕国皇后的位置一直给我留着，只有我亲自去燕国悔婚，燕国皇后的位置才能进行重新的角逐？大致如此。这件事情我需要和萧玉衡商议一下，等过几日再给你答复。这几天我也会好好的找一找玉佩，希望运气好能够找到。我早就忘了玉佩被扔在什么地方了，今儿找了一下午也没有找到。玉佩到底藏着什么玄机呀？真那么重要吗？玉佩是燕国皇室代代相传之物，等同传国玉玺。玉佩之中更是藏一枚钥匙，开启宝藏机关的其中一把钥匙。这个燕吴的脑子是不是有病啊？把那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10岁的孩子，闹呢这不是啊？当年的他也就只有10岁的年纪，燕吴竟然把如此重要的玉佩交给他来保管，就不怕他转身卖了换钱吗？可楚府就这么大，不仅仅是书房找了一下午，基本上楚府上上下下能翻找的地方都翻了个遍，还是没能找到玉佩的下落。如果找不到怎么办呢？会不会赔钱？一想到赔钱，楚清月更是闹心了。放心，一切有本王，夫人无需担心。萧玉衡的话就先给楚清月打了一针镇定剂，但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烦躁。楚大小姐，皇宫发生命案，皇上宣您进宫。皇宫发生了命案？啥时候的事儿啊？不等老杨说完话，楚清月已经被推上了前往皇宫的马车了。大概半个时辰后，在小太监的引路之下来到了正阳殿。我听老杨说宫里发生命案了，好像和燕国有关，谁死了？非要让我来验尸啊？夫人受累了，事发突然，宫中的仵作无能，霍大人便推荐了你。没事儿，帮你就是帮我。再说是霍大人推荐的我，出场费自然不会少我的。见过皇上。敢问皇上，不知何人死了，非要把我拽进皇宫里头来验尸，尸体在何处？我验完尸还得回去做饭呢。放肆！你个无知妇人，竟然敢这般对皇上说话！哎呦喂，这不是平难王吗？您怎么还活着呢？我还以为前段时间出殡的人是你呢。哎呀，这家伙给我高兴坏了，当天我还多吃了1碗米饭呢。混账！有本事你再说一遍！你若再用手指着本王的夫人，休怪本王不念同宗之情。你身为萧国3王爷，却管教不好自己的女人，让她当着满朝文武，当着外国使节团的面前丢人现眼，何其可笑！本王的女人是用来疼用来宠，不是用来管教的。袁大人，请问这位大人今日可曾服用过什么？一切照旧，都是萧国3王爷精心准备的食物。没有外伤也没有内伤，如果是下毒的话，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无关紧要的时候下毒呢？袁大人，可否将这位大人近2日的所有膳食一一告知呢？这些与命案有什么关系？虽是这么说，但元修还是将死者生前所吃的每一样食物列举出来。大人，昨儿李大人说要吃海鲜，还说萧国的海鲜是顶好的东西。卑职今儿早便为李大人买了一些海虾。海鲜？李大人从不吃这些东西。元修的一句话证实了楚清月心中所想。回皇上，燕国李大人之死确确实实死于毒发，但这毒并不来自于旁人，而是李大人自己把自己给毒死了。何为自己把自己毒死了？该名死者没有外伤，也并无内伤，死因就和我方才说的一样，是毒发，是李大人自己杀了自己，而原因呢，便是李大人所食用的海鲜。李大人死因是过敏，过敏的种类有很多，若不是看到隐藏在死者身上的小红疹子，他也不能够确认因由啊。何为过敏？众人不解，这过敏又是怎么一回事？是一种毒吗？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正常人吃了海鲜之后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但是有一类人在吃了海鲜之后就会发生排斥反应，轻者全身起小红点，奇痒无比，重者会导致此人产生窒息、昏厥等等各种症状。
燕国使者李大人的症状正是海鲜过敏，手下也未能及时发现，这才会死于急性过敏。楚清月一番解释，满朝的文武百官深有其事地点了点头。大姐头，楚老头一大早就出去了，不会是去给你找后娘吧？前段时间他和楚老头喝着酒，模糊的记忆中好像记得楚老头说过什么女子的事情，难不成真的和自己想的一样，是耐不住寂寞去找后老伴儿了？闭上你的乌鸦嘴巴！楚天雄的为人他是再了解不过的了，除非他娘亲复活，否则这天下再无任何女子能够走进老头的心里。刘元，老侯爷昨儿派人来，是不是找你回去啊？你在楚府待的也够久了，要不要回去看看？自从帮刘宇安破了案子之后，这货吃喝拉撒睡基本上都是在楚府，完完全全没把自己当成外人。但毕竟是侯爷府的小侯爷，也不能一直在楚府混吃等死吧。最主要的是，他发现刘宇安对青宁的态度并不像是一个正常男人对自家妹妹的态度，准是没安好心。大姐，小爷我在楚府给你打下手不好吗？这么着急赶我回侯爷府？大姐，小爷知道你啥意思。哎，要不我去大理寺当值啊？大理寺会要你吗？凭啥不要小爷呀？小爷可是小侯爷，不说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起码打架一个顶10个呀。小爷力气大得很。大理寺的侍卫是能文能武，除了不会生孩子喂奶之外，基本上都是样样精通的。再说了，大理寺侍卫办案需要聪慧的头脑，就凭着这一点，尊贵的小侯爷，你觉得你能胜任吗？大姐，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吗？我不是看不起你，你只是不适合去大理寺当差，没破案的头脑。别去祸害大理寺了，给我当值吧，每个月按时给你发薪资。刘元，不用我说，你也能够看到现在七国的情况，基本上可以用一锅粥来形容。这表面上的宁静安逸，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或许是10年20年，又或许是2、3个月。世事无常，变化多端，谁也不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萧雨恒是萧国3王爷没错，他是漠北越王没错，刘元是小侯爷没错。可是设想一下，当天下真正的大乱之时，若想能够在乱世之中自保，钱和实力缺一不可。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便是挣钱，挣多多的钱，居安思危。况且现在这处境并不安，更是要有着超前的思想来谋划一切。我需要挣钱，你负责帮我楚府打理钱财疏通。大姐你放心，虽然有些事情呢小爷不懂，但小爷可以学。好，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在乎家里人，天泽灵儿还小，我爹年岁又大，清明天真烂漫，每个人都是我心中的逆鳞。一句话，楚清月告诉刘元，楚府的情况不同于其他的豪门大户，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哎，放心大姐，小爷会努力的做好一切，等到小爷真真正正的能支撑起一片天后，一定会十里红妆迎娶清宁。很显然，刘元意会错了楚清月的意思。楚清月是告诉刘元他们白手起家的过程有多么的艰难，而不是告诉刘元强大了之后再娶清宁。小兔崽子，你果然对清宁不怀好心啊！这是《西游记》最后的一卷，并且我在后面附上了新小说的第1卷。哎呦，祖宗呀！你写完了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呀？害得老夫心惊肉跳的。狄阁老，我有个小忙，还得请你出手相助。哎，好说好说。哎，清月丫头，有啥事儿尽管说便是。狄阁老，这个包叫竹月，包里面的也是竹月品牌的胭脂水粉，我已经叫人生产了100套相同款式的包包和赠品胭脂水粉。小丫头的意思是想让老夫给你推广一下。狄阁老瞬间明白了楚清月的用意，怪不得当初死丫头答应自己出版小说，又在最后1卷的时候卡了他许久，原来真正的目的在这儿啊。准确来说呢，应该叫做双赢。以狄阁老的号召力，再加上小说的知名度，我相信竹月这2个字很快就会遍布7国的天下。好一个双赢啊！你一个小丫头，比你定有经济头脑。不过话说回来啊，推广没问题，以老夫之力，必然会不留余地的让竹月在7国开枝散叶。可你怎么确保不会有人造假、冒名顶替呀？狄阁老所说的问题，楚
楚清月和刘雨安早已经想过了，他们在每一个背包中都只做了一枚银牌，精致的银牌有自己特定的号码和防伪标识，也就是说每一个包包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明，想要造假也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技术。价格如何定夺呀？狄阁老的知名度享誉天下，相信应该认识七国第一美人瑶姬。懂了，老夫懂了。瑶姬，七国第一美人，也是摘星楼的花魁，是多少男人心目之中的女神，也是多少女子效仿的对象。狄阁老明了楚清月的用意。女儿，你真的打算经商吗？此路非寻常之路，爹爹不想看你这么累呀。女儿心中有数，爹爹也知道，七国表面上的平和已经维持不了多久的。女儿想要做的，只是让楚家所有的人平安无事。人呢，一旦有了牵绊，就要思考方方面面。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才能成为人，而不是一些生活在森林中只维持温饱的野生动物。他虽然没有去外面看一看七国现在的现状究竟如何，但这些时日陪着萧玉衡在书房看密函，也是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还是那句话，居安思危以备不时之需。一日，楚清月为闵元签到的最后一天，这货还没有归来的消息。有啥事儿？西游记最后一卷有些不解，那老龟为何对唐三藏等人做出如此之举？大哥，西游记都完结多久了？你不会才看到结尾吧？前段时间忙着公务，没时间看。楚大小姐，这事儿也不能怨霍大人。霍大人把俸禄呀全都给了死去兄弟的家属，连基本吃饭都是个问题，更别提花钱买书了。自从霍大人上任成为大理寺卿之后，每个月的俸禄都会给死去大理寺侍卫的困难家属，这么多年一直是坚持不懈。这么说吧，整个大理寺连狱卒都要比霍大人富裕。兄弟，无私奉献啊！没发现霍安还这么有爱心。因为9981难还差一难，老龟的举动算是第81难了，懂？原来如此。霍安豁然明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呢。他昨晚上去茶馆办案，正巧听到说书先生说到关键之处，停了下来。今日这才特意的问一问楚清月应有。哦，对了，前段时间抄平南王郊外的宅子，抄出来有用的东西了吗？能不能置平南王于死地啊？暂无，只找到一些无用的东西。不过你放心，陛下乃萧国明君，必然不会放任任何一个作恶之人。看我做什么？我又不是作恶之人。萧景瑜是不是明君他不在意，他只在乎萧景瑜别打楚府的主意就烧了高香了，要不然他会让萧景瑜知道什么叫做来自漠北的威胁。闵元来了信，让你再替他签到7日。我就知道了，走了。这姑娘，我有些不舒服，能否劳烦姑娘送我们夫妻2人离开萧国都城，到郊外便可。痛经？上车吧，都是女人，理解。楚清月没有从白发女子身上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恶意，反之，不知为何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莫名其妙的。吃点甜的，能缓解一下疼痛。多谢。你好，我叫凤无心，和相公来萧国找人。来萧国寻人？是，来萧国找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却是早一步的离开了，所以我们夫妻2人准备离开萧国，去往另外一个国家寻找他的踪迹。凤无心说着他和相公江莫义来到萧国的经过，本以为能够找到人的，结果不仅人没有找到，生理期还来了。也是有缘遇到了楚清月。凤无心已经洞悉了一切，但是并未说出什么。一路上2人聊得甚欢，这些钱你先拿着，就当路上的盘缠，等到什么时候找到人回萧国再还我也不迟。这都不好啊？没什么不好的啊，咱俩投缘嘛。要不是你着急去寻人啊，我一定会留你在楚府住上一段时间的。楚清月爽朗地笑着，凤无心也不再推辞，接过了一张银票放在怀中。作为感谢，知道我亲手画的护身符你先拿着，可以帮你抵挡一次致命的大劫。那我便收下了，若是寻不到人的话，不妨来楚府坐坐。
近几年的时间，我应该一直在萧国都城，到时候你随便抓个路人，问楚家大小姐住在何处，便可以找到楚府了。好，说是有时间，我一定和相公去楚府做客。夫人莫要介怀，既然楚清月可夺舍他人的身体，而且还有夫人亲手所制的符咒傍身，定然会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相公，他知晓楚清月来自于与他一样的21世纪，灵魂夺舍成为了现在的楚清月，而且将来会面临一场大劫难，关乎生死的大劫。可不知为何，身为神的他竟然看不清楚交织在楚清月身上的命运线，唯有赠上一道符咒，希望楚清月能在日后的危险之中转危为安。所有的事儿自有因果，他有自己要走的路，夫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回到楚府之后，楚清月将凤无锡所赠的符咒小心翼翼地放进香囊之中。夫人在做什么？我今儿回来的路上遇上了一对夫妻，那女子白发红眸，美若天仙，离别之前赠送了我一道符咒，她说可以在我大劫的时候保我一命。楚清月笑着，不管是真是假，总归是他人对她的心意。你今儿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我听说燕国使节团的人要走啦。3日后离开萧国。提到燕国使节团的时候，楚清月并未注意到萧玉衡眼底一闪而过的寒意。大姐，外面有公公找你。楚大小姐，恩皇送您的玉佩在他手中，您若是想要的话，便与老奴进宫与陛下叙旧。皇上找我叙旧，这话可真是可乐。萧锦瑜找他叙哪门子的旧啊？还有，燕皇10年前送他的玉佩，为什么会在萧锦瑜的手上？怪不得他找遍了楚府都找不到玉佩的影子。是，陛下说您现在一定想拿回玉佩，特此叫老奴来楚府告知一声。那成，公务带路。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本王不知夫人所指为何。坦白从严，抗拒更严。好，夫人问便是了。萧锦瑜怎么会有玉佩的？那也不是燕皇给我的玉佩吗？为什么会在萧锦瑜的手中啊？5年前，夫人离开萧国之际，陛下命人前往楚府盗取万里山河图，顺手拿到了玉佩。萧玉衡告知楚清月，玉佩在萧锦瑜手中的因由，这一切都要从5年前白云寺的那个晚上说起。当时不仅仅是三王府在调查楚清月，宫中的人也在调查楚府。楚清月的出现不仅仅打乱了萧玉衡的生活，也打乱了萧锦瑜谋划了数年的计划。所以说，萧锦瑜找我进宫聊天，是为了让我拿着玉佩去燕国退婚，并且以此条件与燕国联盟共同对敌。楚大小姐怕是忘了，当年燕皇离开之际，曾经许诺过您，您只要拿着这道玉佩去寻他，便可提出3个任何的条件。哼，我现在都成了许愿池的少女了。刘宇安他爹给了他柳家军的令牌，兰家和江家也是应了他的条件，如今又多出一个燕皇来。这年代，誓言都是成吨批发的吗？楚清月吐槽着不满。皇宫御书房，陛下，玉佩还我呗。还？按道理来说，朕应该将捡来的玉佩物归原主，但是朕需要你亲自前往燕国，将玉佩还给燕皇。朕要你拿着玉佩前往燕国，在退婚的同时提与燕国联盟的条件，2国共同敌对外敌。陛下，你是看得起我了？你是漠北越王，并且是朕3弟未过门的妻子，相信此时燕皇也清楚，所以才会派袁丞相去楚府与你交谈，来将玉佩归回楚清月。是陛下。萧玉衡，陛下是你几个啊？本王行3，陛下在父皇子嗣中行2。楚清月点着头，原来萧锦瑜不是嫡长子，怪不得总是担心自己的太子之位不保，即便是当上了皇帝，都在处处刁难萧玉衡。陛下，不是我说啊，2国之间邦交绝非儿戏，你派我一个无知妇人去交涉，是不是太不尊重燕皇了？再说了，
你看我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如果我真的去了，万一说错了什么，被燕皇给咔嚓了啊！不行，我不去。朕会派人护送你前往燕国，保证你安然无恙地回到萧国都城。事成，朕会予你200万两白银作为奖励。除非陛下答应我3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事成之后给我500万两白银，并且要是真金白银的现钱，空头支票不作数。好，朕答应。陛下别这么快答应，我还有另外2个条件。第二，若是我此去前往燕国，陛下要答应我100年之内不准对楚府做出有任何伤害性质的事情，并且要保护楚府上上下下不受任何人的威胁。好，陛下，你应该清楚，萧玉衡也是我楚府的人。一旦你答应了第2个条件，就代表着不能用各种各样阴谋阳谋的计划对萧玉衡不利。朕既然答应你，自然会遵守约定，不像某些异族嫔妃所生之人不遵教条。那好，既然陛下答应我的2个条件，我也答应陛下拿着玉佩前往燕国。不可，此去燕国危险重重，他绝对不会让楚清月前往燕国的。不等楚清月再次开口，萧玉衡直接抱起楚清月，转身离开了御书房。玉衡哥哥，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呀？夫人，此去燕国危险至极，本王不想你在路上出现任何危险，本王承受不住再次失去你的后果，即便是想也不敢去想。自白云寺之后，那5年的时间，他看似不在意一切，可失而复得之后，楚清月母子3人是他萧玉衡的全部。夫人，在这个世界上，本王唯有你与孩子了。萧玉衡，我知道你担心我，你说我和孩子是你的全部，那你和孩子也是我的全部啊。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答应萧景瑜前往燕国的。还记得我说过的那句话吗？我是楚清月，我是可以站在你身边，与你一起看尽天下沉浮的女人。上穷碧落下黄泉，我认定你了，便是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无法改变的事情。一字一句在萧玉衡的耳边响起，这些话是楚清月心中最为真实的爱。我答应你，一定会小心的，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地。这一次燕国之行，我必去无疑。我想要袁家的万里山河图。楚清月在进宫之前就已经想好了一切，他只是在等着萧景瑜给出足够的价码，之后再开口同意去往燕国。毕竟燕国的袁家有着最后一张的万里山河图，只要找到了袁家的万里山河图，便可以召唤神龙了。本王若是不准，你还会去吗？会，而且我很放心把天泽灵儿交托给你。夫人，本王不想再失去你。萧玉衡知晓楚清月的性格，一走就消失5年的女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喂，你就这么看不起我？再怎么说我也是漠北的越王哎。装作生气的模样，楚清月白了一眼萧玉衡。前往燕国的事情，就算萧玉衡再怎么劝说，楚清月的去意已决。你要是敢去燕国，爹爹我今儿就吊死在这棵歪脖树上。怀公，娘亲决定的事情您是改变不了的，既然娘亲要去燕国，自然就是想好了前路种种。娘亲，您想去便去，楚府交给儿子便是了。还是儿子懂得娘的心，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呢？刚把灵儿哄睡着了，听到娘亲和外公的对话，所以才来看个究竟。儿子棒棒的。娘亲去燕国之后呢，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灵儿，有什么事儿不可以逞强，随时找萧玉衡，知晓吗？夫人放心便是，本王会好好的照顾楚府上上下下，连后院散养的乌鸡也会喂得肥肥的。就不劳烦三王爷操心了，楚府的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只要三王爷不把麻烦带来楚府，在下就谢过王爷了。楚府是本王夫人之所，你与灵儿是本王的子嗣，本王自然是要劳心费神的照看你们。去往燕国的事情已经成了定局，就算楚天雄用自己的生命来威胁楚清月，也改变不了什么。死丫头，你从没听过我的话，都怪当爹的太宠着你了。楚天雄叨叨咕咕着心中的不满，埋怨着自己对楚清月太过纵容，才会让楚清月养成现在这个痞性，简直和他娘一个模样。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就当我去燕国旅行。能一样吗？
你知道燕国多么危险吗？现在齐国这么乱，万一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你叫为夫怎么接受得了呀？爹爹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姐妹2个伺候的，以为你们长大了爹爹能享享福，可到了老了还要天天为你们担惊受怕，我容易吗？老头儿，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我保证绝对不会让我自己陷入危险之中的。你叫爹爹怎么放心得下呀？你娘临死前让我好好照顾你和青宁，你消失的那5年，若不是青宁在身旁，爹爹呀早就以死谢罪，找素问去了。爹，我可是你楚天雄的女儿，是天泽和灵儿的娘亲，是楚府的大小姐。那又怎样？爹爹就你们2个女儿，天泽和灵儿就你1个娘亲，楚府就你1个大小姐。闺女儿，咱们不去行不？袁家的万里山河图咱们不要了。爹，我之所以去燕国呢，并不是为了找到万里山河图的宝藏，而是去找能让咱们楚家所有人立于不败之地的保命符。如果咱们楚府的秘密终有一天会被发现，手中握着一道保命符，可保楚家上上下下能在这乱世平安下去。一张小小的万里山河图便让楚家陷入了绝境，更别提这么多的万里山河图了。与其手握6张图，倒不如将7张图凑齐，召唤神龙。他不会主动去寻找什么宝藏，但手握完整的藏宝图，他相信楚府绝对会平安的在乱世之中生存。爹，你相信女儿？爹不是不相信你，爹是担心你呀。楚天雄想说的话太多了，看到女儿眼中的坚定，即将说出口的话又全部都咽了回去。父女2人聊了一会儿，楚天雄这才回房睡觉。你真的决定去燕国吗？身为萧锦瑜的头号狗腿子，你老大决定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如今齐国动荡不安，你这一去危险重重啊。不然呢？要不然你替我去退婚？楚清月能听出来霍安是在担心他，只不过还是免了吧。无事献殷勤虽然不奸不盗，但也让人不舒服。这段时间和霍安接触下来，这货的脾气秉性他了解，确实是一个可以交的朋友。但霍安终究是萧锦瑜一方的人。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看着楚清月渐渐消失在视线之中的背影，霍安似乎是有什么话哽在嘴边没有说出来。霍大人，楚清月是三王府未来的正妃，也是2个孩子的母亲。老杨在大理寺这么多年了，人情世故看的是清清楚楚，当然看得出来霍大人喜欢楚清月了。楚清月每一次来到大理寺，霍大人眼中的神色都是亮着光芒的，和看他们的眼神完全不一样。但这一切就和他说的一样，楚清月复杂的身份与霍大人没有丝毫的可能性，而且楚大小姐也不喜欢霍大人呢。本官知晓。老杨的声音回荡在耳旁，一抹自嘲的笑意浮现在霍安的唇角。他又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和楚清月的界限呢？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心中暗暗地期待着，幻想着或许有朝一日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和楚清月说出那句话。干活去吧，你和小刘去西城把前几日的命案再调查一下。是，霍大人。楚老头，你别不知好歹呀，老夫也心疼清月丫头呀。我呸！你个老不死的，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想什么。素问活着的时候你就不怀好意，现在还想抢走老夫的女儿啊！楚天雄，你个老匹夫！老夫若不是看在素问的面子上，若不是真心的当清月是自己的闺女，才不会趟这滩子浑水。此去燕国危险重重，路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呀？他们可是不想让燕国和萧国联盟呀。老夫跟在清月身边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你个老不死的，没这个能力保护清月，老夫来。漂亮话谁都会说，你若不是因为清月的利用价值，才不会如此。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以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还说自己是文坛大家，其实呀，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奸商。
哎，景月丫头，老夫都一把年纪了，还能对你有什么企图呀？老夫是真心将你当女儿看待。滚犊子！楚清月是老夫的闺女，是老夫和素问的孩子，有你什么关系？用不着你瞎操心。多谢狄阁老，那2日之后便麻烦狄阁老了。嘿嘿，我就知道清月丫头懂事啊，嘿，不像倔强的老不死的闺女，她就是个伪君子呀。你才是伪君子呢！老夫是齐国公认的大文豪，你在污蔑老夫，信不信老夫让你名声扫地啊？知府莫若女，楚清月心中明了，楚天雄方才的那些话和狄阁老吵架骂的那些脏话，其实都是为了他，为了能够让同行的狄阁老更好的顾及到他的安全。楚清月也能看得出来狄阁老和楚天雄之间特殊的一种友谊。本王不放心你一个人前行，你要留在萧国都城，楚家还需要你来照看，有你在我才能放心去燕国嘛。楚府就交给你了，换一个角度来想想，就当做是给我放个假，我去燕国旅游去了。等你回来之后，本王以10里红妆迎娶你入府，让你成为这天下最幸福的三王妃。好，不过在此之前，老娘倒是有一件事情得问问你。我今儿无意间听到一件事儿，说你和燕国某个公主之间好像也有婚约呢。夫人，本王今生今世，生生世世只爱你一人，弱水三千，只取夫人这一瓢。弱水三千？这么说，三王爷还有预备军团呗？咱们家的家训是什么？回夫人，坦白从严，抗拒更严。既然如此，还不老老实实讲来？若是有半个字的欺瞒，下场三王爷应该是知晓的。是，本王一定老老实实交代，绝对不敢有任何隐瞒。于是乎，书房中，萧国权力滔天的三王爷认认真真地回答着楚清月的每一个问题，知道的自然明白两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的还以为大理寺审问犯人呢。事情便是如此，本王对夫人的心天地可见，绝无二心。燕国的二公主燕于兰，正好此去燕国，顺便也帮你把婚给退了。谢夫人。大姐就是大姐，能把三王爷牢牢地抓住在掌心之中。牛，什么叫抓住在掌心之中？王爷那叫宠，那叫爱，你个单身狗！烈风白了刘元一眼，单身狗3个字也是从楚清月那里学来的。你们俩是单身狗，可别带上我。小爷可是有清宁妹妹，羡慕吧？刘宇安丝毫不遮掩自己对楚清宁的爱意。纳兰锦和烈风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刘元，二人异口同声地骂了刘元一句畜生。他们早就将楚清宁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子，刘宇安这只黄鼠狼竟然敢对他们的妹子下手，那就别怪他们当哥哥的不客气了。纳兰锦勒住了刘宇安的头，烈风抓住了刘宇安的腿，二人合力将刘宇安扔出了墙外。纳兰叔叔，烈风叔叔，你们在做什么呀？没什么，灵儿饿不饿呀？纳兰叔叔带着你去买糖人儿。纳兰叔叔，墙后面是不是有东西呀？没有，是野狗呢。纳兰叔叔呀和烈风叔叔刚才在打野狗。哦，灵儿想要3根糖人，灵儿一个，哥哥一个，姨姨一个。好，灵儿想要多少糖人，纳兰叔叔就给灵儿买多少糖人。别说3根糖人了，就算是300根糖人，3000根糖人，只要楚灵儿开口，纳兰锦和烈风都不会有任何拒绝的念头。谁让这么可爱的小丫头是三王府所有人心尖上的大宝贝呢？娘亲放心，天策一定会好好照顾外公，照顾灵儿和姨姨的。娘亲，灵儿，灵儿在家里等你，你要，娘亲要快去快回。娘亲，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娘亲一定会平安归来的。大姐头，你放心，小爷就算是拼了性命，也会保护好楚府的每一个人。女儿啊，你一定要答应爹，完完整整的去，完好无损的回。如果真的遇到了什么危险，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保全自身的安全。第一次离开儿女，再次离开楚家，楚清月的心中也是有万般不舍。这是什么？你还我的钱啊？燕国的一些人员信息，你或许能用得上。
当做践行的礼物。胡安轻描淡写地说着，楚清月并不知晓，这本书上所有关于他要接触的燕国人员的信息详详细细的被记录了下来，几乎是一天一夜胡安不眠不休的成果。行了，礼物我收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得把欠我的钱给还了。楚清月笑着言谢，他知晓这本书的重要性。你知道我5年之后回来之时，在刑场上见到你是什么感觉吗？夫人必定觉得本王是这天下间最好的男子。不是，是危险。你是不知道，你当时的那个气场，怎么形容呢？方圆10里生人勿近，近者杀无赦。夫人为何5年不见踪影？夫人5年前睡了本王后，本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夫人的目的，直至在官道上再次遇到夫人，并且听到夫人说的那一番话。那个当时信口胡诌的，也是为了让孩子们打消找爹的念头嘛。况且谁知道咱俩这么有缘分嘛。嘿，本王有一件事情不是很明白，本王哪里长得丑，丑的不忍直视？没有，王爷您可是貌美如花，看得我心神荡漾，这乃是天下第一绝色。一日，楚清月腰酸背疼地瘫在马车中，一旁的萧玉衡满脸春风地叮嘱着楚清月种种。一旦接收到侍卫的密报，本王会马不停蹄地前往临城。知道了，你赶快回都城去吧。刘宇安那个脑子不是平南王的对手。刘宇安有经商的头脑是不假，可是官场上的这些阴谋不是他能够抗衡的，尤其平南王那个老不死的处处针对楚府呀。看似平静了一段时间，没耍任何的阴谋手段，可谁知道这货会不会在谋划着什么，准备趁着他离开楚府的这段时间下黑手呢？三王爷，你就放心吧，有老夫在，即便拼了这条老命，也不会让清月丫头受到任何伤害的。萧玉衡，你老老实实的在萧国等我，不许沾花惹草，否则老娘剁了你所有的腿。楚清月，你是我萧玉衡的女人，一生是，生生世世都是。哎呀，年轻人的爱情呀，可真够大胆的。狄阁老，你也年轻过的，也爱过，要不然怎么明知道我娘亲有夫君还要喜欢他呢？那不一样，就你爹那个长相呀，老夫还以为你爹是你娘亲的爹呢。老夫年轻时候可是出了名的俊美，自然要追求素问了。狄阁老回忆着以往，与楚清月说着他们3个年轻时候的往事。那段过往虽然挺扯淡的，可如今看来也不乏回味无穷啊。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苏问死了，只剩下他和楚天雄2个老不死的还活着。不过老夫跟你说呀，你娘亲长得是真美，别说平南王了，就连萧国的先皇都动了心啊。先皇？萧玉衡和小金鱼儿的爹？小金鱼儿是谁呀？萧景瑜啊，你不觉得萧景瑜和小金鱼儿发音是一样的吗？哎，别在意，一个梗罢了。倒也相似啊，哈哈哈哈！正是啊，当初萧国先皇对你娘亲也动了心，只不过没有平南王那般卑鄙无耻。可你娘亲终究在数个追求者中眼瞎的选择了楚天雄啊！当着楚清月的面前说楚天雄的不是，狄阁老说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反正他这辈子和楚天雄之间的结永远别想解开了。夺妻之仇不共戴天呀！狄阁老，夺妻之仇4个字怕是不妥吧？有啥不妥的？要是没有你爹的蛊惑，苏问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人，何必落到那种地步啊？我爹爹和我娘亲是真爱，是生生世世注定了的缘分，外人是无法介入的，即便是家世显赫的王爷公爵，甚至是皇帝也不能的。你个丫头，明里暗里都帮着你爹说话，老夫白心疼你了。还有，你才多大呀，知道屁的真爱呀？在我看来，真爱很简单，很简单。简单？你可知千万人中相遇的几率有多么的小呀？你又如何确定遇到的彼此是真心相爱啊？真爱就是，即便我胖成了个球，萧玉衡丑成了一个猴，可我俩仍旧是不离不弃的守在彼此身边，担心对方被他人挖走，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着彼此，这就叫做真爱。元宵，这个
奥特曼是谁啊？迪迦还是赛罗呀？奥将军，燕国的7将军之一，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哦，名字很是独特呀。楚清月之所以对这个人如此感兴趣，主要是因为霍安在奥特曼3个字旁边注解了一行小字：此人生性勇猛，不可接触，与萧国有世仇。霍退昌，金罗还是双汇啊？玉米肠还是鸡肉肠？霍将军也是燕国7大将军之一，不过已经卸甲归田。现如今，霍将军之子霍相正气担任7将军之一职。霍退昌的儿子叫啥？霍相正气，确定没和我开玩笑吗？楚清月憋着笑，元修不太理解楚清月为何而笑。霍退昌将军数年前曾经被象族的人所救，为了感念象族的救命之恩，便将长子的名字命名为霍相。只不过霍相小公子年少多病，路遇算命之人为其卜卦，唯有在名字上加上正气，才可化解命中劫难。楚清月努力地压制着抖动的肩膀，心中猜想着给霍相算命之人可能是个和他来自同一时代的，否则又怎么可能知道霍相正气4个字呢？奥特曼，霍退昌，霍相正气这个名字真的是太有喜感了。元修仍是不晓得楚清月为何笑得快抽过去了。难道说奥特曼将军、霍退昌将军和霍相正气少将军的名字很好笑吗？我这第2卷写的小说呢是刑侦探案的故事，剧中的主角狄仁杰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屡破奇案。第1卷的结尾处，我特意留下了个疑问，隐隐约约间透露一些凶手的信息。4大名著他只写了《西游记》，《红楼梦》的故事他喜欢，但是《红楼梦》是一本需要静下心来看的名著，所以他选择了通俗易懂的《西游记》作为第1本小说摘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2本名著嘛，他打算过上个2年再默写。于是乎，第2本摘抄的小说选择了神探狄仁杰。丫头，你跟老夫说实话，你是不是按照霍安为蓝本写的神探狄仁杰啊？狄仁杰姓狄，狄阁老您也姓狄，您为什么不觉得我是按照狄阁老您的形象设计出了狄仁杰这么一个人物呢？老夫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和狄仁杰有几分相似，怪不得如此熟悉啊！这老头是怎么把狄仁杰和霍安联系在一起的？脑洞也是够奇葩的。《西游记》的完结，新小说第1卷发表，热度自然不减。不过我更希望读者们动动脑筋，以主角的视角推断一下案件的真凶。行，你这么说的话，老夫也不再催促你了。来，再喝一杯酒。这酒呀，可是我从你爹那里偷来的。嘿，楚清月，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又怎么会在这儿？不在唐家堡待着，跑到燕国做什么？清月丫头，他是唐家堡唐门的人。狄阁老左看右看，不论怎么看都无法将粉衣少女和唐门的人联系在一起啊。唐门现在的宗主他认识，5大3粗，怒目横飞，长得就和贴在门上的门神一样，神鬼莫近。可是清月丫头说她是唐家堡的大小姐，不仅仅是狄阁老不解，元修也是如此。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呢便是唐门少主唐宁。众人都知道唐宁是唐门的少主，也在潜意识中默认了唐宁是男人的身份，却是不知道唐门少主其实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话说这小丫头真是唐门的少主？如假包换。死丫头，你爹知道你逃出来了吗？我爹当然不知道了，若是知道了，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那你来燕国做什么？唐门可不在燕国，更不属于萧国。死丫头不远万里从唐门来到燕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要去燕国找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很重要？对，十分重要。唐宁口中的他名叫高无忧，好像是什么燕国的高门大户吧，但确定是燕国燕京的人。事情还要从楚清月离开唐门后的那段时间说起。唐宁送了千机匣给楚清月，千机匣是唐门的镇宗之宝，结果被罚面壁思过。在后山面壁的唐宁闲得都快要发霉了，
许是上天眷顾，竟然从山崖上掉下来一个男人。那男人虽然是受伤了，濒临死亡，但只要有他唐宁在，就算是想死也很难。于是乎呢，唐宁救了男人，也就是他口中说的那个高无忧。被救活了的高无忧很是感激，并且立下了誓言，愿意生生世世守护在唐宁身边。情窦初开的唐宁心花怒放，可谁知直到一日清晨，高无忧消失得无影无踪。我问了许多人，问到了关于高无忧的种种。高无忧，燕国燕京，你认识啊？叫高无忧的人多不胜数，但燕国燕京的第一高门高家嫡长子也有一个叫高无忧之人，并且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与唐宁姑娘所说的时间段很是吻合。燕国燕京的高家是燕国第一大家族，势力和实力不是寻常家族所能够比拟的。若非与十大家族的墨家是世仇，他是早已经入列十大家族的联盟了。袁秀不知道自己说的高无忧和唐宁口中的高无忧是不是同一个人，可看唐宁眼中的杀意，难不成这次是去寻仇的？死丫头，若燕国燕京的高无忧真的是你要找的人，你打算怎么做？将他碎尸万段？不知道，或许吧，杀或者不杀我不知道，但我要拿回我们他们的宝贝万毒灵。你可真是大方，什么东西都敢往外送，你爹那些家底儿迟早被你给败光了。我当时不也是鬼迷心窍吗？谁知道他是个渣男。光说我了，你去燕国干啥？去退婚啊，顺便找点东西。楚清月看向袁修，眼神之中的笑意让袁修背后发寒。楚姑娘为何用这样的眼神看本官？你帅呗，多看两眼养养眼喽。楚清月越是这么说，袁秀越是心中没底，直觉告诉他这个女人一定有诈。清月啊，你要去燕国，我也要去燕国，正好咱俩结伴呗。我也好久没有吃过你做的菜了，甚是想念啊。唐宁比楚清月小上2岁，当年和唐宁认识的时候，二人也是不打不相识的。从开始的冤家到后来无话不说的闺蜜，要不是楚清月要去萧国，唐宁压根儿就不舍得楚清月离开的。你压根就不是想和我一起同行去燕国，你是馋了吧你啊？嘿，知道就行。不会吧？你说的真的假的？骗你做什么？我离开萧国的这段时间，萧玉衡照顾灵儿和天泽。楚清月就知道唐宁会如此震惊。也是，当他得知萧玉衡就是5年前白云寺的和尚之时，脸上的表情比起唐宁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才是灵儿和天泽的爹，不甘心。唐宁一直以灵儿和天泽的爹爹的身份自居，楚清月也懒得去说什么。哦，对了，问你个事儿，你爹爹有没有和你说起过万里山河图啊？这东西很危险的，你怎么知道的？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爹爹有没有和你说过什么？我家里有一张万里山河图啊，上面写着唐门2字。楚清月相信唐宁，也直白地告诉唐宁，他手中有一张万里山河图，上写了唐门2个字。除了君家和唐门2张字样的万里山河图，楚清月还在每张万里山河图中隐隐约约地发现了一些线索。当初没有仔细去看，原来每一张万里山河图都有自己的独特且很难发现的细节。我爹和我说，当年唐门的先祖是前朝的皇帝智友，也是前朝的拥有7张藏宝图之一的守护者。后来不知怎么的，藏宝图就没了。关于藏宝图的故事，每一个人所表述的都不一样。楚天雄说的是一个版本，世间流传的是一个版本，唐宁说的又是一个版本。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源头？这些事儿你听听就好了，就算你有万里山河图，也别拿出来显摆，会引起风波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虽说唐门本该是万里山河图的拥有者，可怀璧其罪的道理，唐门先祖知晓，丢了就丢了，也没有再去寻找。你猜我手里有多少张万里山河图？多少张啊？大哥你可别逗我，那玩意儿有1张就足够灭门的了。见楚清月的表情并不像是在开玩笑，唐宁脸上的表情吓得都快要凝固了。两张？不对，3张？也不对。我的天哪，你别跟我说你手里面有4张万里山河图，你是要作死啊你啊！纵观7国历史，多少家族都是因为1张万里山河图被灭了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若楚清月手里面真有4张万里山河图，一定会成为7国共同讨伐的对象。不对，你别吓我，我心脏不好。我手里面
有6张万里山河图的残片，就差袁家那一页，就可以凑齐一张完完整整的万里山河图。听到此，不仅仅是唐宁愣在了原地，就连暗处隐藏着的袁修一时愣住了。他调查到楚清月手中可能还会有万里山河图的残片，但是没想到楚清月只差他们袁家的1张，便聚集了7张了。刚才所说的一切，想必袁公子也是听入耳中，我也不再废话了。我要袁家的那一份万里山河图作为谢礼，我会将楚家所拥有的6张万里山河图赠送给袁公子。此话当真？万里山河图一共就只有7张，谁也不曾想到楚清月手中就有6张万里山河图。袁修看着楚清月，眼中的神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尤其是在听到楚清月愿意以6张图作为谢礼，换他们袁家的那一张万里山河图的时候，神色更是无法表述。至始至终，楚清月凤眸上扬，满是笑意，似乎是在说着寻常的交易，而非天下众人都想要得到的万里山河图。狄阁老，等7张万里山河图聚集之时，我也送你一份吧，就当谢礼了。万里山河图不是有7张吗？你若是送老夫一份，7张万里山河图不就少了1张吗？书可以印刷，万里山河图自然也可以了。清月丫头啊，你要知道，如果今日这番对话让他人知晓，即便是老夫也跑不了你啊。万里山河图之一本就是我唐门所有，为何要说出去啊？况且我和清月之间的患难生死情不是你们能够想象的，倒是袁公子和狄阁老比较让人担心呢。狄阁老放心，我相信袁公子能够当上燕国的宰相，万里山河图的事情他也自有分寸。楚清月相信唐宁和狄阁老2人，至于袁修嘛，作为燕国宰相，他并不信任此人，但作为燕国袁家的公子，他有十足的理由相信袁修会守口如瓶，即便在面对燕皇的时候，也不会透露出半个字。本公子既然选择和楚姑娘合作，自然要对此事严加保密。成交。老夫跟你说一件事情啊。狄阁老，请讲。你也知道，老夫这一生呢，儿女众多，而且呀，门徒遍布7国。清月丫头虽然不是老夫的血脉，但老夫却将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一样。狄阁老放心，在下是以袁家嫡长子的身份与楚清月做的交易，无关燕国袁丞相任何事情。狄阁老也知道，楚清月不仅仅是漠北的越王，更是萧国3王爷的女人。在下不会为了一己之私，将袁家甚至整个燕国推入万劫不复之地。作为袁公子，在下自然会与楚清月做好这次有利无害的交易。作为袁丞相，本官在得知一切后，更是希望燕国和萧国联盟。万里山河图是个好东西，但是得罪楚清月，下场并不是7张万里山河图能够摆平的事情。孰轻孰重，他心中有数。无论是作为燕国袁家的嫡长子，还是作为燕国朝堂上的袁丞相，那就好。哎呀，也难怪呀，燕皇那小子会选你这个年轻的小狐狸做丞相，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爹死在沙滩上。狄阁老过奖了，家父身体健壮，至少还能活上20-30年。狄阁老和袁修从万里山河图的话题上聊到了袁修的父亲袁大庆的婚姻问题上。用清月丫头的话来说呀，你爹就是个渣男，一把年纪了还死不要脸的娶小姑娘，呸！狄阁老言重了，家父只是生性风流了一些，但作风没有问题啊。一站一边，一老一少就袁大庆是不是个渣男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丫头离开的时候还和神经病似的，怎么回来之后就和霜打的茄子一样？小丫头不会知道高无忧和李家小姐的婚事了吧？狄阁老难不成早就知道？哎，话不能这么说呀，老夫之所以不告诉唐小丫头，也是有所考虑的嘛。一来他说了的话，按照唐宁丫头的性格也不会相信，定然是觉得他在抬杠。二来嘛，高无忧和李家早就有婚约在先了，唐宁丫头算是那个介入者，虽然是在不知情的无辜情况下爱上了高无忧这个渣男。三来，他和高家的上一代家主是好友，你也知道唐丫头的性格，也总会有知道的一天，长痛不如短痛嘛。高家和袁家交好，清月丫头，你做事前可得想清楚才是啊。狄阁老放心，我相信唐宁。老夫也相信唐宁，但老夫不相信你呀。
狄阁老笑着，唐宁若是抱走了，由楚清月压制着，所以他并不担心什么。可楚清月若是因为唐宁抱走了灭了高家，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而且这一后果牵连的可不仅仅是高家，还会波及到燕国。以萧玉衡那种宠妻无度的性格，狄阁老不敢想象，只能叹了一口气，希望此事能够平和地解决吧。对了，你们离开的这段时间，老夫接到了一张订单。说着，狄阁老将一封拆开来的信件交给了楚清月。看着白纸黑字上的内容，楚清月秀眉一挑，兰家要100套竹叶包包。兰家少家主在知道了你就是竹叶包包的创始人之后呢，便日夜兼程，派人送来了信。他没说现在就要，只是和你预定了。看着楚清月眼底浮现出的一抹奸诈的笑意，狄阁老背后一凉，他是知道兰家和楚清月之间的事情的。不用想，楚清月这个丫头一定是在思考着怎么坑兰家。我接了，等回到效果之后呢，就着手准备。不知唐家大小姐闯入本公子的婚礼所为何意？我是来和你讨回一件重要的东西的。本公子不知何时欠了唐家大小姐的东西啊。万毒灵，那玩意儿留在身边也无用，本公子早就把它扔了。你怎么可以扔了它？为何不可？来人，将这2个无知的女子赶出去，莫要扰了高家和李家的婚礼。是，家主。可别这样，别动手，有什么话好好说啊，就当给老夫个面子。狄阁老本想来做个和事佬的，可是听到咚的声响之时，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长气。在高家下人即将动手之时，楚清月一掌击中在下人的身上，想死的尽管上前。你是何人？高家族长高义奇怒视着楚清月，本王乃是萧国楚家嫡女楚清月，亦是漠北越王，兼职燕国大理寺法医顾问，以及萧玉衡他大姐。高公子，你今日若是交出万毒灵，婚礼继续；若是交不出万毒灵，高家和李家谁也别想踏出此门半步。楚清月，你什么意思？别以为你是萧国3王爷的女人，就可以在我们燕国为所欲为。我就是为所欲为了，怎么着啊？有本事你来打我呀！都消消气啊，别这么大怒火嘛，给老夫个面子。狄阁老额头上的冷汗不断的往外冒。相比高家和李家被楚清月、唐宁这俩丫头拆了，他更加担心楚清月受到伤害。离开萧国的时候，他可是用自己的老命发誓，一定会保护好楚清月，不让这个丫头受到一丝一毫的危险。高无忧，我唐宁拿得起放得下，爱便是爱，不爱便是不爱。高无忧并未躲闪，任由唐宁一巴掌落下来。对不起啊，婴儿。高无忧想要对唐宁说的话太多了，可是所有的话只能憋在心中。高无忧心痛得无法呼吸，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是高家的嫡长子，是要扛起高家的继承人。从山崖上坠落之后，与唐宁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是他这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时光。那时候的他是高无忧，而现在的他只是高家未来的族长。唐家大小姐，本公子即便与你有过感情，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本公子的妻子是李家长女李如意，而非你。啪！唐宁又一巴掌落在了高无忧的脸颊上。刚才那一巴掌是我救了你的命，这一巴掌是我看错了人。唐宁转过身，桃花双眸在众人之间巡视着。你成婚了吗？尚无。我嫁给你，明日中午燕京驿站记得来接亲。不可。高无忧走上前欲要阻止，唐宁并未理会高无忧的话语，拉着楚清月离开了高家。唐宁并不知道他这一番话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更不知道自己随随便便开口嫁的人竟然是高家四叔，一个看似温和实则腹黑危险的男人。哎呀，好了，谁的一生还不遇见几个渣男嘛？哎，不哭了哈。月，我是真的喜欢高无忧的，可是我也是真的死心了，这里好痛。哎呀，是高无忧这个狗东西不知道珍惜吗？咱们找更好的，比高无忧好1万倍。对，
高无忧这个垃圾，他不珍惜本姑娘，是他的错，他就是个狗东西。唐宁哭得累了，也醉了。楚清月费力地拖着唐宁回到了房间中。其实呀，高无忧这孩子也是身不由己，为了高家呀，不得不舍弃了一切，包括自己。毕竟是唐宁和高无忧二人的事情，他们做的选择，咱们也干涉不了。狄阁老和楚清月都能看得出来，高无忧对唐宁的真情。白日来的那些话是他说的违心话，但高无忧做出了选择，选择了家族，选择舍弃了唐宁。楚清月坐在一旁看着狄阁老，好似已有心事一般。狄阁老今夜也如此忧愁呢？老夫是触景生情呗。想当年，老夫和你娘亲也是郎才女貌，若是没有你爹搅和，你就应该叫狄清月，而不是楚清月。您这话若是让我家老头子听到了，他非得和你拼命不可。老夫怕他呀，你爹就是个卑鄙小人，仗着自己武功高那么一丢丢就仗势欺人，可在你娘亲面前呀，又表现得翩翩公子的书生模样。我呸！我爹什么时候会武功了？这么多年，无论是在楚清月小时候的记忆中，还是长大之后接触的画面中，他好似从来没有看到过楚天雄出手嘛，从来都是一副慈祥的模样，与人吵架的时候都少得可怜呢。你爹不仅会武功，武功还是你们萧国前10的高手。狄阁老本来是不想说这些事儿的，可是酒气儿上头了，不吐不快，于是乎便与楚清月说着关于楚天雄所有的丑事儿，以及当初刑场之事发生的那一幕。如果当时楚清月没有出现的话，以楚天雄的武功，那几个刽子手只是几只蚂蚁而已。狄阁老，你确定你没骗我吗？当初我赶到刑场的时候，刽子手的刀可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落了下来，楚老头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来开玩笑的吧？不信啊？不信。看来楚天雄还是有太多事儿没告诉你。什么事儿啊？这些事儿你还是回去问楚天雄吧。老夫不方便开口，而且也不能说，否则老夫能不能见到明年的太阳都难说呀。娘子，按照约定，为夫接亲来了。高四爷，昨儿我妹子说的都是混话，这才让高四爷误会了。我在这里代我妹子说一声抱歉了。不，我嫁。别闹，婚姻大事绝非儿戏，就算你答应了，唐老爷子也未必会认同的。三王妃放心便是，在下已经写了书信去唐门，相信岳丈过段时间便会收到书信，而且岳丈定会满意我这个女婿。仍旧是温和的笑意，看得楚清月更是皱眉。他当然是不放心把单纯的唐宁交给城府颇深的高哲了。先不说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了12岁，单说高哲是高无忧的四叔，唐宁这个架子只是赌气，过后了毁死他上吊的心都有。婚姻大事绝非儿戏，双方家长见面不说，聘礼嫁妆都要一一备齐。说你们二人真的要嫁给对方或者娶对方，也不差这几日嘛。月，我知道你在为我着想，但是今日这婚我成定了，就算我爹来了也阻止不了。四弟，你要知道，这女人可是无忧抛弃的女子。老头儿，是本大小姐不要你家儿子的，如今是我和我夫君成婚，你插什么嘴啊？高家族长你就了不起吗？本大小姐还是唐门少主呢。夫人消消气，既然夫人嫁给了为夫，那为夫便会生生世世守你无忧，让你成为这世间最幸福的女子。高哲一字一句，看似温和，实则是在警告着众人，莫要再嚼舌根了。楚清月全程皱着眉头，唐宁决定了的事情，石头牛也拉不回来。高哲和唐宁算是拜了堂，成了亲。我有话说，无论是高家还是李家，乃至是在座所有的人都给我仔细听清楚了。唐宁，唐门少主，也是唐家唯一的女儿，更是本王的妹妹。今日唐宁与高家四爷高哲成婚，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作为长姐，本王自然有礼物相送。说着，楚清月从怀中拿出一块令牌，放在了唐宁的手里。这令牌代表着本王的身份，也代表着楚家嫡女的身份。说让本王知晓，有谁胆敢欺负唐宁，本王必定动用手段，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说是有人想尝试一下，本王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们上路。老夫呢，虽然年岁已大，有些事儿也不敢掺和其中，可这丫头是老夫认的孙女，自家孙女嫁人总要唠叨几句才好呀。唐宁眼眶红红的，恨不得扑到楚清月的怀中大哭一场。高四爷，做个交易如何呀？三王妃但说无妨，若是关于夫人的事情，
在下洗耳恭听。我知晓你并非是真心要娶唐宁，唐宁也是一时赌气要嫁给你。我也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娶了唐宁。我的交易很简单，除非你是真的爱上了唐宁，唐宁也真的爱上了你，否则你不可以伤害唐宁。代价是万里山河图，全部的7张万里山河图。三王妃说笑了，在下是对夫人情比日月，万里山河图之事，在下就当三王妃从未说过。你娶唐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夫人能有三王妃这般真心对她的朋友，在下很是高兴呀。但还是那句话，既然夫人是在下的妻子，在下自当会生生世世守她无忧喜乐。话音落下，高哲离去，楚清月站在原地，看着高哲渐渐消失在眼前的背影，一双秀眉皱得更深了。高家小四儿到底要做什么呀？丫头，你信他对万里山河图没有意图吗？信。他的眼神告诉我，娶了唐宁并非是因为万里山河图。哎，算了，老夫呀已经写了2封800里加急的信送去唐门，一定呀会比高哲的书信先到。等唐家老小子来了再说吧。恭喜恭喜！袁丞相，你要是想要英年早逝的话，可以多说2句，我不介意让你早一点拿到抚恤金。被楚清月眼神盯得全身发毛，袁修尴尬地笑了笑。袁丞相此次前来，是否代表着燕皇已经处理完燕国的政事了？非也，燕皇还在为要事所烦忧。这一次本公子来此，主要是给楚姑娘带一样东西。楚清月看着袁修手中的羊皮卷，一抹笑意浮现在唇角。袁公子，我虽然只有20岁，涉世不深，可袁公子也不好拿我当傻子呀。羊皮卷设计得极为巧妙，若非他家里面有其余的6张万里山河图，绝对会被这一张赝品给糊弄过去的。楚姑娘多虑了，人多眼杂，本公子能将拓印版盗取来，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袁修用盗取而非拿，这其中的经历只有他自己知道。还是那句话，说是袁公子诚心交易的话呢，用正品来换，我手里面的6张万里山河图虽然是拓印版，却与原版丝毫不差。楚姑娘，您应该不知道，我们袁家的万里山河图在老祖宗手中藏着，只有每一代的族长方可开启，而本官和父亲的关系并不友好，除非什么？本官虽然不知道楚姑娘为何成为了漠北越王，但相信楚姑娘认识人脉甚广，若是有什么神偷从袁家盗取了万里山河图，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你这么鸡贼，你爹知道吗？合着这货就是想要让他扮作小偷，然后将袁家的万里山河图偷出来，袁家的人找别人偷袁家自己的东西，倒是有些意思。这里是袁家的地图，楚姑娘什么时候有时间托狄阁老说一声便是。袁修和他爹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你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准确啊。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他们家上一代的事情，袁修只是一个无辜的后代，却背负了常人所不能背负的枷锁呀。听到狄阁老的语气，楚清月知道有八卦可以听了。袁修的父亲袁大庆和母亲北堂双儿本是人人羡慕的伉俪，奈何袁大庆常年在外，北堂双儿性子善良，袁家二爷便对自己的大嫂产生了爱慕之心，并且在一个雨夜玷污了袁修的母亲。然后呢？10个月之后，袁修出生了。袁家二爷知道自己的儿子出生了，便打算篡权夺位，坐上族长的宝座，给北堂双儿一个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但谁知道，就在袁家二爷即将要杀死袁大庆的时候，北堂双儿先一步杀了袁家二爷。在袁家二爷将死之际，北堂双儿当着二爷和袁大庆的面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袁修跳下了悬崖。袁家二爷凭着最后的一口气，也跳下了悬崖去寻找北堂双儿。袁大庆在悬崖下只找到了挂在树上还生还的袁修。自此，袁大庆抚养着袁修长大成人，对外宣布袁修是他的亲生儿子，为自己的弟弟戴了绿帽子，还要抚养弟弟的儿子长大。所以说嘛，袁修也是无辜之人，可恨在父子二人之间那一层深渊，彼此是也过不去的啊。袁修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袁家对他的一切不公平待遇，他都忍了。你知道吗？老夫小时候曾经见过袁修这孩子，大雪冬天，那孩子就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被罚跪在门外，小小的身影却那么的坚强呀。自从那以后，他也就没有再见过袁修了。
没想到这兜兜转转的，当年不受家族待见的小小少年，竟然成为了燕国最为年轻的宰相。一日，已经成为高家媳妇儿的唐宁来找楚清月。迪格老月儿，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没事，早晨吃了什么了？唐宁并未经历过男女之事，自然不明白楚清月和迪格老在担心什么。没吃，这不来混饭了吗？高哲，你还不进来吗？谁啊？高哲呀！昨儿我和高哲说你的厨艺天下一绝，高哲说今儿让我带着他来尝一尝你的手艺呢。唐宁挥了挥手。我听唐宁说，三王妃身中寒毒，在下曾经读过一些医书，云仙草是治疗寒毒的其中一味草药。高四爷有心了，云仙草就算是找遍七国大陆，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一株呢。他不清楚高哲手中为何会有云仙草，也不知高哲为何会将如此名贵的云仙草送给他。但是他清楚一句话：无事不登三宝殿。狄更老也是看了看高哲呀，又看了看面前极其名贵的物件。哎呀，别看了，这些都是你们的，能不能先去做饭啊？昨晚上到现在我啥都没有吃过呢。高四爷，你力气大，帮我劈柴可好？在下既然是来蹭饭的，自然要出力才是。夫人在这里等着为夫可好啊？高哲询问着唐宁的意见，唐宁挥了挥手，不耐烦地催促着高哲快去帮楚清月烧火。他现在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高四爷，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无功不受禄。云仙草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受不起。三王妃说笑了，昨儿三王妃和在下说的那些话，在下又重新思虑了一番，决定和三王妃做一笔交易。万里山河图与我不过是废纸一张，在下要的并非宝藏。既然不要万里山河图，那今日的登门拜访因由为何呢？高四爷想要什么？很简单，在下要三王妃一个承诺，待到七国混乱之际，三王爷要保护高家宗门血脉平安延续下去。高四爷为何如此确定我会有这样的能力？别忘了，我只是一个女人啊。三王妃确实是女人，只是三王妃与寻常的女人有诸多的不同。你的城府太深了，我不可能背着楚家涉险的举动跨国保证帮你们高家的安全。但凡真的到了那一日，你可将你认为值得保护的高家之人送到萧国楚府，我定然会护他们周全。还是那句话，唐宁之事，我需要你答应我，不伤害他。自然，宁儿是在下的夫人，在下自然要对夫人百般呵护才是。金月丫头啊，你说唐丫头到底是怎么想的？唐宁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唐家老爷子到了燕国燕京之后，一定会把唐宁碎尸万段的。为了以防这种情况发生，他还是书信一封给唐老爷子，告诉他和高哲之间的交易为好。如若不然，真的等到唐老爷子气势汹汹的来燕京找高家算账，以唐门宗主的手段，高家就算是不被团灭，也死伤无数。近2天元修没有出现在燕京驿站，楚清月也不着急。不过在中午的时候，他却是遇到了另一个人。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三王妃，我有事情找你。高公子找我做什么？现在可是高公子应该怀抱美人，享受温柔才是啊！来燕京驿站找我，若是传闻到了别人的口中，你猜他们会怎么说啊？三王妃，我知你在生我的气，我四叔是个危险的人，还望三王妃去告诉唐宁，远远的离开四叔，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这些话你怎么不自己说去？心中有愧吗？高公子，有些事情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了，就要彻彻底底的断干净，别拖拖拉拉的搞不清楚，这样对你、对唐宁、对高哲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三王妃，我知道我做了对不起唐宁的事情，可我四叔的城府并不是唐宁能够理解的。高公子，你已经和李家大小姐成婚了，就不要再担心别人家妻子的事情了。若是不小心传出了什么闲言碎语，不仅仅是你，带着唐宁也会遭人笑柄。楚清月这些话看似有些过分，但他必须要告诉高无忧一个事实，不管是真是假，唐宁现在已经是高家四爷的妻子了，是高无忧的四婶儿。高公子，还是那句啊，既然你和李家大小姐成了婚，便代表做出了选择，舍弃唐宁。作为男人，也作为高家的继承人，我要说的话，你心中应该清楚。哎，不就是一瓶酒吗？你用得着对老子成全不成吗？死丫头，竟然敢打掉老子的牙齿啊！男人怒了，魁梧如小山一般的身体冲了过来，双拳更是重如泰山。若是双拳击中在楚清月的身上，就算是不死，后半生也要残废了。楚清月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中年男人武功高的离谱，若是在他清醒的情况下，他想要打赢的几率并不高。爽快！老子好久没有敞开了打架，你个小丫头片子，
值得老夫与之一战。彼此。楚姑娘，父亲，儿子，你认识这死丫头？儿子，父亲，袁府。哎呦喂，原来你是楚清月呀！老子老早以前呀听过你的大名，那叫一个如雷贯耳。嘿，喝茶。啊，原来是袁老爷子呀！我在萧国的时候啊，也听我父亲经常提起您老人家的大名。袁大庆和楚清月喝着茶，并且互相吹捧着。嘿，楚姑娘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了得的身手，老夫甚是佩服。二人吹着，竟是成了忘年之交。袁叔您客气了，我这点身手在您面前呢，只是鸡毛蒜皮的东西啦。若不是您喝醉了酒，我又怎么会是您的对手呢？不多时，狄阁老火急火燎地来到了袁府。我的老天鹅呀，你怎么受伤了？老夫要怎么和萧玉和还有你爹交代呀？狄阁老，我没事儿，您别担心。不担心个屁呀！和哪个孙子打架了？谁家变孙动的手啊？狄阁老，在下也不是有意为之啊。不过在下和清月妹子之间已经和解了，并且还成为了忘年好友。狄阁老和袁大庆之间是相识的，自然明白狄阁老这话都是在故意说给他听的。和解？打了楚清月，三言两语就能和解呀？狄阁老一巴掌打在了袁大庆的脑袋上，说是别人有这样的举动，袁大庆早就一拳回过去了。但是狄阁老的身份摆在这里，袁大庆曾经在狄阁老的门下学习过一段时间，狄阁老也算是他的老师了。是，狄阁老，你先别生气啊。元兄，你爹也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恐怖啊，感觉还挺可爱的。怎么，姑娘难不成想做我后娘？我看你是真想英年早逝了。这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若是让萧玉衡听见了这话，不把袁府人灭了一遍，绝对是不会罢手。袁大庆能成为袁家的族长，可不是看上去那么缺心眼。放心，我自有分寸。袁家这张万里山河图不好拿呀。唉，你知道就好。袁大庆那小子呀，别看表面上憨厚，实则内心呀就是个无底洞，黑着呢。狄阁老，欢给我的那本书上记载着袁大庆是燕国排名前10的高手，是燕国的第一拳师啊。咋？你还想和袁大庆打上一架吗？老夫承认你的武功高啊，能胜过很多高手，但今日你与袁大庆的对战中，一来袁大庆最穷，二来他并未下死手啊。清月丫头，你别当老夫说的话是放屁啊！齐国诸多隐藏的高手都隐居在燕国燕境，不说个个都是1顶1的高手，但可若是遇上了，你一定呀别不由分说就上手，知道吗？啊，知道了，我下次不动手了还不成吗？睡梦中的楚清月只觉得脑袋顶上有人在盯着他，那感觉要多么的阴森就有多么的阴森。大哥，我求你件事儿，下次出现的时候给个征兆呗，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床前。黑衣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血煞宗少主黑衣大佬。砰的一声，黑衣大佬两眼一翻，身子一斜，整个人昏死了过去。救还是不救？救了的话，以后必定是麻烦不断；不救的话，以后也必定是麻烦不断。老娘上辈子是不是挖了你们家祖坟呢？枕巾按时送到出府哈。是你自己救的本尊，本尊并未开口与你求救。不过本尊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任何条件。什么事儿都能答应？任何，作为你救了本尊的报答。你想要万里山河图吗？我是指全部7张万里山河图啊！你们血煞宗和平南王合作，目的就是为了我家老头子手里的万里山河图，对吧？黑衣大佬没有回答，但默认的态度等同于是答案了。既然如此，血煞宗为何不直接和我合作？这不是更加高效一些吗？我呢，别的不多，就万里山河图多。血煞宗和楚家有过矛盾争执不假，你们是为了利益，楚家是为了自保嘛。你应该很清楚楚家和平南王之间的恩恩怨怨，而血煞宗也只是平南王利用的工具而已嘛。楚清月现在说的这么一番话，并不是让黑衣大佬放过楚府，而是跳过赚差价的中间商，二者摒弃前嫌，直接合作，岂不是更加完美吗？继续说下去。我呢，手里面有6张万里山河图，最后一张万里山河图在袁府。你果然欺瞒本尊。这不叫欺瞒，这叫自保。况且万里山河图本就是我们楚家所有嘛。你们血煞宗要万里山河图，我可以给，
而且还是全部的7张万里山河图，当然是拓印版，但就算是拓印版，也和原版一毛一样，绝无出入。所以，你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很简单，第一，从原家盗取第7张万里山河图，但尽量别伤人。第二，表面上仍与平南王合作对抗楚府，暗中我需要搜集平南王的罪证。你想杀了平南王？不，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杀了平南王，我是想让平南王以及对楚府不利的一切因素彻彻底底的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呀？摒弃前嫌，暗中合作，互助互利，你们血煞宗可以得到7张万里山河图，我呢也可以顺便除掉一些贱人。你若是男子，必会成为将相之才。切，你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可是要不得啊！将相之才又如何？说不准我哪天一高兴当个皇帝玩玩呢。这位姑娘，老朽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呀。你身中寒毒，身体素质本就比他人弱上几分，若是让自己频繁受伤，更会折寿呀。多谢老先生，看来有时间应该去拜访一下这位老先生，或许会比鬼谷的那些人先一步解开自己身上的寒毒。目送老医师离开，楚清月这才转过身，看向护在身后的青衣少女。你说你喝酒就安安心心的喝酒，管别的事儿做什么呀？那能怎么办啊？在我身边跳楼，换做狄格劳你的话，你会坐视不管吗？狄格劳，你知道这姑娘的身份吗？知道啊，韩凌雨，韩家的大小姐。要说韩凌雨啊，也是倒霉。身为韩家的嫡长女，可性子软弱，自嫡母身亡之后，在韩家的日子可谓是过得如履薄冰，更是日日受到庶妹以及下人的欺负。本以为和三王爷的圣旨赐婚会让她离开韩家，过上安定的生活，谁知道三王爷战前受伤，众人传言这一切都是因为韩凌雨，因为韩凌雨克夫，若是不解除婚姻的话，三王爷便会被克死，所以才有了今日之种种。三王爷退婚，韩凌雨沦为众人的笑柄，而且在燕国这样男尊女卑的国家，被退了婚的女子大多都是经不住流言蜚语，选择自我了断的啊，还是一本古代虐文。要不要叫醒他呀？咱们也该回去了。别了，让他睡吧，许是太久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喂，把韩凌雨交出来，识相的就别插手我们韩家的事情。这道菜不错呀，但还是不及清月丫头厨艺的1分啊。就算您这么说，我也不会做饭给您吃了。老夫像那么不懂事儿的人吗？像。喂，本小姐跟你们说话呢，耳朵聋了吗？把韩凌雨交出来，否则今儿你们谁也别想安全的离开。小姑娘，我念及你年纪尚小，赔礼道歉走人，这事儿算完了。切，你当你自己是谁呢？要本小姐给你道歉，也不照照镜子，你有这个资格吗？哎，行，小姐啊，和这种娇小姐事情呀，不知道啊。你身上有伤，平常心啊！老不死的，你说谁是娇小姐呢？本小姐可是即将要成为燕国三王爷侧妃的人。紫衣少女一句老不死的叫出口，狄格老这一口气憋在胸口上，上不来下不去。韩家老小子是怎么教子嗣的，竟然教出了如此蛮横的娇小姐。我不要回去，姐姐，我求求你救救我，我宁可死也不想回到韩家。韩凌雨知道今日好不容易逃出来，想找到那个人离开燕京，可谁知却被欺骗，若是被韩家抓回去，等待他的只有无边无尽的折磨。放心，有我在，这群酒囊饭袋动不了你。清月丫头啊，你不会打算在这里动手灭了他们吧？一群只知道乱叫的狗而已，还不值得我亲自动手。小二，在这位姑娘，您可有事儿吩咐？去元府知会元修一声，就说燕京驿站的人请他喝酒。好嘞，姑娘稍等，小人去就来。元哥哥会听你的吗？本小姐倒是要看看，我堂堂燕国丞相会不会来花兰巷的酒馆救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别怪本小姐没有告诉你们，袁家和我们韩家可是世交。本小姐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你们有什么本事会让元修哥哥亲自来到这儿。袁伯伯，您怎么来了？袁伯伯，滚开，老子认识你吗？袁伯伯，是我呀，我是韩小媛，是韩家的二小姐。韩云那小子见到老子都要恭恭敬敬，
你算个什么东西？滚远点，别碍着老子的眼！袁大庆来的路上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差遣下人去韩府通报一声，让下人转告韩家族长，韩家若是不想被灭族的话，便将人尽快的领回去。哎，狄阁老、清月丫头，你们来花兰乡怎么不去叫我呀？不厚道呀！老子听人说狄阁老和清月丫头受了欺负，这才丢下一切重要的事儿，赶来了酒馆。袁伯伯，我是来带韩家的罪人回去问罪的，还请袁伯伯行个方便。罪人？敢问这位姑娘，我身后的女子犯了什么罪啊？我们韩家的人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今日是看在袁伯伯的面子上，不跟你一般见识。段小姐劝你，最好还是将韩灵雨交出来，否则韩家是不会放过你的。清月丫头的客人就是我们袁家的客人，回去告诉韩家族长，他要打什么鬼主意啊，自己完去就成。若是招惹了老子，小心你们韩家全族不保。袁大庆的一番话不仅仅威胁着在场韩家人的性命，更是拿整个韩家家族的人命做要挟。虽然众人不明白一个小小的韩灵雨为什么会让袁大庆如此，但事情就是他们所看到的。行，韩灵雨，你给本小姐等着，就算今天你侥幸活了下来，明天、后天、大后天终有你死的时候。我们走。狄阁老、清月丫头，我们袁家呢丢了东西，两位应该也知晓丢的是什么。我听袁秀那小子说呀，两位来燕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退婚啊。有话直说，别吞吞吐吐的。那老子就直说了啊，其实袁家丢的呀，并非是正品，而是高仿的宝贝。老子这一次来呢，也是想和清月丫头做个交易。袁叔啊，既然您和我们说明了，那我也不妨和袁叔您说个实话。我这手里面的6张宝贝也是拓印版，不过和原版呢丝毫不差。以袁大庆的手段，定然从袁修的种种举动猜测出了他们的目的，这一点他不否认。不否认归不否认，但是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的。事关7张全部的万里山河图，在得知黑衣大佬盗取的是高仿版的万里山河图之后，想要让袁大庆交出正版第7张万里山河图，他需要亮出自己的资本，足够的资本。果然，当听到楚清月口中说到自己有6张万里山河图的时候，袁大庆的表情惊愕到足以吞下几颗鸡蛋。他是知道楚府有万里山河图的，而且也知道楚府和蓝家、江家的一些交易，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楚清月手里面竟然有6张万里山河图。这个消息若是扩散出去，别说是楚府了，就连与楚府有关系的蓝家、江家都会成为众矢之的的。袁大庆心中竟然有一丝后悔之意，他今日就不该来酒馆为楚清月、狄阁老解围。袁叔啊，您怎么了？小子，上了贼船还想下去吗？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自作聪明，结果作茧自缚，把自己给圈里边了。说的正是此时此刻的袁大庆。难不成袁修那小子早就预想到了一切？他早知道袁大庆藏起来的万里山河图是假的，自己也拿到了假的，这才会引得楚清月去盗取真正的万里山河图。结果真正的万里山河图仍旧是假的。袁大庆心中生疑，无论是不是韩家庶女挑事儿，袁大庆都会来找楚清月问一个究竟，并且说出交易的事项。前提啊，袁大庆并不知道楚清月手里面有6张万里山河图，主要凑齐他们袁家的万里山河图，就能拼凑出一张完整的藏宝图。一旦袁大庆开口，楚清月必然会将实情告知，到时候袁大庆就算是想退出，也没有这个胆量了。袁修这小子可比他爹可不10000倍啊！袁叔啊，既然您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我自然是乐意交易了。袁叔啊，合作的事情不急于一时。那他怎么办啊？袁大庆指了指韩家嫡女韩灵雨，和我回燕京驿站啊，难不成和你回袁府啊？楚清月一脸嫌弃的表情，他才不放心韩灵雨和袁大庆回去袁府呢。这段时间你就住在燕京驿站，韩家的那些人不敢来的。谢谢你，今日若是没有月姐姐相救，灵雨
必定是生不如死。赶紧起来，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想好了去哪里了吗？没有，我会洗衣服，还会扫地。月姐姐，您能带我离开燕国吗？就算是为奴为婢，我都可以。这样吧，等我离开燕京的时候带着你一起。你若是想要留在燕国，便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生活，要是去萧国的话，就改名换姓隐居也可以。袁家的万里山河图是假的。我知道，袁大庆已经说了，你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袁家的万里山河图是假的。本尊饿了。第一，我和你虽然是合作关系，但我不是你的厨子。第二，我现在是病号，病号你懂是什么意思吗？第三，麻烦你以后出现的时候通知一下，老娘要是光着身子，你是不是要负责啊？越说越气，要不是事关万里山河图，要不是打不过这货，他一定会剁碎了他喂狗的。第四，老娘是有家室的人，有相公有孩子，你能不能尊重一下老娘？哦。楚清月被黑衣大佬简洁的回应弄得没脾气了，那感觉呀，就像是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7张万里山河图何时交给本尊？回萧国之后，到时候我需要血煞宗帮我一个忙，等那时我自然会将全部7张万里山河图免费赠送给你。在此期间，还希望血煞宗能够按照约定做事儿。本尊既然应了你，自然会守约，当做交易的礼物，这是本尊赏你的。说着，一颗黑色的药丸从天而降，落在了楚清月的手中。药丸只有黄豆粒大小，散发着清香的气息。一闻到这股气息，楚清月全身上下竟然感觉到了一丝丝的暖意。因为身体里面的寒毒，他体质一直是阴寒无比，尤其是近期生理期快到了，腹部隐隐作痛的寒意更是明显。这是可以压制你体内的寒毒，3个月无忧。当初在萧玉衡身上下毒的人是你们？本尊不需要解释，这粒药丸只能压制，并不能解毒。清月丫头，你什么时候和血煞宗的少主认识了？在萧国的时候，这货大半夜出现在楚府，威胁我交出万里山河图。楚清月有一搭没一搭的和狄阁老说着他和黑衣大佬认识的过程。你要知道，那可是血煞宗啊，当初险些灭了楚府的杀手组织，每个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对于血煞宗的描述都是一些恶劣的词语，为了钱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就算是皇族也照杀不误。7国之中哪个人提到血煞宗不是谈之色变？这丫头竟然还和血煞宗合作。狄阁老不必担心，我知道分寸，正因为血煞宗为钱办事儿，才比一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更适合合作。他相信有万里山河图作为交易，血煞宗不会放着这么大的大鱼不吃，反而去吃一些丑鱼烂虾。狄阁老，关于血煞宗你知道多少啊？血煞宗是一个很神秘的杀手组织，老夫知道的也不是很多。提到血煞宗，人们本能的第一印象就是恐惧，但凡被血煞宗盯上的人，唯有死路一条。血煞宗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早就已经没有了记载，但自从7国存在之际，血煞宗就已经存在了。历代的血煞宗宗主和少主都以黑面示人，血煞宗的宗主采取了世袭制，代代相传，而且每一代宗主的武功都是极高的。不过老夫知道一件旁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什么秘密啊？血煞宗的宗主姓九黎，嘿，这个姓氏啊，在前朝可是皇族啊，因此老夫推测出血煞宗可能和前朝皇族有关系。前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啊？前朝啊，怎么说呢？每一个人对前朝的描述都各自不同。在不同版本的传闻中，有称前朝为大夏，有称前朝为华国，也有称之为盛。这些都是不同人对前朝的称呼，但唯有一个称呼是正确的：盛夏国。盛夏是一个神秘而又强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富足，百姓安居乐业，在明君的统治下，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朝着鼎盛发展。记载中，盛夏国灭于一颗天外火石，那颗火石威力巨大，几乎灭了盛夏国的大半国土。从此之后，盛夏国灾难不断。到了盛夏国的后期，百姓们是苦不堪言，再加上当时奸臣当政，
各地的诸侯纷纷造反。你爹的祖上是盛夏国的将军，在大夏国，也就是盛夏国分崩离析之时，带着万里山河图的碎片隐藏于世。这个我家老头子倒是说起过。盛夏国灭亡之后呢，进入了末法的混乱时代，最终直至七国建立，方才结束这局面。但人们从未停止过寻找万里山河图啊！只要拥有了全部的万里山河图，就代表着找到了盛夏国遗留下来的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今千年的轮回，七国又将进入一个乱世之中。说是有谁能够得到这批宝藏，那将是无法想象的强大。这么说，大夏国的灭亡起因是一个陨石啊？陨石？何为陨石啊？大夏国，也就是说盛夏国，楚清月还是习惯叫它大夏国。陨石就是天外火石了。这么多年了，就没人找齐过7张万里山河图？这千百年来，若是知道谁手中有一张万里山河图，都会遭受到灭顶之灾。更何况是2张、3张，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吗？别说老夫没提醒过你啊！回到萧国之后，尽量处理干净啊！明白，我早就有所计划。楚清月信心十足，他一定会妥善地处理万里山河图，并且不会让楚府再受威胁。楚姑娘，迪阁老，小子，你不怀好心啊！以往这小子都是先叫他的，然后再叫清月丫头。如今二人之间的称谓调换了一下，又将他们叫来了刑狱司。难不成是想要借用清月丫头的手段来调查一些什么吗？楚姑娘，在萧国之时，本官便见识到了你的能力。今日发生的案件十分棘手，本官想请楚姑娘验尸。命案？这个不好吧？我是萧国人，没有义务，也没有这个权利掺和燕国的案件啊。楚姑娘放心，陛下已经首肯，只要楚姑娘肯出手验尸破案，陛下一定会重重赏赐。丫头，既然袁丞相都这么说了，你也别端着了。好，袁丞相带路。袁修走在前，楚清月和狄阁老2人跟在后，3人进入了刑狱司。这8具尸体是早晨在护城河边发现的，全身焦黑如同火烧，可死者皆是溺水身亡。8具尸体皆为男性，全身上下同样是烧焦了一般的漆黑，除了颈部一点深可见骨的伤痕之外，其余各处均无伤口。楚清月严肃认真地检查着尸体的每一个细节。袁大人，你们燕国是不是有一种很香很香，并且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花呀？幻影草花粉能够让人产生幻觉，可入药，麻痹人的痛感，一般在燕国各个医堂使用。幻影草，麻醉剂吗？楚清月蹲下身，视线与其中一具尸体的位置保持水平。他在尸体上看到了一个微小的证据，若非仔细看去，是看不出来被火焰烧焦了的遗留痕迹。这是一块纹身，但不是普通家族纹身，唯有权贵或者大家族的人才有资格纹此类的族徽。楚清月拿着毛笔和白纸，拓印下了已经被毁坏的族徽纹身。狄阁老，袁大人，能不能看出来这玩意儿是燕国哪家的族徽啊？这不是燕国李家的族徽吗？对，老夫没记错，确确实实是李家宗门的族徽。狄阁老告诉楚清月，李家的男丁在出生之后都会在胸前纹下家族的族徽，唯有纹了族徽才能代表李家正统血脉的后代。不仅仅是李家，燕国许多家族也有这样的习惯，包括袁家。楚姑娘的意思是，这人是李家的人？现在还不确定。8具尸体的死因我已经写在了纸上，各种细节也是一一不少。如果想要确定死者的身份，等人来报案吧。在萧国的话，他可以动用一些手段查出8具尸体的信息，可这在异国他乡的这些事儿就不归他管了。狄阁老，你说的燕国李家人是不是嫁给高无忧的那个李家？正是，燕国第一富豪家族李家。狄阁老与楚清月聊着李家。虽说李家是第一富豪，可是很多钱都来路不明啊，而且李家的人飞扬跋扈，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明知李家什么德行，高无忧怎么宁可娶李家长女，也要往火坑里头跳啊？还能为啥呀？高家想要力保自己家族地位不变，
就需要强大的钱财支持。李家有钱，高家有地位，鸡鸣狗盗，狗盗鸡鸣之辈，一拍即合嘛。鸡鸣狗盗之辈，哼，这个词用得好。现在高家也就高哲那小子还是个枭雄，以强硬的手腕支撑着高家不败。哎呀，不说了，提起高家李家这些没用的后生呀，我就有气。无论是高家还是李家，亦或者是袁家，齐国很多大家族的子弟都是狄阁老教出来的学生。可以说狄阁老的学生遍布七国大地，但是眼看着自己教过的学生一个个从圣人之道的人心人道变成了为了权力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之人，狄阁老恨不得时光倒退数十年，把他们一个个都掐死了才甘心呢。此时2名侍卫上前将手中的一份名单奉上，元修拿过了名单看了一眼，8个人的身份信息你猜对了，其中1个人是李家二公子李恒。提起李恒，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无恶不作。李恒在燕京百姓的心目之中就是瘟神，要不是忌惮着李家的权力财力，人们早就把李恒给碎尸万段了。除了李恒之外，其余7个人也是燕京都城有名的顽劣公子混世魔王。儿啊，你怎么就死了呀？为娘还没有好好的看你一眼呢。不仅仅是李家，其余尸体的家人也都来认领尸体了。楚清月和狄阁老在一旁看着乱哄哄的认尸现场，有1个人倒是出奇的淡定，脸上更是透着一丝嘲讽的笑意，好像早就知道死者会死一样。你似乎并不伤心啊。伤心？为何伤心啊？他早就该死了，作恶多端，祸害乡里，而且我早就告诉他收敛一些，若不然迟早会有人取了他的性命。你是欧阳家的人吗？欧阳翰，欧阳家嫡长子，欧阳元的大哥。你方才说的那句迟早有人取他性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欧阳翰也毫不遮掩，说出欧阳元出事儿的前几天曾经收到了一封书信，信件的详细内容他记不得了，但清清楚楚地记得在白纸黑字的信上写下了威胁欧阳元的话语，说了什么？若是欧阳元再作恶，必定会受到天雷的惩罚，水逆的降罪，灵魂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永生永世受苦。那封信还在吗？欧阳翰则是表示，收到信的当天，那封信就被欧阳元给撕碎了。不过，虽然我们家收到的那封信没有了，别人家或许还有。别人家？循着欧阳翰所指的方向看过去，在场其余尸体的家属都收到过相同的书信，不论是语气还是笔迹，都是一模一样。多谢云秋，你帮我问问，谁手中有欧阳翰提到过的威胁信？好，本官这就去问。元修问了一圈，在场的死者家属均表示信件被烧毁了，楚清月也就只能作罢。狄阁老，你不觉得今天来的那些死者家属态度都太随便了吗？楚清月总觉得有一些奇怪。好比欧阳翰，是欧阳元他是个痞子，死了大快人心，但怎么说也是血脉兄弟，就算是不表现出难过，也不至于冷嘲热讽，话里话外都让人感觉到一种他已经提前预知到了欧阳元死期的表现。楚清月总觉得这8个人死的好似完全在他们每个人的意料之中，只是早与晚的事情。元宵，燕国对于药草的管控向来是严格，你顺着幻影草的方向去查一查。本官已经派人去查了，整个燕京只有8家医堂有资格使用幻影草，要不要本官与你一起前往医馆查一查？不用去医馆，凶手一定会猜出我们能查得出尸体上的幻影草香气。8家医馆必定是凶手为了掩盖真相设下来的迷雾阵。第一，8人皆是服用了大量的幻影草，之所以让你顺着幻影草的方向去查，查的不是8家医馆，是地下黑市幻影草的流通方向。第二，8个人收到了书信，我猜想那些家属手中必然还有书信尚未销毁。第三，现在第一犯罪现场还未找到，第一案发现场被严重破坏，找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我需要袁大人给予我方便去李家搜查的权利。为何是李家？女人的感觉。好，
本官晚上便与你一起前往李家。